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说这天道为体会人间百态，分了个化身，入了轮回。娃娃被好心的林家夫妇捡回家当女儿养到3岁，起名圆圆，意为萍水相逢，惜缘惜爱。真不要爹娘陪你一起去京城吗？不用，娘亲，你和爹爹要照顾好肚肚里的小弟弟哦。林家夫妻瞪大眼睛，还以为听错了。他们成婚20余载，神医都说没希望有孩子了。再想问时，那道小身影却不见了。圆圆才走了2步路就累了，上山捉了头野狼当坐骑，掏了半天包包，啥都没掏到。圆圆吧唧从狼背上摔下来，悲伤成了一滩泥。唉，肉没有啦。娘亲做了好多肉干给她在路上啃的，怎么那么快就吃没啦？夫人，这地上躺着个小孩，瞧瞧还有气没？听见这道温婉如水的嗓音，圆圆茫然坐起，和正准备下马车的美夫人对上了视线，然后被她身上的金光闪到了眼。啊，好强的功德啊！宁氏眼中带着关切，小姑娘，你还好吗？跟爹娘失散了吗？饿了，肚子空空的。上来吧，我这儿有吃的。圆圆坐进马车，捧着桂花糕，啃得很满足。慢点吃。漂亮姐姐，你不舒服吗？我的年纪都能当你娘了，哪能称得上什么姐姐？吓着你了吧？我身子不太好，就是个药罐子。圆圆忽然指着她发间的金簪说：是这个害得漂亮夫人生病，有脏东西。不可能，这是我夫君送我的。他生辰那日，夫君送了这只亲手打造的簪子给他戴上。对他那么好的夫君，怎么可能会害他？是真的，圆圆不骗漂亮的人。宁氏只觉离谱，他怎么会因为陌生孩子的3言2语怀疑自家夫君？夫人，前面便是医馆，不如让医馆大夫瞧瞧。夫人，这金簪是用砒霜浸泡过的。夫君怎么会？宁氏是京城首富之女，嫁给了永定侯。永定侯府日渐式微，到这一代只剩下爵位，并无官职。她嫁进侯府后，陪着丈夫考取功名，高价聘请治世的太师来教书。没日没夜的努力下，丈夫终于中了举人，有了一官半职后节节高升，很快便做到了正4品官员的位置。她同丈夫琴瑟和鸣，孕育了2个儿子，说此生不纳妾，不娶平妻，只会有她一个妻子，绝不辜负。她送的金簪更是日日不曾离身。恩爱多年的丈夫居然想要她的命，喉头涌上心田，她生生喷出一口血，倒地不醒。大夫忙上前给她诊脉。毒入肺腑，夫人已经油尽灯枯了。大夫，求求您救救我家夫人！除非神仙来救，不然还是赶紧准备丧仪吧。圆圆拍拍手上的糕点蟹，关键时刻还是要她出马才行啊。漂亮夫人给她吃好的，可不能就这么死了。她咬破指尖，忍着眼泪将血滴进宁氏嘴里，只听2声虚弱的呛咳，宁氏缓缓睁开了眼睛。这诈尸了！夫人，你醒了，您还好吗？我没死，是这位小姑娘救了您。她亲眼看见圆圆给夫人喝完血后，夫人就好了。宁氏沉默不言，心中困惑又绝望。她想不明白夫君到底有何理由杀她。夫人且撑住，2位公子还在等您回家呢。宁氏长长出了口气，收起心头复杂的情绪。你是我宁锦云的大恩人，恩人若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跟我说。你能帮圆圆找爹娘吗？圆圆不知道爹娘在哪里。宁氏胸口一阵酸涩，竟是个如此可怜的孩子。恩人若不嫌弃，可先认我做义母，住在我家中，
再慢慢寻父母。我吃的有点多，漂亮夫人会养不起我的。娘亲和爹爹刚把他捡到的时候，他就很能吃，家里的奶牛和山羊都虚脱了。我旁的没有，就是钱多，便是你一顿能吃满仓的粮食，我也养得起。你愿意当我的女儿吗？我愿意。漂亮夫人当娘亲，圆圆高兴。圆圆会保护娘亲，不让坏蛋欺负您。小肚子开始咕咕叫。娘亲，圆圆又饿了，想吃肉肉。好，娘亲带你去京城最大的酒楼吃。此次出门替全家祈福，侯爷还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带好簪子。是预料他会死在路上吧？心口一阵钝痛，他势必要查清楚侯爷到底为何要杀他。宁氏带着圆圆离开以后，医馆大夫还沉浸在震撼中，久久无法回神。3、4岁的小姑娘，居然用她的血救活了身中剧毒的病人。她迫不及待想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但怎么都无法发出声音。谈其他事情时，反倒能正常说话。好吃好吃，怎么那么好吃啊？在人间的日子过得比天上还幸福。娘亲，这个好吃，圆圆喂你吃。娘亲好瘦，不要被风吹跑啦。宁氏心里很乱，吃不下东西，又不想拒绝圆圆的好意，抿了口点心后，让另一位陪嫁丫鬟墨玉拿着银票找掌柜，把酒楼买下来记在圆圆名下，喜欢的话以后随时都可以来吃。此时被宁氏打发回府打探消息的知夏，浑身发颤地进了雅间儿。夫人，侯爷不在府中，奴婢偷溜进院子，院里的那几个家生奴告诉奴婢，昨儿侯爷命人去棺材铺买了一口棺材，还有寿衣和香烛纸钱。宁氏脸色苍白如纸，我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准备办丧事了。回程路上，他还揣着几分希冀，兴许侯爷并不知晓金簪有毒，兴许他是被人利用了。没有侯爷的行踪吗？他不在府中，会不会是良心发现，想赶过去救他呢？奴婢无用。我可以帮娘亲找到大坏蛋，只要娘亲把他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告诉我。林立文，6月初5，辰时生人。东南方向，生云街。生云街，那条街地处偏僻，鲜有人烟，我得去看看。不亲眼所见，他是不会死心的。圆圆连忙把桌上的点心装进小衣兜，屁颠儿屁颠儿地跟了上去。长相俊朗的永定侯林立文拥着位体态婀娜的美貌女子走出来，神色是刚吃饱的燕族。宁氏死死攥紧了手帕。林立文怀里的女人是尤静茹，他姑姑的女儿，他的亲表妹。尤静茹的父亲颇具能力，考上探花后一步步做到了礼部侍郎的位子。他身为侍郎千金，和侯府庶子林立文缔下了婚约，只是他嫌弃林立文无能，坚决与他退婚，另嫁他人，害得林立文沦为京中笑柄。岂料婚后，尤静茹父亲触犯盛怒，被免了职。家道中落，被夫家休弃后，找到林立文想再续前缘。那时林立文听到他的名字便满脸厌恶，说他水性杨花，不知廉耻。可现在竟恩爱的宛如一体，可为何他对尤静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宁氏只觉心被碾碎了一样疼。只见林立文满眼深情地在他额头印了个吻，恋恋不舍地将尤静茹抱进怀里，似乎对他做了什么承诺，才把撅着嘴不开心的他哄高兴。哎呀，少儿一点都不宜。他吃进肚肚里的好吃的都要吐出来了。宁氏笑得凄凉，眼底泛着绝望，眼泪大颗大颗地砸落在地。娘亲，你不要哭呀。知夏姐姐，我太矮了，够不到，你快帮娘亲擦擦眼泪。夫人，不必担心，他都给我下毒了，我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更多的是恨自己识人不清，所托非人罢了。娘亲不要伤心，圆圆给娘亲出气。哼！轰隆隆，话音才落，忽然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一道天雷划破天空，直朝林立文劈了下来。大坏蛋活该！娘亲，圆圆是不是超厉害？宁氏震惊到连伤心也忘了，呆愣愣地看着圆圆。他早就猜到圆圆不是普通的孩子，毕竟能一眼看出来金簪有问题，但没想到他能在谈笑间就把天雷招来。他收养圆圆，是不是捡到宝了？圆圆好厉害，但是不能让旁人知晓你天赋异禀，知道吗？要是让有心人发现了，还不知晓要闹出怎样的风波来。圆圆乖巧地点头。娘亲，我们快回你住的地方吧，吓死那个大坏蛋。顽皮，为何在布置灵堂？难道是侯爷？圆圆在心里给娘亲鼓掌，演技真好。夫人，你要节哀呀！侯爷先去，你们竟敢瞒而不报，还不快广而告之，让诸位来送侯爷最后一程。不得了啦！永定侯被雷劈死啦！被雷劈死啦！劈死啦！墨玉带着主母院里的人到处奔走相告，之下扶着宁氏，嚎得整个侯府都回荡着他的声音。身处医馆的林立文是京城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死了的人，急哄哄的才回府，就听见里头传来痛哭声。林侯爷如此年轻，怎的就去了呢？好端端的，怎就被雷劈了？苍天无眼呐！我昨儿还看见他好好的，今儿就……唉，愿侯爷一路走好，去往极乐世界，不再受苦。林立文脸色发沉，黑得能滴出水来。到底是谁在造谣他被雷劈死了？他强压着愤怒走进门，奔丧的宾客们见着他顷刻间安静下来。诈尸啦！诈尸了！林侯爷，若是您有何心愿未了，尽管跟下官们讲，下官们必定给您办得妥妥的。您还是赶紧先回棺材吧啊！林立文眼里快要喷火，又不能同这些同僚置气。今日侯府确有丧事，但离世的不是本侯。他心里犯嘀咕，管家是干什么吃的？既然带回了宁景云的尸身，又怎会把人搞错了呢？侯爷没死就好，侯爵夫人都伤心过度，晕过去了。是啊，宾客们这才明白这是场乌龙。侯爷，您真是娶了个好夫人呐！他方才要壮观自尽，随您而去，贴身婢子拼了命才将他拦住送回房的。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啊？宁景云竟然没死，林立文错愕不已。他的命可真够硬的，毒气入体还能撑那么久。待送走宾客后，管家向林立文禀报：夫人回府看见满院缟素，断言是侯爷您去了，闹得满城皆知，连圣上都派了太监来慰问。想到明日上朝还要跟圣上告罪，林立文脑袋都炸了。今日他在同僚面前丢了脸，宁景云却挣了个贤良的好名声。他怒气冲冲往宁氏院子赶时，正巧宁氏踏出门。宁景云，你还未来得及斥责，林立文脸着地，给宁氏行了个大礼。他这样好像个翻不了身的大乌龟呀！娘亲的坏蛋夫君又蠢又坏，还爱生气，真不知道那么漂亮的娘亲看上了他什么。侯爷，您没事就好，妾身真要怕死了。不愧是商贾之女，遇事只知道哭闹，连如儿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芸娘莫哭，都怪管家乱布置什么，等会儿我必定重罚他，给我的芸娘出气。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宁氏眼光泛冷。芸娘，我送你的金簪你没带吗？侯爷所赠，妾身本应珍之重之，可出行时发簪不慎丢了，妾身向侯爷赔罪。身外之物罢了，
我怎会怪你？必须得想想其他办法了，再拖下去，尤静茹那儿不好交代。娘亲，娘亲！胖乎乎的奶团子冲进屋里，给林丽文撞了个趔趄。哼，大乌龟，休想碰我娘亲！哪儿来的孩子？这孩子叫林媛媛，无父无母，妾身看他可怜，又和侯爷同宗同姓，打算养在名下。林丽文看媛媛长得白白胖胖，跟年画娃娃似的，忍不住想捏捏她的腮帮子。媛媛清澈明亮的眼睛瞪圆了盯着她的手。咦，拿开拿开，敢碰我就要你好看。我们不是有个女儿了吗？你这样瑶瑶会多想的。5年前林丽文带回来一个女婴，说是故友临终托孤，交给侯府来养。林丽文给那女婴取名林书瑶，待她极好，比亲生儿子还好上许多。宁氏也是真心把她当女儿疼。瑶瑶那儿我去说，她会听话的。倒是不知道媛媛寄人篱下，心里会不会有疙瘩。只见媛媛浑不在意地跳上椅子，拿起桌上的枣泥糕塞进嘴里。林丽文越看越不喜欢，这就跟乞丐没吃过好东西似的，一点都比不上她的瑶瑶端庄大气。寻了个借口，匆匆离开了。你这是吃撑了吗？不是的。二公子，你怎么来了也不进去？夫人就在里间呢。宁氏闻言激动地起身，忙走到门外，眼含泪光。淑妍，你许久没来看娘了。我是路过，不打扰您和新女儿团聚了。宁氏神色微滞，抱歉淑妍，娘没问过你的意见。林淑妍转身就走，似乎不愿跟宁氏多言一句。等等，这是娘亲自去寺庙求的，你带上好吗？然而林淑妍脚步不停，径直离开了。二公子还小，等长大了会明白夫人的苦心的。二公子不与夫人亲近，大公子忧，夫人便只能将全部的母爱都寄托在瑶瑶小姐身上了。不，是我的错。淑妍小时候特别黏她，她聪明得很，2岁就能背3字经，3岁便入了国子监。只是她不明白，为何淑妍白日里高高兴兴去学堂，傍晚回来时却耷拉着小脸儿，浑身脏兮兮的，问她也不说。后来是林丽文告诉她，国子监里的学生都嫌弃淑妍的母亲出身商贾，淑妍因此被孤立，还遭人欺负。她无比自责，不知该如何面对淑妍。林丽文只好先让淑妍搬出她的院子。瑶瑶到她身边之后，她分身乏术，看望淑妍的次数便更少了。淑妍自此变得孤僻，连学堂也不肯去了。倘若她当时不那么自卑，也不至于与淑妍离心。林淑妍回到屋中时，她的奶娘吴嬷嬷正在铺床。二公子，奴婢没说错吧？夫人只稀罕别人生的孩子，压根儿就没把您放在心里。您呐，还是多跟侯爷亲近，毕竟您跟侯爷血浓于水呀，侯爷是不会害您的。林淑妍置若罔闻，坐到窗边读书。您日日看书，不觉得烦闷吗？奴婢家那小子昨日在赌场赢了不少钱呢，让他带您去开开眼。出去。吴嬷嬷脸一垮，也不告退就离开了，就让他多应几日，倒是估计恨不得跪下来求他救命呢。林淑妍心中好似有烈火在燃烧，呼吸急促，根本无法安心看书。她想吃口点心来压抑这种感觉，一抬眼却发现自己桌子上的栗子酥竟少了几块。啊，你的脸怎么那么黑？胡说什么？娘说我出生的时候跟粉团团一样白。团团哥哥。团团哥哥什么鬼？那个团团哥哥，圆圆不是说你长得黑，是印堂黑，要倒大霉啦。而且他眼中有赤红贯日之相，是大凶之相。子不语怪力乱神，什么倒大霉？林淑妍不相信这些，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倒霉哦。圆圆给他举例，会被砍掉4肢做成人质，被人放干血做成干尸，被挖空了。林淑妍拿起一块糕点塞进他嘴里。安静，
圆圆一边嚼着糕点，一边继续道：而且团团哥哥不只是今天才开始倒霉的，看你这面相，至少持续5年了。林淑妍在心中重复着：5年吗？那这是娘亲给团团哥哥求的，能保平安。他还从自己脑袋上揪了几根毛毛放进去，可以帮团团哥哥抵挡一次危险。团团哥哥的命格带凶煞，未来不会得善终，不过有他在，就是想死也难呢。林淑妍低头看着护身符，抬手御姐，手到了却转了个弯儿，用指腹轻轻擦干净了圆圆嘴边的点心碎。圆圆在林淑妍房里赖着不走，她还在床头的多宝格里发现了拨浪鼓、9连环等小玩意儿。团团哥哥，这个圆圆可以玩吗？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他之前在天上只能玩云朵，捏成各种形状。你玩吧。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这个坏东西欺负小孩，圆圆怎么都弄不开。圆圆拧了半天，恨不得上嘴去咬。这个是有诀窍的，只稍微摆弄几下就拆开了。哥哥真棒！对于他的夸奖，林淑妍很是受用，耐心地教他怎么把9连环拆开。小时候娘也是这么教他的。这便是夫人收养的乡下野丫头吴嬷嬷，圆圆也是侯府的小姐，不得无礼。吴嬷嬷还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模样。她是2公子的奶娘，整个侯府都要敬她一声嬷嬷。论养育2公子，她比宁氏那个主母更尽责。论家世，她父亲是秀才，是宰相根苗，比宁氏家那个做生意的可要尊贵得多。凭什么要给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行礼？2公子啊，乡下丫头不懂礼，冲撞了您怎么办？还是赶紧把她赶走吧。您要玩伴，可以找奴婢的儿子。他把林淑妍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那般说教。吴嬷嬷言行无状，罚半年月钱。2公子从前从未罚过他。吴嬷嬷气得脸都白了，还是不能让2公子跟宁氏那个低贱的商女接触，都学坏了。吴嬷嬷这个发怒的样子好像夜叉哦。待吴嬷嬷气鼓鼓地离开后，团团哥哥，你不要跟那个夜叉婆的儿子玩。为何？因为他儿子喜欢男孩子。林淑妍震惊，你是如何得知的？我今天去厨房找吃的时候，听那些奶奶说的。吴嬷嬷的儿子仗着他母亲的身份，欺女霸男，只要瞧见侯府里有长相不错的下人，都要抓走欺负。而且吴嬷嬷发现的时候，他儿子正干坏事呢。真是有辱斯文。林淑妍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汹涌无比。吴嬷嬷她怕儿子断了香火，就把自己的亲侄女送给丈夫当妾室，没多久又后悔了，跑去找侯府的管家哭哭抱抱，结果被管家媳妇儿发现了，把她打出来了。林淑妍虽然早慧，但到底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听到这儿，震惊的手脚都不晓得怎么安放了。最重要的是，吴嬷嬷想着儿子反正都这个样子，不如好好利用，叫他跟你一起玩，让你跟他变成一样的人。所以团团哥哥千万不要跟他儿子走得太近了。想到之前吴嬷嬷无数次想让他儿子来当自己的贴身小厮，林淑妍禁不住打了个寒颤。这样的人断不可留在他的院中了。团团哥哥，圆圆和娘亲说了要跟你睡。圆圆爬上床，动作幅度太大，花生、核桃仁和瓜子哗啦啦掉了一地，睡觉都舍不得丢下零食。圆圆撅着屁股趴在地上，一边捡一边嘟囔着：半夜醒来肚肚饿。可是我不喜欢别人在床上吃东西。那我不吃了。团团哥哥是不是不喜欢圆圆呢？说实话，林淑妍在刚见到圆圆的时候是讨厌的。她小时候也幻想过父母给她生个香香软软的妹妹，可林书瑶的到来打破了她的幻想。
他本以为圆圆和林书瑶一样吵闹又可恶，但跟圆圆接触过1天之后，发现圆圆比林书瑶可爱了不知道多少倍。有个妹妹，果真还是不错的，不讨厌。送你了，这是送给妹妹的见面礼。圆圆接过仔细瞧了瞧，是个成人巴掌大的盒子，上面雕刻着各种精美的纹路，应该是真金，倒是可以用来装瓜子壳。随手就把礼物搁在床沿儿，也没去看里面装着的整整6颗东海夜明珠。林淑妍闭着眼睛睡着了，圆圆趁她呼吸平稳后，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小天道，这是你传信来要的生死簿。谢谢阎王爷爷。圆圆迫不及待在生死簿上找到记录着宁氏及其家人生平的那页，看完后，她不开心地皱起了眉。他们的结局只能用1个字概括：惨，简直是惨绝人寰。他才不要好人没好报呢。重新回到床上后，圆圆轻轻抚了抚林淑妍的眉心。团团哥哥，你要争点气，改变自己的命运呢。熟睡的林淑妍做了一个梦，梦里宁氏没有收养圆圆，在她10岁这年去世了。失去母亲之后，她被吴嬷嬷母子诱惑，引导着去赌场赌钱，去小瓜馆找刺激，浑浑噩噩活到18岁，最后死在了一群壮汉的床上。父亲以他为耻，不愿为他举行葬礼，把他的尸体丢在后山供野兽撕咬吞食，还将他的名字从族谱上划去，又给了吴嬷嬷母子一大笔钱和卖身契，让他们回老家逍遥快活去了。凭什么？林淑妍自梦中惊醒，浑身大汗淋漓，身下的褥子都汗湿了，一股无名邪火蹭蹭往上冒，她心里狂暴难安。小娃娃想发起床气。团团哥哥，你怎么啦？原本冷淡矜持的林淑妍像是换了一个人。滚出去，滚！圆圆才不听他的，在他额头轻轻一弹，清凉舒爽的气息瞬间遍布他的全身，彻底压制住了他的浮躁与粗暴。团团哥哥，你不疯啦？你刚刚吓死人了，幸好有我在。他说到这里还有些得意。抱歉，方才发生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好吗？团团哥哥，圆圆嘴巴可牢可牢了。林淑妍刚露出笑的模样，就听有人敲响了房门。淑妍、圆圆，你们醒了吗？娘给你们做了面。一听到有好吃的，圆圆的口水挡都挡不住，屁颠儿屁颠儿跑过去开门。娘亲早。宁氏笑着摸了摸圆圆圆乎乎的发顶，看到屋内一片狼藉之后，嘴边的笑容僵住了。娘亲，圆圆刚刚跟二哥哥玩枕头大战呢，圆圆赢了哦。宁氏这才放了心，圆圆好厉害。她担心淑妍和圆圆相处不来，一夜没睡好。娘做了你最喜欢的竹笋面，要不要尝一尝？林淑妍沉默地拿起筷子。就在这时，知夏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夫人，老爷方才忽然晕倒了。他口中的老爷是宁氏的父亲，又为难地回头。他好不容易和淑妍共用早膳。娘，快些回去看望祖父吧。在梦里，母亲去世后不久，外祖父便因为贿赂官员下了大狱，判处绞刑。宁家男眷全部流放，女眷沦落秦楼楚馆。前往宁府的马车上，宁氏不由感慨，他已经许久未曾见过父亲了。想当年，尤静茹的父亲被免职后自尽，其母也郁郁而终，无处可依的尤静茹投靠了宁家。那巧嘴把宁家二老哄得团团转，甚至提出让宁氏把院子让给他。宁氏拒绝后，父母竟责备道：“如儿父母双亡，如此可怜，你这当姐姐的就不能让让他？”从尤静茹进了家门，宁氏的一切就都被他逐步夺走。宁氏20岁才嫁为人妇，嫁的还是尤静茹的前未婚夫。
大婚那日，尤静茹忽然称病，全家都围着她侍疾。宁氏满心期待亲人能送自己上花轿，可在正厅等到吉时将近，才等来一脸疲倦的母亲。我不会送你出嫁，也不想祝福你，是你抢走了如儿的幸福，害她生病，你还能心安理得的嫁人？哼，我只当是养了个白眼狼。从今往后，你只做你的林家妇，不再是我宁家女。母亲一语成寂，她的婚姻果真不幸福。年轻时争不过尤静茹，自以为美满的婚姻，如今才知那不过是裹着糖衣的砒霜。这时手上传来软软的触感。娘亲，你怎么又哭啦？是眼睛痛痛吗？圆圆给娘亲呼呼，呼呼就不痛啦。说着，奶香的小胖脸便凑了过来。宁氏心中安慰不少，娘没事，只是想我自己的娘亲了。外祖和外祖母对娘亲又不好，那娘亲干嘛还要见他们呀？养育之恩，哪那么容易撇得清呢？麻烦通传一声，我来探望父亲。永定侯夫人还是回去吧，老爷说了，林家妇与狗不得入内。你才是狗！哼，臭家丁乱讲话，小心变成大哑巴。家丁不以为然，正要开口回怼，突然一阵猛烈的呛咳，只觉喉咙干涩难忍，狐疑地看着小女娃，抓抓脑袋。这小乌鸦嘴邪了门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得嘞，小的这就通传。他不情不愿地进了门。娘亲，你要支棱起来哟，不能随便让人欺负。宁氏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被保护的感觉了。好，娘亲知道了。过了约莫半炷香的时辰，一道娇娇软软的嗓音才从里边传来。原来是姐姐呢，妹妹失礼了，不曾迎接远客。宁氏一见她，气血上涌，死死咬着牙，我可不敢做你的姐姐，你也不必冲我摆什么主人姿态。尤静茹不恼，笑容更盛。姐姐久居侯府，怕是不知舅舅已认我为义女，将我写入宁家族谱。宁氏心中一震，父亲竟待她至此，是当真不愿意认她这个亲生女儿了吗？尤静茹上下打量着宁氏，姐姐多年未归，舅舅病了，竟空手而来。姐姐出嫁时带走大半家产，害得舅舅连百年人参都吃不起。不是妹妹多嘴，父女哪有隔夜仇呢？姐姐不至于怨怼舅舅这么多年，都不愿接济一下家里。咦，娘亲，哪里来的酸味？好臭好臭！尤姨母，你穷疯啦！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惦记我娘亲的钱。尤静茹面子挂不住，这是哪家的孩子？有没有教养？我是娘亲的孩子，在你这个酸姨母面前不用讲教养。你如此直言不讳的圆圆，气得尤静茹脸一阵青一阵白。宁氏死死压着嘴角，怕自己当场笑出声来。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如今不妨告诉你，宁家的绸缎庄、当铺、钱庄、马匹、茶叶、香料，都是我出阁前亲自打点的。那些掌柜的契约皆在我手上，这是我宁景云的私产，跟你跟宁家没有半点关系。尤静茹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早就听闻宁景云善于经商，却未想到竟拥有如此众多的私产。然而那又如何？她的心头暗自冷笑，她的好丈夫如今还不是对她尤静茹死心塌地。既然姐姐是做绸缎生意的，不如看看这块布料如何。方才未曾留意，此时宁师将目光转移到尤静茹的衣裙上，这才发现那竟是被称为软黄金的香云缎。上个月她在丝绸店订过一匹，却被林立文拿走，说是同僚生辰，要当作贺礼。宁氏深深呼吸着，喉头发紧。姐姐若是喜欢，妹妹那儿还剩半匹，不如姐姐拿回去裁衣吧。啊，
软软滑滑，好舒服呀，跟娘亲昨天给我擦屁屁的布子一模一样。尤静茹气得倒仰，小丫头，你吹牛也要有个限度，香云缎可是宫中才能用到的物件，你娘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那宫中才有的，你怎么有？我娘亲是高门贵妇，自然不缺。那你的呢？不会是偷来的吧？尤静茹惊得瞪大了眼睛，盗窃宫中财物可不是小罪。我没有，我可能是假的吧？是吗？那我看看是不是假的啊？尤静茹不耐烦地想拍开他的手，却突然看见裙摆上多了很多细细密密的虫子，顺着纹路往上爬。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虫子？冲着丫鬟大喊大叫：“你愣着干嘛？快把我打虫子呀！”表小姐，哪里来的虫子？什么都没有呀！宁氏也懵了，可见到圆圆那调皮的小表情，当即了然。虫子！甩不掉虫子的他情绪彻底失控，直接脱掉外衣狠狠扔了出去。宁氏错愕地捂住了嘴，这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如此当众脱衣，春光乍泄，实在有失体统。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纷纷对着尤静茹指指点点。表小姐，我们先回去吧，表小姐。然而专心拍虫子的尤静茹根本不听，宁氏上前抬手一巴掌甩在尤静茹脸上，这一巴掌力气极大。清醒了吗？宁氏心中畅快，还不快将你们表小姐扶进去，省得在外边丢人现眼。丫鬟连拉带拽的将尤静茹往回带。宁氏看着圆圆，觉得她可爱极了，忍不住亲了亲胖乎乎的小脸儿。谢谢你帮娘亲，娘亲觉得特别爽。圆圆是娘亲的女儿，帮娘亲是应该的。又在外边苦等了许久，宁府的管家才慢悠悠地出来回话：父亲还是不愿意见我。大小姐还是回去歇息吧，老爷知道恁跟表小姐起了争执，先下表小姐将自己关在房里哭了伤心，老爷心疼坏了，生了好大的气。恁再不走，老爷便要派人来赶了。哼，不见就不见，外祖父把榆木当珍珠，将来有的后悔呢。宁氏没再坚持，带着圆圆一起坐上马车离开了。夫人，您可算回来了。二公子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跟疯了一样，把自己锁在屋里砸东西。吕大夫迟迟未到，奴婢差人请其他大夫，可吴嬷嬷拦着不让进。原本就心神不宁的宁氏，在听闻林淑妍出事之后，眼前骤然一黑，径直朝着林淑妍的院子奔去。该死的宁锦云，还有那个小畜生，竟然让我丢了这么大的脸。说起来，他这次回来的阵仗可真不小啊，这些本该是属于我的，若不是宁景云趁虚而入，他怎么会和琳琅生离？侯府主母的位子也本该是他的，是宁景云抢了属于他的一切。幸好上天垂怜，让他重活一世，知道林丽文爱他如命，不然才不会甘心这么没名没分地跟着他。前世他因着林丽文拒绝求和，绝望自尽，死后林丽文伤心欲绝，为了给他报仇，设计害死了宁氏和那2个野种。即使林丽文续弦另娶儿孙满堂，也会每年都如期去祭奠他，梦里也曾叫过他的名字。这一世千方百计地追着他，对他好，才终于把这个爱他至深的男人拿下。原本林丽文答应他，宁景云命不久矣，很快会迎娶自己进门，也不知道宁景云的命怎么就那么大，竟活了下来。他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孩子，放心吧，在你显怀之前，你爹定会将我们母子接进侯府。那些银票可送到晋王府去了，已经以老爷的名义送过去了。尤静茹这才稍稍满意，她可不是宁景云那个只会行商的绣花枕头，她一定要替宁家攀上晋王这根高枝。今儿个有我在这儿，谁都别想碰我奶儿子！你们一个一个都没安好心思，都要害我的淑妍！
随之而来的是林淑妍那令人胆寒的吼叫声。方才有人谎称他儿子在外头惹下祸事，将他支开，偏巧二公子又在此时发作。不管怎样，今日他就是拼了这条命，也绝不能让事情败露。吴嬷嬷，你不让大夫进去，耽误了二少爷，就不怕侯爷跟夫人降罪吗？我可是二少爷的亲奶娘，我只信得过吕大夫。等吕大夫来了，我自会向侯爷请罪。宁氏怒火中烧，加快步伐，抬手狠狠甩了吴嬷嬷一巴掌。贱婢！吴嬷嬷被这一巴掌打懵了，大夫见此情形，也赶忙跟了进去。你们一个个都是木头吗？还不快把他捆起来！吴嬷嬷见势不妙，撒腿就跑。长廊下忽然伸出一只胖嘟嘟的小脚丫，将吴嬷嬷扮了个狗吃屎。压死你，压死你，让你再害团团哥哥！吴嬷嬷到这时还不安分，侍从们把吴嬷嬷捆结实了。我是二公子的奶娘，你们这般对我，侯爷定不会饶过你们。哼，老钱婆，让你再吵！大夫，快给我儿子看看，快！宁氏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夫给林淑妍诊脉的手。还是这样一个秋天，还是在黄昏时分。那天他守着因冲进火场救人而被烧断的房梁砸断腿的大儿子林书义，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去宫里找太医的林立文归来。左等右等，足足等了2个时辰，都不见人影。林书义疼得昏厥过去，太医好不容易赶到，却告诉他，林书义的腿由于耽误治疗太久，保不住了。他头一回怨恨起林立文，埋怨他为何回来的这般迟。我一哥最爱的就是骑马，这往后可怎么办呢？林立文一脸歉意道：宫里手续多，太医院人手又不够，这才耽误了时间。唉，是淑义自己没福气，芸娘别再伤心了。如今严哥出事儿，大夫虽及时赶到，可吴嬷嬷却胆敢阻拦不让进。二公子体内并无毒素。圆圆听得认真，往嘴里塞了块栗子酥。那二哥没中毒的话，那到底是咋回事呀？大夫盯着他手上的糕点瞅了许久，猛地一把抢了过去。嘟嘟有那么饿吗？连小孩子的零食都抢。大夫没搭理他，捻了捻糕点上的粉末，又凑近闻了闻，突然抬眼伸手去抠圆圆的嗓子眼儿，让他把刚吃下的糕点吐出来。圆圆把昨天吃的都快吐出来了。夫人，从二公子的情况，结合这糕点上的药粉来看，二公子应该是服用了寒食散。宁氏只觉得浑身冰凉，寒食散服用后会让人浑身燥热，精神狂躁，长期服用会上瘾，会变得精神恍惚，成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一个10岁的孩子。那有办法戒掉吗？大夫让婢女煎了一碗药汤给林淑妍服下，示意宁氏跟他到外边去谈，留下圆圆和知夏在里边照看。难呐，上瘾的时候须得把二公子绑起来，让他强行撑过去，如此反复，兴许还有的戒。想起淑妍方才的样子，宁氏不敢再想下去，但他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淑妍的一生就这么毁了。我再给二公子诊诊脉，开一些清心的药，喝了兴许能舒服点儿。待大夫重新回到屋子重新诊脉时，却仿佛施了定身术一般，整个人都僵住了。是出了什么状况吗？大夫难以置信地摇头，又诊一次。这二公子身体健康，中气十足，竟看不出半分服了寒食散的影子。宁氏惊讶地睁大眼睛，侧目望去，坐在淑妍床边的圆圆拍拍胸脯，眨眨眼睛。已经清醒过来的林淑妍心情异常复杂。方才圆圆猛地把带有微微血腥气的手指塞进他嘴里，那一股难以名状的清新气息如拨云见日，将他拉出漫长的黑夜。宁氏瞬间明白，
圆圆不仅救了自己，还救了他的儿子。圆圆，娘亲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圆圆仿佛猜到了他的心思，他抓抓脑袋，拍拍自己的肚肚，又指了指窗外。娘亲，你看天上那朵云，它像不像一个鸡腿啊？像。娘亲这就吩咐厨房做最好吃的鸡腿给圆圆。大夫满心狐疑地离开后，夫人该如何处置吴嬷嬷？拖下去，赏他40大板。此语一出，别说是吴嬷嬷瞬间懵了，就连被强行喊来围观的仆从们也都不忍倒抽一口凉气。40大板，这哪里还有活路？以往宁氏对待府中下人的态度，说得好听些是和善，说得难听点儿，那就是软弱可欺。士农工商，就连侯府的仆从对宁氏都存着几分轻视。像这样的惩罚，乃是宁氏嫁入侯府后的头一遭。他惩处的可不单单是吴嬷嬷一人，方才那些犹犹豫豫不敢上去扯开吴嬷嬷的小厮们，也被绑到了前厅。哼，老身是二公子的奶娘，所做的桩桩件件，可都是为了二公子着想。倘若老身放外头的大夫进去，万一将二公子给治坏了，那可如何是好？今儿夫人不分青红皂白，对老身滥用私刑，不就是因为二公子对老身比你这个做母亲的亲近吗？宁氏压根儿懒得与他多费口舌，只是吩咐道：出言不逊，掌嘴。板子上的木刺扎进吴嬷嬷的嘴里，瞬间一片血肉模糊。吴嬷嬷满嘴鲜血，那如淬了毒一般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宁氏。宁景云，你等着，侯爷回来定会为老身主持公道。就在此时，只见之下端着木盘圆圆走来，身后还跟着蹦蹦跳跳的圆圆。夫人，这是在吴嬷嬷房里找到的东西。完了，他这回是死定了。东西藏得那般严实，他们究竟是怎么找到的？宁氏气得发抖，这心肠狠毒的恶妇竟然在舒颜身边待了整整10年。舒颜院里所有的仆从都是吴嬷嬷一手调教的，她简直不敢去想，若不是圆圆，她的舒颜会被人害成何种模样？心中后怕至极，冷汗湿透了她的里衣。吴嬷嬷残害主子，将这剩下的寒食散给他灌下去，杖责结束后关进柴房，不许给他找大夫治伤，每天用盐水浇他。吴嬷嬷听完两眼一翻，当场就晕了过去。你们吃我的穿我的，若是再敢对我和公子小姐们有所怠慢，那就想想今天的吴嬷嬷。有胆小的婢女和小厮看到这一幕，吓得浑身直哆嗦。那股腥气和哀嚎飘进了林淑妍的房间，她将剥好的核桃仁递到圆圆嘴边，脸上并没有多少对吴嬷嬷的遗憾。她自然知晓吴嬷嬷如此作为的缘由。当她被寒食散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那吴嬷嬷岂不是就能轻而易举地掌控她了？在梦中，吴嬷嬷母子可是活得逍遥自在，无比快活。与她从小一同长大的贴身小厮杜仲轻手轻脚地摸了进来。公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吕大夫送到衙门了。哦，团团哥哥，是你派人把吕大夫拦住的呀？咱家公子可聪明着呢，还让人将吴嬷嬷支开了好一阵子。林淑妍神色平淡，不如此行事，又怎能将事情闹大？不错不错，不愧是我罩着的。林淑妍眼神复杂地看了圆圆一眼，让杜仲退下，关好门后才轻声问道：圆圆，你是妖怪吗？圆圆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是妖怪？对于她的自恋，林淑妍未做任何表态。你的血竟能够化解我体内的药效，不是妖怪，那莫非是神仙？差不多吧。她心里有点小忐忑。团团哥哥，那你会害怕我吗？你是我妹妹，哥哥又怎么会害怕妹妹呢？夜色已深，永定侯府依然亮着灯。寡嫂姜氏微微蹙起眉，神色凝重道：我一日未在府中，吴嬷嬷竟惹出此等祸事，
我亦难辞其咎。自嫡兄和先侯爷一同战死沙场后，姜氏便立誓永不再嫁，将上门说亲的媒婆一概拒之门外，成为京中人人称赞的贞洁烈妇。原本侯府的管家权应交付于宁氏，可林立文却说：嫂嫂孤身一人实在可怜，不如还是让嫂嫂管家，你也落得个轻松自在。宁氏从不与他相争，妯娌间关系向来和睦，从未红过一次脸。他把姜氏视作亲姐姐一般敬重，上等的料子与首饰时常送往他的院落。可这一次，宁氏却面色不善：嫂嫂御下不严，是该好好整顿家风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嫂嫂蓄意陷害侄儿呢。当初给舒颜许奶娘时，他相看许多皆不满意，是吴嬷嬷毛遂自荐，说自己在姜氏娘家做过工，尤其对照顾孩子很有经验。询问姜氏时，他也表示默认，还说吴嬷嬷为人确实老实本分。他出于对出身名门、持家有道的长嫂的信任，在确认吴嬷嬷户籍无误后，便放心让她入府。舒颜经历诸多苦楚，他很难不迁怒于姜氏。我着实不善管家，向来通透沉稳的眼中浮出几丝愧疚。这管家权理应归还于你。嫂嫂若是想还，那我也不拒绝。嫂嫂若是想还，那我也不拒绝。你怎么跟长嫂说话的？林立文大踏步进来，神色愠怒。吴嬷嬷犯的错，你怎能迁怒于长嫂？长嫂这些年操持侯府，劳苦功高，又为了兄长的声名，甘愿常年独守孤寂，你这样实在叫人寒心。还有没有一点礼数？有没有一点良心？还不快跟长嫂赔礼道歉！我严哥九死一生，危在旦夕。侯爷这个做父亲的，回来不闻不问，反倒过来质问我，这又叫什么礼数？这又算什么良心？林立文神情一僵，向来温柔和顺的宁氏，今日怎么成了这副尖酸刻薄的模样？你身为舒颜的生母，她出了事，最该自省的是你。眼看夫妻俩的怒火即将烧着侯府，姜氏赶紧劝道：莫要再吵了，莫让外人瞧了侯府的笑话。景云，你先坐下。你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置？把舒颜院子里的仆从全部换了，这次的人选我要亲自把关。姜氏当即颔首，此乃应当。再将侯府的私产云鹿书院赐予舒颜，不能让他白白受了委屈。云鹿书院乃永定侯府邀几位学士共同创立，不论官员子弟还是普通百姓皆可入学。侯府入了5成商贾，年底有红利。姜氏稍作思量，便点头应下。侯府私产众多，云鹿书院是其中最不起眼的，官员子嗣瞧不上，普通学生又读不起，他甚至曾想直接关闭。姜氏离开后，林立文心中仍有几分怨气。我今夜去书房睡。这人倒是有自知之明，省得他寻借口撵人。妾身知道了。林立文蹙眉，以往他说要去书房睡，宁氏都会揉着声音挽留，生怕自己做错了事儿，惹得他不开心。此刻怎的答应得这般干脆？很好，日后莫要后悔才是。团团哥哥，渣爹跟娘亲吵架啦！林舒颜倒是没什么反应，虽说人人都说他父母感情甚笃，成婚10几年如胶似漆，但他与父亲感情淡薄，父亲10天半个月都未必回来看他一次。那如果我说他不仅有了外室，还想害死娘亲呢？什么？怎么了？你们俩怎么在这儿？父亲背叛了您，还想害死您？宁氏惊诧之余看向圆圆，圆圆嘟着小嘴，一脸抱歉地对他吐了吐舌头。娘亲对不起，可是圆圆不想瞒着团团哥哥吗？宁氏本不想将此事告知林舒颜，怕他多想，可事到如今，他还是将之前发生的事粗略地说了说。林舒颜紧紧攥着拳头，用力到指节泛白。怪不得在那个梦中，母亲早早离世，竟是父亲所为。经此一事，他对母亲的嫌隙消了许多，深知这世上绝对不会害他的唯有母亲。他知晓母亲疏远自己是因其家世，可他从未嫌弃，
也不觉得有个商人外祖父丢人现眼。他不过是气母亲过于懦弱，也气他对林书瑶的偏袒。但他是母亲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是母亲最大的依靠。母亲，有儿子在。简单的6个字让宁氏瞬间红了眼眶。对不起，对不起，淑妍，对不起，娘对你不好，娘让你受了太多委屈，你还愿意原谅娘？娘真的……林淑妍有点无从招架，只静静听着宁氏的悔恨。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还有圆圆也在的哦。夫人，昨晚侯爷去了趟柴房，吴嬷嬷憋咽气了。她遍体生凉，脑海中的恐惧与心寒无法用语言形容。她这是做贼心虚，迫不及待就去灭口了。所以说，可淑妍是他亲生的儿子啊，虎毒尚且不食子。林丽文所作所为，竟连畜生也不如。可怜他的淑妍，都未感受过父爱，父亲还要联合奶娘戕害于他。夫人，那吴嬷嬷没了，岂不是无人可指证侯爷了？我们没有物证，就算把吴嬷嬷送去官府，他林丽文只要一口咬定是他诬陷，那便能轻易脱身。林丽文在书房里待了好些日子，也没见宁氏前来赔罪，最终实在忍耐不住，亲自回到了院子。此时宁氏正在吃饭，他瞥见林丽文的衣角，强忍恶心道：“侯爷，妾身不知您今日会回来，所以没准备您的饭食。”芸娘，你这是铁了心不想和我和好了？我这才刚回来，你就打算把我往外撵？看着宁氏脸色铁青，林丽文更加疑惑不解。芸娘，你以前是那么的善解人意，体贴入微，如今怎变得这般爱计较？我在长嫂面前斥责你，那是因为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私下里你随便怎么闹脾气，我都可以耐心哄着你，可你不该在长嫂那个外人跟前不给我面子呀。要面子那就自己去挣，凭什么要我给你面子？侯爷在长嫂面前可曾给过妾身半分面子？林丽文刚要张嘴，宁氏就打断他说道：“妾身这几日思虑过多，恐怕不能伺候侯爷安寝。侯爷还是先回自己院子里休息吧。”林丽文都要气笑了。行，我走，你以后可别后悔。这天，宁氏命人在院子里支了个烧烤架子，叫圆圆和淑妍一起烤鸡腿吃。正吃着，知夏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夫人，不好了！大理寺派官兵来，把老爷抓走了，说是老爷贿赂靖王。大小姐，您可一定要救救老爷啊！钟叔，您先起来。大小姐，老爷养育了您20年呐，您难道真的这么不孝，要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吗？咦，你能不能要点脸呐？是你家老爷说不要我娘亲这个女儿了，现在出事了，又叫我娘亲救，真是不害臊！哼！你跟我说实话，父亲到底有没有？不管怎样，老爷终归是您的父亲啊！这天下没有不对的父母啊！宁氏深深叹了一口气，吩咐之下：“你去，派人到大理寺疏通一下，看能不能让老爷少受些刑罚。再给靖王府地上拜帖，看能不能求求情。”他满心忧愁，靖王向来清正廉洁，父亲贿赂的罪名要是坐实，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娘亲的爹爹对娘亲不好，娘亲干嘛还要帮他？外祖父获罪，母亲必定会受到牵连。母亲本就因商贾出身，受到不少冷遇，若是再多个罪名之女的身份，往后的日子必定更加艰难。等这件事了结，咱们再想办法同祖父断绝关系，以后宁家再怎样都与母亲毫无关系了。圆圆豁然开朗。哦，团团哥哥说的好有道理，我现在就去大牢里把娘亲的坏爹爹救出来。林淑妍无语，冲进大理寺劫狱，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这附近有家栗子酥，味道特别好，你想吃吗？哥哥这里有银子。想。
岂料那糕饼店却大门紧闭。掌柜的是不是已经把栗子酥做好，就等着开门营业啦？小姑娘是来买栗子酥的吧？改天再来吧，这几天呢，老板家里有要紧事儿。婶婶好，是什么要紧事呀？花婶婶见她嘴巴甜，轻声跟她说，这家老板年轻时一门心思做点心，冷落了刚娶进门的老婆，许是年纪大了想回家了，提前收摊儿，想跟他老婆联络感情。结果推开门一看，大白天的，他老婆和他亲爹躺在一张床上呢，老婆的肚子都有3个月大了。花婶婶故作害羞地掩住嘴唇，媳妇儿怀了自己的亲弟弟，你说这荒不荒唐？圆圆虽为天道化身，世间万象皆在眼底，见过的荒唐事并不算少，饶使他此时也瞪圆了八卦的眼睛，张大了无语的嘴巴。花婶婶，你怎么知道的呀？花婶婶直了直腰，颇为骄傲地说，切，我在京城那可是出了名的白小生，整个京城就没我不知道的事儿。圆圆不信，随意指了指不远处的挂摊儿。那你知道他吗？怎么会不知道？这算卦的之前迷上了一个卖茶小妹，那小妹身世可怜呐，好赌的爹爹，生病的娘，赶考的弟弟，破碎的他，算卦的一股脑把银子全给人家了。结果怎么着？那小妹是个男人，男扮女装，专门骗他这种老光棍的，是个惯犯。圆圆又指了指一边捡剩饭吃的小黑狗。那这个你总不知道了吧？花婶婶得意地挑眉，这小黑狗喜欢青雨巷那只小白狗，那小白狗不待见它，人家喜欢的是衙门里断案的那条大黄狗。这小黑狗还成天巴巴的把主人给它的肉骨头给小白狗，那小白狗又把肉骨头给了大黄狗，这小黑狗还不知道呢。圆圆佩服得五体投地，连他都得根据生辰八字或者面相才能知晓的消息，花婶婶居然张嘴就来。花婶婶见圆圆长得白白嫩嫩水灵灵的，灵机一动道，这样你认我做师傅，我告诉你一个咱大招最惊天动地的八卦。圆圆倒是不在意当谁的徒弟，只是怕花婶婶受了他这一声师傅会折寿。我可以当您的徒弟，但是不能叫师傅，就叫婶婶行不？花婶婶倒也不在意，她怜爱地摸摸圆圆的脑袋。哎呀，我京城白小生的衣钵终于有人继承了，乖徒儿。他把圆圆拉到一个没人的小巷子里，把声音压得极低。当今圣上的亲伯父，咱大昭的靖王殿下，他不娶。圆圆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不娶？不娶是什么意思啊？花婶婶尴尬地咳嗽一声，差点忘了圆圆还是个小娃娃。就是说，男人要是得了这种病呐，那可是极大的耻辱，会抬不起头的。这夫妻之间呢，也会非常的不和谐。靖王和靖王妃治病，不但把国内的名医找了个遍，就连其他国家的大夫都给请来了，药喝了无数，却毫无效果。于是便去求神拜佛，那符水都不知道灌下了多少。他曾有次偶然瞧见靖王妃一副懊恼空虚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悯。同样身为女子，她都为王妃感到委屈。圆圆只明白这种病是种耻辱。这个病听上去好厉害，要是娘亲那个坏坏的夫君也得这个病就好了，让他也耻辱一下。想到这儿，圆圆忍不住咯咯地笑出了声。婶婶，我也跟您讲个超级大的八卦哟。您这几天去青雨巷转转，一定会把您的下巴都惊掉的。青雨乡太过偏远，平常鲜有人至，花婶婶也从未在那儿做过生意。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能有啥令人惊掉下巴的消息？琢磨许久，最终还是决定信圆圆的话，去转上几圈。回府后焦急地等待2日，靖王府才派人来回复。靖王不愿见他。
娘亲别急，咱们去寺庙看看，说不定佛祖能把您的坏爹爹给救回来呢。宁氏不禁苦笑，反正他此刻根本坐不住，寻个精神寄托也算不错。去庙里点香拜佛时，圆圆像只活泼的小皮猴，一声不响的就跑了出去。他在寺庙中穿梭，在后院瞧见一位身着月华裙、容貌极美的妇人，周身散发着淡淡的贵气，正是他要找的人。这位夫人，请问这是您的吗？红绸上用6金墨写着“愿夫君重振往日雄风”。靖王妃接过红绸，脸上泛起几丝尴尬的红晕。这明明是她挂在祈愿树上的，怎会被小姑娘捡到？不过这孩子应该还不识字儿，应当无碍。嘿，我见夫人走后，这个就掉下来了。其实是她迅速爬上树，特意摘下来的。多谢。靖王妃将一盘糕点递给她，圆圆毫不客气，直接坐到对面，吃得香甜。您是王妃娘娘吧？我能治好王爷的病哟。你这小姑娘莫不是在说梦话？可她又是怎么认识我的？靖王妃没心思听圆圆多讲。小姑娘，这盘点心都给你了，慢慢吃。圆圆嚼了2口，感激地说：谢谢娘娘给我这么好吃的点心。这个给您。她将一块玉佩塞到靖王妃手中后，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不就是寺庙门口小摊上5文钱一块的假玉佩吗？他把玉佩收下，轻叹口气。国师说今日来寺庙能遇到机缘，也不知这机缘到底在哪里。回程路上，王妃一脸忧心，手支着额头，胸前的烦闷之气始终难以消散。为了治好王爷的病，她甚至主动为王爷纳妾，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难道靖王这一脉就此单传了吗？靖王妃神情错愕地站在原地，竟毫发无损。靖王妃此刻仍惊魂未定，脑子一片混乱。方才那颗石头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要砸到她，却突然改变了轨道，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恍惚间，一阵玉石碎裂的声音传来：这不是那个小姑娘送我的那块玉佩吗？怎会无端碎裂？难道是这玉佩替我挡了这一劫？我怎么那么蠢，有眼无珠，险些错失了机缘。回寺庙，赶快回寺庙，找到那个小姑娘。她定然是国师所说的机缘，一定是。靖王府的府兵将寺庙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王妃口中所说的小姑娘。在全城发布悬赏，就算找遍整个京城，也要把那个小姑娘找到。夫人，狱卒不肯收咱们的银子，说是王爷下了命令，任何人都不准为老爷求情。大理寺已经对老爷用刑了。父亲向来养尊处优，一辈子都没受过牢狱之灾的苦。奴婢还打听到，老爷只说送银子是自己的主意，不肯把表小姐供出来。罢了，当前最要紧的是把父亲从牢里救出来，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不仅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他的孩子已然因为他的出身遭受了诸多白眼与冷待，万万不能再有一个获罪的外祖父。可此刻他已然绞尽脑汁儿，也想不出半分法子。娘亲，圆圆烤了鱼，香得很，你要不要尝一口呀？宁氏露出一抹笑意，娘不吃，你吃吧。宁氏刚要开口问圆圆这鱼从哪儿来的，宁景云，你瞧瞧你捡了个什么东西回来？宁氏蹙眉，这男人又在发什么疯？你收养的好女儿把我养的黄金梨全都烤着吃了啊！他错愕地看了圆圆一眼。林丽文平日里最爱的便是养鱼，那池子里的黄金梨是锦梨中的上品，亦是他的心尖宠。圆圆居然给烤了吃了。是他们自己让我吃的。圆圆没有说谎，那几条鱼被他吃掉后，便能享受他的功德，灵魂可以去往天界，飞升成仙。不知多少动物排着队求他吃呢。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满口胡言！宁氏连忙挡在圆圆身前，不就是几尾鱼吗？圆圆才3岁，你干嘛这样凶他？宁景云，
这野种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别忘了，瑶瑶才是咱们的女儿。既然妾身收养了圆圆，就会把圆圆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去疼爱。妾身不像侯爷，在孩子出事的时候，不但漠不关心，还一味地指责他人。林丽文气得喘不过气来。自从收养这孩子后，宁氏是越来越强硬了。最近竟然几次三番地跟他顶嘴，这孩子是绝对不能留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扔到宁氏面前。你瞧瞧你的好女儿干了什么？宁氏展开一看，竟然是圆圆的画像。晋王妃悬赏黄金100两，要找圆圆。这孩子得罪了晋王府，我劝你还是尽快把他交出去，免得被他连累死。不行，我是不会把圆圆交出去的，谁也不能伤害他。他的命，舒颜的命，都是圆圆给的。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早已把圆圆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绝对不会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圆圆不怕，娘亲在，不会有事的啊。他知道圆圆能力非凡，可万一呢？万一她受伤了，该如何是好？呵呵，你是想害死整个侯府吗？这几日尤静如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要他去救宁老爷，差点动了胎气。可宁老爷得罪的那可是晋王，他巴不得立刻跟宁家划清界限，生怕晋王在朝堂上给他使绊子。如今总算有了个能讨好晋王的机会，他无论如何都要把圆圆交出去。宁氏若要阻拦，就休怪他无情无义。娘亲不用担心，圆圆可以去王府的。宁氏眼眶湿润，犹豫再三后道：好，那娘亲陪你一起去，就算是死，他也绝不能丢下圆圆。芸娘，你随我回去吧，你何必自讨苦吃？为了认识没几天的野孩子，值得吗？宁氏连回头看他一眼都觉得多余。侯爷放心，出了事我一人承担，绝不会牵连侯府。芸娘，夫妻一场，你怎能这样看我？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咱们赶紧与他断绝关系，领了赏金回府吧。这便是他曾认为的好丈夫，自私、懦弱又贪财。宁氏紧紧牵着圆圆的小手，一脸的视死如归。给脸不要脸！随即敲响了王府的大门。元禄公公，王妃娘娘要找的孩子，我已寻到。长师太监元禄双眼一亮，围着圆圆转了好几圈。圆圆抓抓脑袋：这个叔叔，您是陀螺转生的吗？林丽文厌恶地瞥了圆圆一眼。元禄公公那可是自小就伺候在王爷身边的，这野丫头对公公这般无礼，将来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果真是娘娘要找的人，辛苦侯爷了。不敢。那咱家便将人带进去了。等等，公公，我是他的娘亲，敢问公公，我能否与女儿一同进去？我想跟娘亲一起进去。元禄公公便将他二人一同带了进去。大门将闭。公公，那个赏金。公公愣了一下，看咱家这记性，待会儿便让人送到府上去。林丽文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他回头看看王府，真不知道宁锦云为何非要护着那个野丫头。要是王妃直接将她处置了倒好，也省了她诸多麻烦。芸娘啊芸娘，我这做夫君的已经仁至义尽，今日是你自寻死路，他日到了阴曹地府，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等会见到王妃，便直接跪下来求情。王妃心善，应该不会对圆圆太过苛责。对，就这样。宁氏跟在元禄公公身后颤抖不止。来到王府正厅，晋王妃正在品茶，美目一转，瞧见元禄公公身后之人，宁氏冷汗直冒，双膝刚要弯曲下跪，扑通，晋王妃跪下了。宁氏震惊的直往后退，晋王妃给圆圆跪下了。这是怎么回事？元禄公公赶紧上前扶住晋王妃，晋王妃却不肯起来。高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请您一定要帮帮我和王爷。从寺庙回来后，他便去国师府寻找国师求证。
国师只言机缘之人来历深不可测，连他都不敢探其命数。避世不出不问世事的国师之所以肯见他，就是因为他与这个高人有一定的渊源。宁氏震惊地张大了嘴，说不出一个字。他原以为靖王妃是来找圆圆麻烦的，没成想居然是找圆圆帮忙的。你起来吧，我就是专门来帮忙的。不过我有要求。高人尽管直言。这个要求得我娘亲提哟。圆圆戳了戳宁氏的腿，才如梦初醒。王妃娘娘，臣妇是来替父亲求情的。他将事情原委尽数告知靖王妃。靖王妃听后面露犹豫之色，这件事还要等王爷做决断才行。宁氏倒是松了一口气，王妃的反应就是有希望的。臣妇求见王爷。靖王妃同元禄公公顿时尴尬地咳嗽一声。王爷现在可见不到人，因为他晕了。他听说有可能治好他的是一个小姑娘后，直接说是无稽之谈，怎么都不肯配合。靖王妃懒得同他周旋，趁他不注意，直接给劈晕了。王妃是将门之女，从小习武，手上的力道可想而知。那就先治病吧。漂亮姐姐们，麻烦你们给我准备糖醋鲤鱼、葱爆牛肉、红烧排骨，还有油焖大虾，酱香鸡腿、八宝鸭、双皮奶、栗子酥，杏仁豆腐，对，还要5串糖葫芦。听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菜品，婢女们都傻眼了。原本还以为要准备什么蜡烛、高香、香炉之类的，赶快记下来，吩咐厨房准备好高人要的东西。高人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各类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传上来，圆圆咽了咽口水。那个王妃娘娘，你们都先出去。靖王妃立刻照办。门一关，圆圆实在压不住嘴角的笑，趴到桌上一个劲儿地吃。这把宝鸭做的比浮云斋的都好吃。双皮奶也好吃，糖葫芦也好吃。等一桌子美食只剩残羹，圆圆抓了一根鸡腿嚼了嚼。我来这儿是要干嘛来着？对，指尖一点，随手一挥，散着光滑的灵力穿过帷帐，飘进靖王体内。虽然没听懂到底是什么病，那就让他的身体先回到20年前吧。这么治也不知道行不行，应该行吧。他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靖王妃和元禄公公连忙凑了过来。高人，圆圆抹了把吃菜吃出来的汗。圆圆治好了，圆圆要奖励自己再吃一个3个鸡腿。靖王妃看着圆圆额间的汗，愧疚不已。王爷的病定是很难治，高人竟累出了这么多的汗。别说1个鸡腿，100个鸡腿，咱们王府也能做。圆圆乐呵呵地去了厨房。元禄公公凝视着圆圆那小小的身影，神情有些恍惚。怎么了？娘娘有没有觉得这孩子的眉眼与王爷颇为相似？靖王妃心里清楚，她口中的王爷并非靖王，而是靖王的胞弟摄政王。摄政王年幼时居于靖王府，一直由元禄公公照料，或许只是巧合罢了。毕竟摄政王与已逝的摄政王妃未曾育有任何子嗣。正厅之中，满面红光的靖王仿佛年轻了20岁。哎呦，你居然趁我不备将我打晕，我现在脖子还疼着呢。王妃狠狠瞪了他一眼，说正事儿。靖王不自在地轻咳2声，看向宁氏道：你父亲之事并非毫无转机，死罪能免，但活罪难逃。本王若轻易放了他，只怕会引发众怒。多谢王爷，只要能保住父亲性命，其余惩罚妾身都能接受。最终靖王令大理寺判处宁父30大板，宁家半数家产充公。事情已了，你先回去吧。靖王说话的速度飞快，似乎颇为急切。那圆圆就让她在王府玩耍几日吧。圆圆能得王妃喜爱，
宁氏自是满心欢喜，困扰他许久的两桩大事得以解决，身体的疲惫瞬间全部袭来。告别王爷王妃后，他便回了永定侯府。此时的靖王迫不及待地拉起王妃的手：“这一下你可安心了，要不回房试试？”靖王妃再次瞪了王爷一眼，面若桃花又眉眼含情地随他回了寝屋。唉，肚子咕咕叫，根本睡不着。他掀开被褥爬下床，摸黑寻到了王府厨房，里头预备着的食材大多已被他吃光，只有砧板上还剩块生牛肉。要不用指头生点火烤一烤吧。刚踮起脚尖去拿牛肉，一只大手忽然从他背后伸出来，抢先拿走了。我的肉！一转身便瞧见了一位身形修长的少年，眉目间尽是洒脱不羁，五官更是精致出众。圆圆一见到他，顿时愣住了。不是吧？这个人居然跟我有亲缘线！我知道自己长得好看，可你毕竟是个小女孩，能不能别这么盯着我？我会害羞的。这是圆圆先看到的。这是我家厨房的东西，自然都是我的。这一席话让圆圆知晓了他的身份。袁以恒乃是靖王和靖王妃的独子。哥哥，你快要洗了。你这小女孩也太恶毒了，不过是跟你抢块肉，你居然咒我死啊！我可没有骗你哦。1年之后，袁以恒前往朋友家参加婚宴，却被设计迷晕。次日醒来时，竟与心腹共处一张床榻。整个京城都在指责他的孟浪。他为了心腹的名声，顶着巨大的压力，让他和离再嫁，进入靖王府成为世子妃，甚至还砍断了自己的一只手，向朋友赔罪。后来他才得知，原来那心腹不愿意嫁给朋友，故意将他迷晕。袁以恒疲于应对这纷纷扰扰，毅然奔赴战场，以一人之力抵御万军，最终英勇牺牲。袁以恒敷衍道：“好，行，我知道你没骗人，你只是还没睡醒。那哥哥，你也饿肚肚，跑来厨房偷东西吃吗？偷？你以为谁都跟你这个小老鼠似的？我可是在自己家，拿自己家的东西，当然不算偷。咦，别装啦！你被王爷罚了禁闭，3天不许出门，还不许吃饭，因为你上课的时候给夫子的课本塞那个什么公图，夫子差点被气死。我的天，父王也太过分了，连这都跟你说。他这隐疾治好了，精神又出问题了。再说了，我买春宫图还不是为了刺激他。哎，你一个小孩子，别总把春宫图之类的挂在嘴边，知不知道？王爷伯伯没告诉我，是圆圆自己算出来的。我还看见咱们2个有亲缘线。你应该是圆圆的哥哥。袁以恒顿时僵住了，难以置信地说道：“哦，难道你就是我父母背着我生下的妹妹？可是我小时候明明说过想要个姐姐啊。”那你实在想叫我姐姐的话，也可以。袁以恒举起修长的手指，给他弹了个脑瓜杯儿。得了，不跟你贫嘴了。咱们袁家自开国皇帝那一代开始，就只生男孩，一个女孩都没有过。父王母妃如果真生了你，定会把你捧在手心，含在嘴里。含在嘴里？圆圆皱着眉头，想想自己被口水包裹的样子，那得多脏呀！袁以恒随口应了一句，起身点火烧油，把葱姜蒜爆香，再放入牛肉爆炒。厨房里香气四溢，圆圆的口水都忍不住从嘴角流了出来。袁以恒留意到圆圆那不值钱的小模样，小孩子可不能吃太多肉，不然夜里会梦到大灰狼。你怎么知道圆圆的大灰狼跑丢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哥哥，那我拿这个跟你换行吗？袁以恒定睛一看，是吃剩的半个馒头，看上去干巴巴的。
简直难以下咽。姐，这玩意儿吃了牙都会磕掉吧？真当我傻呀？袁以恒说着，忽然感觉有人在自己耳边吹了一口气。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了，半夜有时候睡到一半也会觉得身上很重很凉，怎么都动弹不得。那我用这个跟你换好了。他突然伸手往空中一抓，仿佛真的抓住了什么，一个透明的身影缓缓显现。袁以恒瞳孔猛地一缩，苏荷，世子，你不是已经死了吗？苏荷是他的书童，半月前因病去世，他给了苏荷家人200两银子，让他们带苏荷回去妥善安葬。嘿嘿，世子，奴才的爹娘把奴才的身体扔在路边，拿着银票给奴才弟弟娶媳妇儿去了。奴才如今连个坟头都没有，连投胎都没法投。您一定要为奴才做主啊！你别急，你慢点说。也就是说，就是你总在我耳边吹风。苏荷委屈的点头。您看不见我，我只能这样了。那你可以给世子哥哥托梦呀。那是死了很久的鬼才会的本事，我还是新鬼，就这个吹气都学了好久呢。没出息，早就说过我会料理你的身后事，你偏要回家，被欺负了才晓得回来找我。苏荷抹着眼泪，模样可怜极了。哎，大男人哭什么哭？立坟的事儿交给我了，日后你要是再敢吓我，看我不把你挖出来。苏荷吓了一跳，连忙向袁以恒道谢后飘走了。袁以恒脸色阴沉，向外走去，暗卫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他身旁。世子，苏荷的家人要处理掉吗？说什么胡话呢？袁以恒冷笑，人家好歹是他的家人。暗卫刚想赔罪，就听袁以恒话锋一转，过几日再送他们去见阎王，别妨碍了苏荷轮回。圆圆边吃着肉边感叹，世子哥哥可真够狠呐，说杀就杀。不过倒也正常，未来的他上战场之前留下遗言，他若战死，世子非陪葬。喂，你俩这个时候才起，不会是又准备给我生个妹妹吧？袁以恒用眼神端详着直到日上三竿才起的父母。靖王一脸春风得意，臭小子，谁给你的胆子，敢调侃我和你父王？说完才留意到他话中的细节。哎，你刚才为何要说又？那他说他和我有亲缘线，是咱们家的孩子。昨天听到的时候，袁以恒开始是不信的，可圆圆竟徒手抓了只鬼，还让他亲眼见着了，那就说明圆圆所言可能是真的。哎，对了，你瞧瞧我跟父王有没有亲缘线？圆圆尴尬地抬起眼睛。靖王年岁虽已40有余，可面容俊美，气质高贵，举手投足间均带着股上位者的气势。有。靖王妃猛地看向靖王，眼神好像在质问你何时背着我搞出个女儿。莫名其妙背了口大锅的靖王脚步有些虚浮。万万，成婚以来我对你一心一意，你是知晓的，送来的侍妾都被我赶走了，我怎会背叛你？许是误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高人是不会骗人的，圣上年幼还未立后，你们袁家除了你，还有谁能生出这么大的女儿？眼见靖王生命受到了威胁。你俩是不是忘记了皇叔？摄政王正值壮年，与先摄政王妃成婚，后来摄政王妃自焚，摄政王便再未娶妻。没听说老幺有个女儿啊，而且老幺和他媳妇儿关系差得跟杀父仇人似的，他媳妇儿不大可能愿意给他生孩子。难不成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好不容易找到了跟自己有亲缘线的家人，可他们家居然没有生过女儿。没生过女儿。小丫头震惊了。难道说其实我是个男孩子？她连忙低下头看，袁以恒及时将她的脑袋正回来。等皇叔回来做个滴血验亲不就行了？只是摄政王如今戍守边疆，至少明年才会回朝，虽心有疑虑，但靖王越看圆圆越喜欢，越看圆圆越亲切，长得这么水灵，假使圆圆真是老幺的女儿，那老幺就是袁家的功臣。
来，叫声伯父。哎，八字还没一撇呢，刚刚还说是误会，现在就认上亲了？不是亲的又如何？本王收养圆圆，让她进皇家玉蝶不就行了？不行的，圆圆已经被娘亲收养了，是娘亲的女儿。你娘亲是林丽文的夫人。靖王心里有点泛酸，林家先祖替大昭开国皇帝开疆拓土，死后牌位供入太庙，又有林立文父兄战死沙场，军功斐然。若不是看在他林家历代功臣的面子上，林立文那一脸市侩相哪来的资格袭爵？平日里朝堂上看见他点头哈腰讨好人就倒胃口，宁家一出事儿就装死，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运气能收养圆圆。娘亲是我娘亲，那个大乌龟才不是我爹爹，他对我一点都不好。靖王、靖王妃以及袁以恒不约而同的蹙眉。他怎么对你不好了？他不让我吃鱼。昨天不过是吃了他几条鱼，大乌龟就追着他满府跑。岂有此理！永定侯府是穷疯了吗？连条鱼都不给吃，本王的侄女是他能欺负的吗？靖王妃无语，这滴血验亲还未验呢，就认上侄女了。靖王根本没听进去，端详着圆圆，心里有些难受。怪不得小姑娘一口气把王府的食材都吃光了，原来是在永定侯府饿着了。林立文这个衣冠禽兽，连小姑娘都虐待。咱们不回侯府了，就待在王府，想吃什么咱们这儿都有。圆圆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圆圆想回去找娘亲。娘亲之前应承她的烤鸭还没买呢，而且王府晚上都没给她准备好吃的，还是舒颜哥哥那里比较好。靖王心里的酸水直往外冒，多么懂事又孝顺的孩子，在永定侯府过得不好，也要陪在娘亲身边。这要是他们的女儿该多好，比这个天天捣乱的臭小子强上100倍呢。靖王凶狠地剜了袁以恒一眼，袁以恒满头雾水，他到底怎么又惹到他爹了？你待会儿亲自送圆圆回府。这正如袁以恒的意，拱手道：遵命，父王。我想娘亲想的胃口都变小了。靖王妃看着圆圆，嘴角不自觉流露出笑意，眉宇间却留有丝丝愁绪。靖王担忧道：腰还疼吗？唉，要是我也有圆圆那么可爱的女儿就好了。这还不简单，咱们努努力。哎，你细说说，我是怎么早死的？那句早死的命格恐怕不是忽悠他的。圆圆便把袁以恒的未来一五一十同他说了。婚宴？能让他亲自去参加婚宴的友人，他只能想到那一个，可那一个一向带着笑意的神情流露出一丝苦涩。他不大可能会成婚。为什么呀？他也不喜欢女孩子吗？你不知道，你娘亲的大儿子林书义和我是同窗，他们甚至还一起上阵杀过敌。林书义从敌军的枪戟下把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他救了回来，是过命的兄弟。我在侯府从来没有看见过大哥哥。他出事之后，我也未曾见过他了。此次与你一同去永定侯府，一定要把他揪出来。圆圆心心念念的娘亲，此时处境却不太好。林立文的亲娘先侯爷的良妾宋小娘回来了。先侯爷去后，他前往老家守灵，可不知怎么的，连夜坐着马车回了府。这是我替我文根写的休书，你拿了自请离府吧。宁氏看也不看便撕了。小娘，儿媳是犯了七出的哪一条？你要让侯爷休了我。宋小娘见宁氏就这么撕了他写的休书，顿时垮了脸。宁景云，你莫要给脸不要脸啊！一个商女，在永定侯府鸠占鹊巢，当了那么多年的侯府夫人，害得我文根落了不少口舌啊！真好意思一直赖在这儿不走。我文根那可是侯爷，就算是公主也配得。你爹如今得罪了王爷，犯了重罪，你难道要害我文根一同被王爷牵连吗？宁氏看向坐在首位的林立文，侯爷心中也是这样想的吗？
林丽文为难地看向宋小娘，语气却十分坚定：小娘，我是不会休了芸娘的。我与芸娘晨婚16载，怎会因岳父入狱就同他断了夫妻情分呢？姜氏接话道：是啊，宁伯父的事还未曾判决，我已求了我父亲，联合众伯父一同向王爷求情，想必定会安然化解的。宁氏惊愕之余有些感动，长嫂看起来情感淡薄，没成想竟会为他父亲的事情思虑。文哥儿，你就是太善良了。宁锦云嫁进侯府这些年，替你做好了什么？哼，生了2个儿子啊，大的废了，小的天天关在家里不出门。此次秋闱定也没个什么好结果，到头来还不是害得侯府面上无光呢？你说你为了娶她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如今还要被他们家连累，娘这心里头疼得像有刀子割呢。宁氏心里在冷笑，宋小娘也不想想，先侯爷纳了她为妾才是真正的委屈。她本是屠夫的女儿，若不是在先侯爷行军经过时，她把先侯爷灌醉，爬上了他的床，未婚先孕，哪有资格踏入永定侯府？他儿子走运袭了爵，难不成他还将自己当成侯府老夫人不成？小娘，我敬你一声小娘，你不会真把我当成你的儿媳妇了吧？他神情严肃，眼神带着嘲讽。侯爷已经过继到老夫人名下，你充其量不过是侯爷的姨娘，当着侯爷的面一口一个娘亲，难不成是要让侯爷被外人耻笑？至于侯爷要不要休我，你一个妾室管不着吧？你！宋小娘指着宁氏，气得浑身都在发抖。商户之女，你凭什么瞧不起我？文哥可是从我的肚子里出来的，是我的儿子，老夫人算什么玩意儿？怕他继续出言不逊，林丽文竟不顾礼仪，直接捂住了宋小娘的嘴。慎言！宋小娘冷静下来，有些后怕。小娘，你瞧不起我是商贾出身，对吗？宋小娘如今不敢乱说话了。你这身份本就不配入永定侯府，满京城都在这么说。那好，知下自宁氏身后走出，走到宋小娘面前。贱婢，你要干嘛？知下沉着脸不说话，一把钳住宋小娘的双手，把她发间带的金簪全都给薅了下来。你敢以下犯上，找死吗？这些金银首饰是她的门面，连睡觉都舍不得摘下来，这贱婢居然如此大胆。你还来！小娘戴的首饰都是我从私库里拿的，既然小娘瞧不起我，那我的首饰也不能脏了小娘的眼。我是长辈，送我首饰是你分内之事，你还如此羞辱于我。哟，瞧不起我这个人，却瞧得起我的东西，小娘的双重标准倒是做到了极致。芸娘，小娘毕竟是你的长辈，你这是不孝。他可曾将我当过晚辈了，说不出妾身犯了7出哪一条，还要侯爷休了妾身。侯爷还记得这婚事是先侯爷做主定下的吗？林丽文怎么可能不记得？这是他最为屈辱的过往。侯爷还记得这婚事是先侯爷做主定下的吗？林丽文怎么可能不记得？这是他最为屈辱的过往。要不是他父亲为了报答宁景云的恩情，强逼着他娶宁景云进门，他一个侯府之子怎么会沦落到要去讨好宁景云这个商女？父亲美其名曰嫡兄有婚约在身，实际上还是舍不得他的嫡长子有这种低贱的妻子。父亲向来看不起他，却在他和宁景云成婚的那天提出将他过继给嫡母。他不过是父亲为了报救命之恩的牺牲品。看着林丽文复杂的神情，宁氏苦笑。他也是婚后才知道，幼时在悬崖下救的大叔竟是永定侯，怪不得婚前林丽文对他百般讨好。若是小娘想要侯爷休我，还是去地下问过先侯爷再说吧。宋小娘气得倒仰。你居然敢咒我死！休了他，立马给我休了他！竟敢公然对婆母不敬，他父亲都下了大狱了，你怕什么？
本就是林立文叫他来，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要赶走宁景云的，气的怎么是他一个人？争执间，管家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侯爷，靖王世子来了，还将圆圆小姐也一并带了回来。肯定是专门带来宁家获罪的消息的。宁家出事儿，他高兴；林立文却觉得此事有蹊跷。他正欲出门迎接，却被宋小娘拦住。你是侯爷，他不过是个世子，该是他来拜见你才对。小娘，你就别捣乱了。乡村野妇宁景云只是稍微激一激，他便坐不住了，什么忙都帮不了。苍天无眼，竟让他投生到这种人的肚子里，这一耽搁，宁氏早就不见影儿了。娘亲，宁氏捏了捏圆圆的脸蛋儿，又挽起她的衣袖，仔细检查了一番，没有伤疤。他就怕圆圆又要用自己的血来救靖王。世子，我岳父他是一时糊涂，冒犯了王爷，希望王爷从轻处置。宁氏垂眼，掩饰眼中的嘲讽。永定侯说晚了，你岳父已经没事了。没事了。可我听闻王爷最厌恶行贿受贿的行为。说罢又强颜欢笑道：王爷可真是慈悲心肠。咦，你是在笑还是在哭呀？怎么看起来你好难过的样子呢？林立文捏紧了拳头，这死丫头怎么还活蹦乱跳的？她不是得罪了靖王妃吗？世子，这孩子是我夫人收养的，性子顽劣，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您多担待。圆圆很可爱，我父王母妃很喜欢她，送了她不少金银珠宝。侯爷，你夫人的眼光好得很呐。连圆圆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靖王的喜爱，究竟发生了什么？靖王妃先前为何要寻赏找到圆圆？袁以恒似乎是看出了林立文的疑惑。我母妃前日在寺庙偶遇圆圆，一见如故。小女能得靖王妃喜爱，是她的福分。圆圆嗓音脆生生的。你是戏班子里出来的吗？刚刚还要跟我撇清关系呢，现在又说我是你女儿啦。我可不想要你这种爹爹，我怕你嫉妒我，比你讨人喜欢。林立文牙都要咬碎了，低声警告宁氏：管好你女儿。宁氏当作没听见般揉了揉耳朵。府中备了清茶，世子若不嫌弃，请上座。不用了，我就是专门送圆圆回来，告诉全京城她有靖王府当靠山。还有书意最近怎么样了？听到林书意的名字，林立文和宁氏神情俱是一变。林立文脸上闪烁着些微的耻辱与厌恶，而宁氏眼中全是难过，泛着泪光。林书意少年英才，3岁时便被祖父抱着去战场，6岁时给祖父献上计谋，成功令敌国折损了一员大将。朝臣都说林书意有先祖之风，当时他们都以为林书意会重振林氏的辉煌。可这个名字在众人记忆中渐渐消失了。自林书意5年前出事后，便成了永定侯府的忌讳。那孩子想不开呀，将自己关在院中不肯出门。这几年我日日去劝，他也不肯听我的。说到这儿，还用衣袖拭泪。袁以恒冷眼看着他，毫无动容。等了一会儿的林立文没听见安慰和夸赞，尴尬道：世子若想见书意，我派人找他出来拜见。用不着，我自己去找。我带您去。怎么样？宁景云他爹死了没？还是他宁家全判了死罪？他还没收下休书呢，会不会波及到你呢？小娘，你还是回老家替父亲守灵吧。他说完就走了，气得宋小娘捂住胸口，剧烈呼吸。10月怀胎，生出个不孝子啊，家门不幸呐。多谢世子，还记得书意。夫人言重了，我和书意是多年好友。宁氏是知道的，林书意就靖王世子一位知心好友。年幼时便一同骑马游街，少年意气风发。听风楼院门紧闭，白日里也显得格外寂静，死气沉沉的。
淑仪不肯让人伺候，也不让我和舒言进去。我已经许久未曾见过他了。林淑仪，我来找你了。你天天把自己关房里干什么呢？你是跛了脚了，又不是断了腿了，快出来，我带你去野外骑马。没人答应。这个栗子酥特别好吃，你问问大哥，看他要不要下来吃，我可以分他一半的一半。没用，他对食物没什么欲望，给什么就吃什么。看我的。喂，你又不是未出阁的大姑娘，还怕见人吗？你信不信我翻墙进去找你？只听一道破空声，一枚小石子直直朝袁以恒飞过来。若非袁以恒接得快，额头都会被打穿。我去，原来你没聋呢！好朋友找你玩，你还躲在家里不出来，好意思吗你？天风楼中再无动静。世子，罢了。舒仪刚出事那会儿是很积极乐观的，只是他脸上有一半都是火烧后狰狞的疤痕，还是小婴儿的瑶瑶，一见到他就哭。渐渐的，他就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了。袁以恒不再坚持，略带愧疚地拜别宁氏。世子哥哥，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年可千万不要乱跑，也不要去参加婚宴，省得被人算计，不得好。袁以恒捂住他的嘴巴，知道自己的将来后，他觉得有点丢脸。我这聪明一世，怎么就被女人骗得团团转了呢？不过这孤军奋战，遭敌军乱箭穿心牺牲的死法，听起来倒是很帅气啊。不管怎么说，以后得多多磨练武艺了。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长命百岁。在永定侯府好好的啊！袁以恒凛冽的凤眼扫过林丽文，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报我靖王府的名号，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世上最残酷的刑罚。林丽文搓了搓手臂上激出的鸡皮疙瘩，是他的错觉吗？总觉得靖王世子是在点他。圆圆点点头，不过这世上敢欺负他的人根本不存在。袁以恒矫健地翻身上马，一甩缰绳，扬长而去。听说宋小娘被气得卧床不起，大夫来了都说没办法呢。真病了？才没有呢。我昨天晚上看见宋小娘身边的丫鬟拿着这么大一个油纸包，从后面鬼鬼祟祟的进来。那油纸里面的东西，我一闻就知道是浮云斋的叫花鸡。得了病不舒服的人还能吃得下那么大的叫花鸡吗？林淑妍禁不住拱手，在下还是觉得你就很能吃。谢谢。宋小娘那么欺负娘亲，要给她点教训尝尝。那你要怎么教训？圆圆缓缓看向杜仲，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杜仲一脸懵。宋小娘住在南边的秋水院，她靠在软枕上，旁边是喷香的叫花鸡，抓着鸡腿啃得满嘴是油。环根儿，因为那个贱人要把我赶回家，凭什么？我才不走！我儿子是侯爷，我应该待在侯府享福才是。那老家穷乡僻壤的，我守着那死鬼的陵墓，都要烦死了。可姨娘一直这样装病也不是法子呀。宋小娘把鸡骨头吐到丫鬟脸上。要你多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多病，怎么啦？她狂喝了一大口茶，觉得味道有点奇怪。这真是贡茶，怎么有股尿骚味儿啊？是的，是靖王妃亲自赏给宁氏的，我趁之下不注意，偷进库房拿了点儿。兴许这种御用的茶叶味道与普通茶叶不同吧。宋小娘又喝了一大口。皇帝的口味可真奇怪。躲在门窗下的圆圆都要笑疯了，林淑妍也没忍住，唇角微弯。宋小娘喝了尿，还以为那个茶就是这个味儿。那可是奴才的童子尿，可珍贵呢。不用舍不得，你5年内都能保住你的童子之身的。公子，您变坏了。自从圆圆小姐来到侯府后，公子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你们几个在干嘛呢？墨玉姐姐，奴婢是想求您一件事儿。方才宁家来人了，您能不能跟着夫人一起去？
奴婢怕夫人遇到家人又该心软了。没问题，圆圆罩着娘亲。跪下！父亲，女儿做错了什么需要跪下？你既攀上了靖王，为何又让他罚我30大板啊？为何夺走了我宁家的半数家产啊？你究竟是不是真心想要救我的？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那你不想挨板子，难道是想被斩首吗？这种爱好真奇怪，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娘亲，咱们还是跟靖王叔叔求求情，把他斩了吧。我训斥我女儿，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叫嚷？那我娘亲救了你，你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训她？你既如此，你便给如儿选门好亲事，将京中那些官宦子弟的画像送来给如儿相看。父亲不是对尤静茹的婚事很上心吗？父亲亲自出马，还怕他找不到好夫婿吗？我若能找到，还用得着求你？你抢走了如儿的夫婿，夺走了他侯府夫人的位子，给他相看亲事，是你该做的。宁氏没忍住笑出声，简直是异想天开。你说什么？我说你和尤静茹想得美，你需要将我当傻子了，也需要将我抢走侯爷的事挂在嘴边，是他尤静茹狗眼看人低，嫌弃当时的侯爷不过区区庶子，拼死拼活的要同他退婚，另嫁他人。他遭休弃后，明知道我和侯爷成婚在即，却将自己脱光藏进侯爷马车勾引。尤静茹品行不端，水性杨花，不知廉耻，是他自己亲手推开了这门亲事，干什么要怪到我头上来？他还郁闷呢，捡了尤静茹曾经不要的垃圾。该死的宁锦云，你敢在背后挤兑我！他五官扭曲地冲过来，扬起手就要掌过宁氏。宁氏狠狠拦住他的手，使劲一推，尤静茹控制不住，连连往后退。他后怕地捂住自己的肚子，还好他孩子没事儿，不然他要跟宁景云拼命。你快跟如儿道歉！道歉？想要我道歉？你倒不如去做个梦，看梦里我会不会道歉。孽女，你要气死你爹我吗？你信不信我日后我不肯再见你了？好啊，我求之不得。宁氏如今对父亲再也没有了任何期望，先前将他从牢里救出，这份养育之恩已经还清了。既然你要同我断绝父女关系，便亲手写下断亲书吧。断亲书？只是如父亲所愿，顺势而为，让父亲写断亲书是疏言提议的。父亲入狱势必会波及到他和子女，所以他不得不救。如今断了亲，宁家再如何都不关他的事儿了。宁父只觉腿软，整个人恍恍惚惚的，还以为听错了宁氏的话。大小姐，老爷可是辛苦养育恁长大了父亲，恁怎么能一言不合就要同老爷断亲？圆圆，娘亲自己可以。圆圆便不再坚持，多说无益，请父亲赐我断亲书。既然尤静茹已入宁家族谱，父亲也不愁无人给您养老送终。宁父诧异地望向尤静茹，他不曾告知宁氏入族谱的事情，宁氏是如何知晓的？尤静茹如今一门心思都在他的肚子上，根本没理会宁父的眼神。你确定？确定。保证不后悔？绝不后悔，语气是格外的斩钉截铁。那好，拿纸笔来。老爷三思啊，老爷。管家并不愿宁氏和宁家断绝关系，永定侯夫人的身份太过便利，他们去外头采买一般都是记在侯府账上的。去哪？这个不孝女非要断绝关系，我才不稀罕挽留。左右还有如儿在，如儿长得柔美，又善解人意，还怕当不成高官夫人吗？只怕到时他宁景云该后悔才是。
管家不情不愿地呈上笔墨纸砚，宁父执笔在宣纸上笔走龙蛇，写好后甩手一扔：“滚！今后你与我宁家再无瓜葛！滚！今后你与我宁家再无瓜葛！”不孝女宁景云拜别父亲，望父亲多加珍重。宁父偏过头不肯看他，圆圆赶紧把宁氏扶起来。他能看到宁父身上以往萦绕着的淡淡福气，如今尽数消失了。宁老爷、管家、尤静茹头上都萦绕着浓重的霉运。哎呀妈呀，一屋子的倒霉鬼！娘亲，咱们赶紧走吧，这里面晦气得很。家中有娘亲功德深厚的女儿不珍惜，非要疼爱那个天煞孤星，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我还有话要说。你还有什么事？难不成这么快就后悔了？就算是后悔，这段亲书也收不回来了。我出阁前赠予宁家的庄园以及田地，麻烦宁老爷还回来。宁父诧异地回头，直愣愣瞪着宁氏。尤静茹这下可不能当没事人了。凭什么要舅舅还给你？你给了就是我们的。契约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你们若不想还也没事儿，大不了我去大理寺再呈上一状素纸。只是宁老爷又要吃些苦头了。你威胁我？如今还只是威胁，日后如何，本侯爵夫人可不敢保证。你把契约书都拿给他！我不准还！宁家本就有半数家产没了，如今再把这些私产还给宁景云，日后他吃什么？无碍，如儿，别忘了，舅舅也是商人，他宁景云能赚到的，舅舅也能赚。尤静茹良久的沉默后，觉得宁父说的有道理，索性他也不想宁家跟宁景云藕断丝连，就让你再潇洒几日，侯爵夫人的位子马上就是我的了。待拿到地契，宁氏转身就走。你们要完蛋溜！你们要完蛋溜！你这死丫头说什么呢？尤静茹气得半死，居然敢咒他这个日后的侯爵夫人。忽然间，只见原本碧空如洗的天空变得灰蒙蒙，一阵刺眼的雷光划破天际，伴随着轰隆隆的轰鸣声。尤静茹连忙护着自己的肚子，这是怎么了？这雷声怎么大的，好像就在耳边一样。如儿别怕，舅舅在。隔得太近，尤静茹甚至能闻到他身上的老味。没事儿，不就是打个雷吗？只听雷声如狮吼般咆哮，震耳欲聋的砰砰声在宁家上空炸开，华丽彩带拖着白光的雷电再次劈下来。亲眼目睹的尤静茹吓得脚步一踉跄，尤静茹腿间渗出了好多的血。去青雨巷，我要去青雨巷看大夫。琳琅不在我身边，我不安心。花婶婶听圆圆的在青雨巷的宅子外面逛了好几日，在不耐烦之际，终于瞧见一辆马车悄悄到了宅子的后门。下来的女人戴着围帽，她看不清。哎，这不是尤静茹的贴身丫鬟吗？青雨巷宅子的主人居然是尤静茹。她躲在一旁静静地等了一会儿，就见那个小丫鬟出来，将匆匆赶来的大夫迎进去。我家表小姐胎上有异。她耳力好，全听见了。哦，没记错的话，尤静茹10几年前就被夫家休弃了吧？这又是和谁珠胎暗结了呢？哎，圆圆真不愧是我的好徒弟，一出手就给我这么大的料，咱也不能让徒弟失望呀。哎，花婶婶捂住嘴巴，差点笑出声。夫人，我刚去采买的时候听到了2件好消息。别卖关子了，自从和宁家断绝关系以后，宁氏身子都轻松了。一件事儿是前几日有天雷把宁家的屋顶呢劈开了，宁老爷正在到处找人修呢。离开宁家的时候，他确实听到了巨大的雷声，看来又是圆圆在给他出气。有女如此，何德何能啊？还有呢，现在民间到处都在传下堂妇尤静茹不守妇道，同男人珠胎暗结。圆圆也抬起头，看来是花婶婶散布的消息，她的效率可真快呢。夫人，
没事。宁氏深吸了一口气，怪不得他不对舒言和舒逸上心，原来是已经有了和心上人的孩子。夫人别伤心，为这种人不值当，他只是替儿子们委屈。瑶瑶小姐今日便回来了，让她看到您这样会害怕的。林丽文抱回来给宁氏养的女儿林舒瑶，半月前去了江州的宅子玩，今日便该回来了。圆圆，瑶瑶虽然骄纵了些，不过心肠还是好的。娘亲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娘亲放心，瑶瑶对圆圆好，圆圆也对瑶瑶好。言下之意，他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母亲，我好想你。宁氏高兴地抱着林舒瑶说了好多话，又斟酌着告诉林舒瑶，母亲给你找了个好姐妹，她可以跟你一起玩。好姐妹也是母亲的女儿吗？是的，但娘亲保证，娘亲给你和圆圆的爱是一样的。你不是也说想要个妹妹吗？那妹妹在哪里？我要和妹妹一起去放风筝。真乖，妹妹这会儿在午睡呢，待会儿再去找她玩好吗？林舒瑶立马点了点头。我听母亲的。宁氏口中在睡午觉的妹妹并没有睡着，锦梨池里的锦梨被她吃完以后，林丽文又买了一池子回来。她看着水里游来游去的锦梨流口水，锦梨成群结队地游向圆圆，叽叽喳喳地说：小甜道快吃我！不对，小甜道先吃我。圆圆擦了擦嘴角，不急不急，慢慢来啊，我一条一条吃。刚探出上半身要去水里捞鱼。喂，你傻呀，这池子里的水那么深，你会被淹死的。林舒瑶见他呆愣愣的，喂，我方才可是救了你，还不快跟我道谢？谢谢，我只是想吃鱼。你就是母亲说的妹妹吧？那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圆圆一看是个纸糊的风筝。我听说你是从乡下来的，肯定没有放过风筝，我放的可长可长了，可以一直带着你玩。我不仅会放风筝，我还……瑶瑶，一个清冷的嗓音打断了他。我自己还能在天上飞。已经没人在意他说了什么。大伯母，刚回来，莫在外头疯玩。大伯母给你做了糕点。那可以带着圆圆妹妹一起去吗？江氏的眼神轻轻扫过圆圆，带着高高在上的漠然。是夫人专门给您做的，不方便带外人。可是妹妹不是外人呀。好了，走吧。林舒瑶只好跟圆圆告别。江氏和林舒瑶的背影落在圆圆眼里，神情晦暗难明。大伯母，真的不能把圆圆妹妹喊过来一起吃吗？母亲说要我带着她一起玩。嘿呦，小姐，您是咱们侯府的千金小姐，怎么能跟乡下来的野丫头一起玩呢？可圆圆也是母亲的女儿呢。她会分走主母对您的宠爱呀。才不会呢，母亲说她给我和圆圆的爱是一样的。婢女看了看江氏的神情，继续道：主母那是怕你闹脾气，故意骗你的。她来侯府才不过半个月，主母就带着她回了母家，还替她买了座酒楼呢。主母先前可曾待您这样好了？怎么会这样？母亲从没有带她去见过外祖，为什么就能带圆圆去见外祖？难道母亲真的更喜欢圆圆？前几日主母去见靖王，还特意将她也带上了，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讨了靖王世子的欢喜，世子亲自送她回来的呢。这个林舒瑶倒是不稀罕，而且啊，二公子也很喜欢那个野丫头，还经常叫那个野丫头去他院里留宿呢。不可能，二哥连我都不喜欢，怎么会喜欢他呢？二哥就不是会喜欢小孩子的那种人，对他就没有过好脸色。他去找二哥玩，二哥还当作看不见他。小姐若不信，去二公子院里瞧瞧不就行了？林舒瑶当即要走。哎，瑶瑶，先吃东西。随后他淡淡瞥了婢女一眼，不可背后与人是非。婢女连忙认错，这是我在江州想着大伯母做的，送大伯母。江氏有些惊喜地接过，细细端详着，爱不释手。母亲和大伯母的是一起做的。江氏却收敛了嘴角的笑意，随手将泥人放到一旁。瑶瑶很喜欢母亲呢。对啊对啊。
林书瑶一个小孩子，自然听不出姜氏话里的深意。母亲对瑶瑶可好了，瑶瑶要照顾母亲一辈子。瑶瑶，爹爹，瑶瑶好想你。林丽文眼里都是喜色，用胡子摸索林书瑶的脸蛋儿。爹爹，你怎么剃头发啦？额头怎么受伤了呢？是那野丫头来侯府的那天，害得侯爷被雷劈了，现在伤还没好呢。林书瑶对圆圆隐隐有了些不满，凭什么她一来就害得爹爹受伤了？瑶瑶多来大伯母这里玩，你大伯母年轻的时候是京中盛名的才女，好多秀才都赢不了她。我也很厉害的好不好？是啊，瑶瑶像你大伯母。林丽文发痴般望向姜氏屋内。我不像母亲吗？唉，你母亲……他欲言又止，连年幼的林书瑶都听出来了。爹爹和母亲怎么了呀？都是我的错，让你母亲生气了。他把宋小娘回来的事情简略说给了林书瑶。可是这不是爹爹的错呀，母亲怎么会这样小气，当众给爹爹难堪呢？林丽文再次摇头叹气。不怪你母亲，是爹不好。父女情深时，管家神色莫名地走过来，轻声在林丽文耳边说了句什么。爹爹有事，瑶瑶多陪陪你大伯母。待走到无人处，林丽文才问：孩子保住了吗？说是只受了惊吓，已经无碍了，就是要躺在床上休养几天。尤氏哭着闹着要您去陪她。林丽文心烦意乱，既然孩子无事，还陪什么陪？他心里般叹了声气，往姜氏院子里看了一眼。唉，我晚些去看看如儿吧。哇，好香啊！要是做成桂花糕，肯定好吃。好啊，那咱们就摘点桂花，给圆圆做桂花糕。你们在干嘛？他冲过来，狠狠地把圆圆推开。二哥是我的，不准你跟二哥亲近。圆圆猝不及防地被他推开，有点懵。怎么今天下午还好好的，到了晚上就疯了呢？瑶瑶姐姐，你怎么啦？是吃炮仗了吗？林书瑶满脸都是被背叛的愤怒。我把你当妹妹，我还带你放风筝，你居然抢我二哥！二哥都没带我打过桂花，凭什么带你一起玩？你是坏人！林淑妍蹙眉，大步跨过去，把圆圆护在身后。莫在我这里撒泼，要吵回你自己院子吵。你欺负我！你为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欺负我！你是个坏哥哥，我讨厌你！方才婢女告诉他，他还不信，没想到二哥真的被圆圆给骗走了。你是扫把星，是灾星！你一来，我爹爹就受伤了。你还用妖法骗走我二哥，你还叫他团团哥哥，是要跟他凑团团圆圆好兄妹吗？滚！你给我滚出我们家，这是我家！团团圆圆，我怎么没想到呢？瑶瑶姐姐，你真有才华，我跟团团哥哥果然很有缘分，一听就是好兄妹。林书瑶更生气了。我那说的是气话，我跟二哥才是好兄妹，你不过是个外人。我是永定侯府的千金小姐，你什么也不是。他泪眼汪汪地看向林淑妍，仿佛在等他的肯定。外人？你不过也是母亲抱养的，有什么资格说圆圆是外人？林书瑶瞪大了眼睛。你胡说八道！母亲告诉我，我就是她亲生的。你就是喜欢骗我。母亲只喜欢我，不喜欢你。母亲日日晚上唱歌哄我睡觉，还给我做衣服，你没有，所以你嫉妒我。他们都说你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这话实在太难听了。圆圆走过去揪住林书瑶的衣襟，将她狠狠灌到地上。忘恩负义的话不会有好下场的哦。林书瑶被他吓傻了，圆圆盯着林书瑶的五官道：你明明是早夭的命格，居然还能好端端的长到5岁。我就说舒言哥哥的命格明明好得很，却怎么过得那么惨？原来是有人把他的气运换到了你身上。你现在受到的福气本来是舒言哥哥的，
是舒言哥哥替你承担了劫难，要不是他的八字硬，他早就死掉了。此话一出，镇定如林舒言也不禁大惊失色。圆圆在说什么？什么命格，什么福气？你到底在说什么？我身体一直就很好，跟你说的那个什么命格没关系。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告诉娘亲。那你不信的话，我把命格换回来好了。他并起两指，运出灵气。你果然是妖怪，刚刚那个肯定是妖法。我要回去告诉娘亲，把你赶走。忽然，林舒瑶心口一阵剧痛，眼前一阵晕眩，好痛！随后生生疼晕了过去。林舒瑶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吐着血。瑶瑶别怕，有爹爹在。他还没来得及去找尤静茹，便知道了林舒瑶昏厥的消息。宁氏一时满脸焦急：瑶瑶不是去找你和舒言玩了吗？究竟为什么会晕倒呢？娘亲，那个林舒瑶跟大乌龟有亲缘线，他们是亲父女。宁氏彻底愣住，神情错愕。娘亲，你知道吗？那个林舒瑶，她抢走了团团哥哥的命格。如果我没有换回来，那今天躺在那里的就是团团哥哥了。圆圆的话犹如一道惊雷，狠狠劈在宁氏头上。抢走命格？意思就是说，舒言哥哥受的那些苦，都是替林舒瑶受的。宁氏僵在原地，胸口仿佛刺入了一根生锈的铁钉。此时林立文着急忙慌地走出来。连太医也诊不出瑶瑶心痛吐血的原因，你库房里不是有很多珍稀药材吗？快点拿来给瑶瑶服下。没有。林立文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我说没有，你耳聋了吗？这还是宁氏头一次如此疾言厉色地对他说话。林立文愤怒至极，对抬脚欲走的宁氏道：瑶瑶还生着病呢，你当母亲的不守着她，像话吗？母亲？林舒瑶是你永定侯在外的私生女，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她母亲。侯府大半的仆从都等在林舒瑶院子里，还有不少林立文在外头找来的大夫。宁氏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他们所有人听见。林立文怒火中烧，又急又慌地想要遮掩。夫人疯了，青天白日说胡话，快带她回自己院里去。妾身很正常，是不是胡话，侯爷自己心里清楚。他果断地穿过垂花门，径直离开，只留给林立文一个冷漠的背影。泼妇，吩咐下去，你是禁足半年，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见他。他辛苦瞒了几年的事情，就这么被宁景云说出来了。瑶瑶知道该如何是好，他阴鸷的眼神扫过在场众人。若是我往后听到了关于今日的任何消息，小心你们的脑袋。团团哥哥，你说娘亲禁足会不会很无聊呀？林舒言倒是不觉得关在房里半年很无聊，毕竟他有书看便满足。只是他想知道父亲为何要让母亲禁足。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只知道那个林舒瑶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好不了了。所以他是要死了吗？他现在这样是逆天改命的反噬，因果报应罢了。林舒言不再说话，专心读书。秋闱在即，他不能因为这些事儿分走了心神。宁氏听到林舒言在一门心思勤学苦读，亦是露出来近日里唯一的一抹笑容。你的库房钥匙呢？他记得宁氏的嫁妆里有一颗百年灵芝，偏偏库房钥匙被宁氏藏得严实，他只能过来找他要。侯爷日日想着妾身的库房钥匙做甚？自禁足后，宁氏也不装了，对林立文说话都刻薄了起来。我是要拿去给瑶瑶。芸娘，我觉得这段时日你变了许多，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以前对他唯命是从的宁景云，怎的忽然浑身带刺儿？他对瑶瑶视若己出，这几日却变了性子，都不再过问瑶瑶的身体了。瑶瑶梦里还喊着母亲，长嫂都比你这个母亲尽职得多。宁氏听得烦了，随口敷衍：
那便让长嫂当林书瑶的母亲吧。胡闹！也不知是哪里惹恼了林丽文，她竟然猛地暴喝一声：“这事能乱说的吗？长嫂只是瑶瑶的伯母。”宁氏古怪地瞧了林丽文一眼，妾身不过是随口说说。侯爷这是怎么了？林丽文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过，找补道：“不过是担心瑶瑶罢了。妾身当惯了便宜娘，该关心关心自己的亲儿子了。那些药材我都送去给舒颜吃了，10日之后便是秋闱，妾身还盼着舒颜3元及第呢。”你居然全给舒颜吃了！这个毒妇，女儿都要死了，她心里到底还有没有瑶瑶的位置？妾身自己的东西还做不了主吗？忤逆夫君，对子女不仁，你根本毫无反省，再禁足半年。侯爷哪来的道理？妾身只不过是给儿子补了身体，怎么就犯下了侯爷口中的大错？侯爷权大势大，难道连颗灵芝也买不到吗？林丽文气得发抖。100年灵芝是有，可价值100金。宁氏这里既然有现成的，他还用得着特意花银子买吗？果真不是自己亲生的就不疼，这毒妇当真心如蛇蝎。道长，你不是说换命后可保我女儿10年无恙吗？可我女儿现在已命数无多了。当初林书瑶一出生便呼吸微弱，命不久矣。他万般无奈之下，找到这老道士，让福气深厚的林书颜和林书瑶换了命格。待时机成熟，就让林书颜应了林书瑶的死结，林书瑶便能顺遂一生，长命100岁。老道士一时迷茫，除非是有人把他俩的命格换回来了，不然不可能会出此差错。可我换命术做得极其隐蔽，就算被人发现也没办法换回来啊！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你别在这儿跟我神神叨叨的，我只想知道怎么救我女儿的命，不然我现在就弄死你！老道士急忙道：“再换，侯爷莫急，只要您再给我一份生辰八字跟指尖血，我就可以再替令千金换命。”这是我夫人的，快点把她的命换给我女儿。幸好当初金簪上的毒没要了宁景云的命，这才让他的瑶瑶看见了生还的希望。老道士起坛做法，将竹筒里的血倒进火盆里，就感觉手臂传来一股撕裂般的钻心剧痛。只见老道士的胳膊与肩膀相连处竟生生裂开了一条缝，随后整只胳膊就像被人撕开那般脱落下来，咕噜噜滚到地上。林丽文都看傻了。道长，你这是？侯爷，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身上应该是被某位高人下了禁制，只要我试图动他的命格，就会遭到反噬。若继续做法，咱们都得死。宁锦云一直待在府中，极少出门，哪能遇到什么高人？可老道士的手臂都断了，总不至于为了装模作样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吧？林丽文一咬牙道：“道长能不能再次做法，取我10年寿命，给我女儿延寿？”瑶瑶已经等不及他再找到合适的命格了。林淑妍和宁景云不行没关系，这10年内慢慢找，总能找到的。等林丽文再次骑马回府的时候，已经虚弱到站都站不稳了。管家有些诧异，侯爷这出门一趟，怎么好像老了10岁似的？侯爷，方才靖王妃来府上找夫人，正在同夫人说话呢。靖王妃怎么会突然来找宁景云？林丽文不敢怠慢，加快脚步去了宁氏院子。这不分青红皂白打媳妇儿的永定侯终于回来了，这便是朝中人人称赞的爱妻疼子的好丈夫。听着他这一句阴腔怪调，靖王妃这是来给宁景云撑腰了。方才圆圆找来靖王府，一进门便气喘吁吁的嚷嚷林丽文欺负人。王爷还以为林丽文胆大包天，胆敢欺负他日后的乖侄女，抄起剑就要砍了林丽文的脑袋，跟头牛似的拦都拦不住。
等圆圆歇过气儿了，才说是林丽文打了他娘亲耳光。靖王妃一听就来火了，女子在家中虽以夫为尊，可也不是能任人随意欺凌的。靖王妃立即乘坐马车赶来永定侯府为宁氏出气。本王妃同永定侯夫人亲盖如故，有意结交，却被你府里的几个蠢奴才拦在外头，说夫人在禁足，眼中全是审视。这一问才知道，竟是夫人不肯将嫁妆中的灵芝赠与你，你恼羞成怒，故而处罚。永定侯啊，你何时变得如此窝囊，竟惦记上了自己妻子的嫁妆，也不嫌丢人？你在朝中的美名恐怕都是虚的吧？林丽文本就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靖王妃这番话说的她杀人的心都有了。可偏偏靖王妃是荣国公的嫡长女，身份尊贵，她涨红着脸不敢反驳。下官也是心系女儿，一时情急。她哪敢告诉靖王妃，是因为宁氏当众说出了林书瑶的身世才被禁足的。下官现在就解了夫人的禁足。她紧紧咬着牙关，力气大到半边脸都在发麻。凭什么？凭什么一个低贱卑微的商女能得到靖王妃的青睐？这样下去，她要如何才能休了宁景云呢？那本王妃就先走了，在府中无趣的话，可以来找我，咱们去戏园看戏。宁氏这回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了，忙点头应好。芸娘，我不该打你，你想必委屈坏了吧？不敢有任何怨言，这宁氏真是愈发难缠了。我近些日子为了瑶瑶的事到处奔波，头疼的厉害，要不你给我揉揉？府中大把的奴才不去找，侯爷偏偏来找妾身帮忙按摩。妾身在侯爷眼中只能干这等事儿吗？示弱的话，怎么就被他发散成了这样？林丽文着实恼了。芸娘，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我要管家权。他算是明白了，不管在下人面前有多和善，在侯爷面前有多顺从，在侯府还是没有话语权。他凭什么要因为自己的家世而卑微，不去争抢？胡闹！长嫂管家不是挺好的吗？长兄都不在了，长嫂守寡多年，要我怎么说得出口？长嫂日日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月钱都是从我私库支出的。他把管家权让给我，反而少了很多麻烦。芸娘，你怎变得如此势利了？侯爷若不肯的话，我自己去找母亲。侯爷若不肯的话，我自己去找母亲。他口中的母亲正是林丽文的嫡母，穆国公的亲姐姐。自先侯爷去世后，便专心礼佛，极少过问府中事务。不可，母亲喜静，你去打扰就是不孝。婚后，宁氏多次提出要侍奉婆母，都被林丽文以各种理由拒绝。宁氏见到老夫人的次数屈指可数，瞧着林丽文的这副嘴脸，宁氏当真恶心。其实他大可以碎了林丽文的一盒梨，但舒意和舒颜他没办法带走。总而言之，此事你莫再想了，好好待在府中，做你的闲散夫人不好吗？宁氏不再同他多言。林丽文以为他收了小性子。芸娘，今日看你和王妃娘娘关系如此密切，我替你高兴。说罢故作纠结道：近日我在朝中举步维艰，能否麻烦芸娘在王妃娘娘面前替我美言几句？靖王妃知晓便是靖王知晓，他若能得到靖王的助力，仕途必定更加坦荡。思及此，他准备牺牲色相。芸娘，我们许久未曾同房了。宁氏胃中一阵翻滚，林丽文神情青一阵白一阵，难看的紧，羞恼与愤怒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竟连说一声都没有，马不停蹄离开了院子。因着林丽文没答应宁氏的要求，等到了侯府发月钱的那日，管家去找知夏支银子，知夏却不给了。怎么就不给了呢？知夏姑娘行行好，府里的丫鬟小厮还等着发月钱呢。林叔，麻烦你搞清楚，这些年你在夫人这儿支的银子都是夫人的嫁妆，夫人已经贴补了侯府16年，你还找夫人要，怕是有些说不过去了吧？侯府管家的又不是夫人，你发月钱跟夫人有什么关系？可夫人有钱呐。谁不知道当侯府的奴才是个好差事，
就是因为宁氏大方爱赏赐，这下说不发就不发了，有点过分了吧？啊，夫人有钱就活该当冤大头吗？走走走，别耽误我干活。管家有些气愤，可知夏是夫人身边的管事儿丫鬟，他不能随意责骂，只好憋着气去找了姜氏。姜氏听闻后，便让管家去库房支了钱。哎，你这个月发了多少？我怎么才领到1吊钱？那你比我强多了，我才500钱，太过分了吧？忙活1个月才给这么点儿，可不是吗？以前拿的比这2倍都多呢。哎，我听说夫人跟2位公子院里的还是跟以前一样，怎么咱们的月银就缩减了呢？哎，早知道就去夫人院里干了。我听知夏他们说，夫人院里的丫鬟采衣裳，夫人还给报销呢。哎，小红姐，你去哪儿？这地不扫了吗？还扫什么扫呀？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没把这扫帚扔了都是我心善。切，那你不扫，我也不扫了。大夫人，那些个丫头不懂事，见月钱少了，连活儿都不好好干了，还都嚷嚷着要去二夫人那里。不愿意干活的赶出去不就成了？不就几两银子，有什么好羡慕的？大夫人，您身上穿的料子、戴的首饰都是去年实新的，那宁氏今年都没给您送新的料子来。姜氏神情淡漠，我不在乎这个。这茶怎么一股子霉味儿？以往府里头备的都是明前的好茶，可宁氏这次买的很少，只供他跟2位公子的院落饮用。您说宁氏也未免太过分了，为了同您争管家权，连侯府的开销也不管了。姜氏浅淡的眼里露出一抹轻蔑，他会赚钱，我可学不来。是在说母亲吗？床上的林书瑶悠悠转醒，母亲怎么还不来看我？嘿呦，我的瑶瑶小姐，你病的这段时日是大夫人一直在照顾您，二夫人她来都不曾来过，您还挂念着她干嘛？你骗我，母亲最疼我了，她肯定是有事耽搁了，才没来看我的。姜氏没有说话，只是将一个项圈递给了林书瑶。林书瑶抬起泪水朦胧的眼睛，问他这是什么。丫鬟替姜氏回答道：夫人昨日带那个野丫头去珍宝阁置办首饰，买了几大箱子，大夫人厚着脸皮替您要了一串。林书瑶盯着那项圈看了许久，随后狠狠摔在地上。哼，母亲宁愿带圆圆去逛街，也不来看我，我讨厌她。丫鬟见姜氏表情愉悦，笑道：是啊是啊，这府里对您最好的还是大夫人跟侯爷。圆圆果然是煞星，她一来，母亲就不喜欢我了。被称为煞星的圆圆举着鸡腿打了好几个喷嚏，宁氏轻轻柔柔地用手帕给她擦了擦鼻尖儿。这会儿子，宁氏在浮云楼给圆圆要了烧鸡，让她乖乖待在包间吃东西，自己则带着知夏巡视附近的铺子。我赌今年秋月的解元是吉凶，赌10两银子。那个被称为奇凶的白面书生拱了拱手：哎，不敢当，不敢当。虽这么说，眼里却全是得意。别谦虚，解元非子明兄莫属。子明兄家中有老母亲需要照顾，还能专心学习，完美对上太师出的对子。我看你很有可能3元及第呀。齐子明低眉微笑：哎，这个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哎，你的文学功底可是大家公认的，将来很有可能继承太师的衣钵。说到这儿，其他学生纷纷跟住，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圆圆越听越觉得耳熟。秋闱，团团哥哥不是也要参加这个什么闱吗？那赌赢了是不是能拿到很多钱？我要赌林书言，我要赌林书言。没人搭理他，因为他太矮了，人家瞧不见。圆圆喊得嗓子都哑了，还没有人注意到他。小姑娘顿时就急了，轻轻一跃，跳上桌子。那个，我要赌林书言是第1名。哪里来的小孩子？林书言是谁？这个名字好耳熟，是不是那个京城最年轻的秀才？听见林书言的名字，齐子明眼神暗了暗，表情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林书言。那个奉承齐子明的人说：“他还活着呢，这几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还以为他死了。现在看来是当缩头乌龟，在家里不敢出来。”话音刚落，那个人就突然咬到了舌头，痛得一个机灵。哼，你才是缩头乌龟，我哥哥好好的，这次考试肯定是第1名。小妹妹，且不说林书言已经好些年没去国子监上过学了，课业耽误了不少。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今年才10岁吧，通过秋闱都是问题。我劝你还是读子明兄，别浪费了那么多银票。圆圆扫了齐子明一眼。咦，这个人看起来都不聪明的样子，你们压他是嫌钱多吗？齐子明面色黑沉，围观的学生顿时不服气了。大言不惭，你知道子明兄是谁吗？如今京城畅销的画本《寸草记》就是他写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爱看他的画本，他文采斐然，是此次科举的预定状元。圆圆不懂他在念叨些什么。哼，反正我要读林书言。林书言要是能进秋闱的榜，我当众吃屎。耶，又一个要吃屎的。我为什么要说又呢？好，一言既出，那个马难追，我一定亲自为你。圆圆当场就把娘亲给她的银票全都赌了进去，随后哼着小曲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齐子明眼神阴暗地盯着他的背影。永定侯府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他们说的那个画本叫什么草来着？就是这个《寸草记》，启明注，启明。林书言在研读圣贤书的时候，他坐在旁边静静看，草草一眼瞥到书封上的字后，林书言嘴里的茶顿时全部喷了出来。团团哥哥也看过这个吗？《寸草记》写的是男主幼年愚钝，母亲也为此备受冷落，为了救男主还被冤枉下了狱。后来男主被追杀，跌落悬崖，被世外高人所救，改名换姓后重回官场，所向披靡，争取皇帝的信任，成了朝中最年轻的内阁首辅后，衣锦还乡，为母亲昭雪。家族后悔莫及，下跪请求他回来。男主不为所动，狠狠打了他们的脸。他方才去书局买画本的时候，伙计将这画本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画本虽然还在连载，但却创造了神话，一经问世便被抢售一空，如今京城几乎人人都在看。作者文风娴熟，权谋戏引人入胜，男主全家后悔的桥段看得读者身心舒畅，直呼过瘾。寸草记已然成了他们书局的镇店之宝。圆圆看了几页，感慨道：真好看呐。只是齐子明看起来不像是能写出如此细腻剧情的人。我只是惊讶，原来你也看得懂这个。团团哥哥，圆圆识字，圆圆看得懂。这个是什么字呀？这个字念灰。团团哥哥好像有点奇怪，难道他不喜欢这个画本？圆圆也不再打扰他，让他专心准备秋闱，去其他院里的书房看了。这一看便到了晚间，连墨玉来喊他吃饭都没听见。墨玉喊了几声都未得到回应，连忙跑去找宁氏。夫人，不好了，圆圆小姐出事儿了。出什么事了？奴婢方才去叫圆圆小姐用饭，小姐好似没听见，只用心看书。宁氏心脏砰砰作响，喊她吃饭都不来，可不就是出了大事吗？孩子，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跟娘说，娘都满足你啊。圆圆差点憋得喘不过气。我没有不开心呐。宁氏表情难过的，仿佛她得了不治之症似的。那你为何都不去吃饭了？这个呀，我想把这一页看完再吃饭。娘亲，这个字还有这个怎么读呀？宁氏接过书一看，《寸草记》这个画本宁氏倒是知道，他经营的书局引进了一批，卖得特别好。没想到圆圆也喜欢看，
宁氏心里悬着的大石头瞬间落进肚子里，还以为圆圆真戒掉了食欲，这在永定侯府可比天塌下来还要大的事儿。娘亲呢，正好认识这画本的作者，你要是喜欢，娘亲可以让他给你签名。娘亲也认识那个叫齐子明的，她是你大姐姐的未婚夫婿，江氏同王夫生的独生女林淑颖，同齐子明幼时定下娃娃亲，只是齐子明家道中落，这婚约便搁置了。林淑颖今年已有17，那为什么不退婚呢？她知道自己今日下午为何看齐子明不顺眼了。生死簿里头记载，林淑颖嫁给齐子明后，齐家出不起置办仆从的钱财，家务事儿都堆到了林淑颖身上。侯府的千金小姐在齐家沦落到扫地、喂鸡、喂猪，亲手洗齐家母子的衣物。齐母重病缠身，几乎无法自理，林淑颖便亲自替她换沾了屎尿的衣裤，将煮得稀烂的米糊喂给齐母吃，事事做得体贴细致，偏偏还甘之如饴。齐子明却日日在外头用妻子的嫁妆宴请同窗，过得十分惬意快活。这婚哪有那么好退的？况且那齐子明学富五车，才高8斗，他还跟侯府承诺，此次科举必定考取功名，娶你大姐姐回家呢。考到功名又怎样？好多人有了钱权就变坏。你从哪儿学来的？那大乌龟就不是好东西。宁氏赞同地点了点头。圆圆彻底对画本着了迷，夜里看到子时将第1册看完了，第2日又跑到书局买剩下的，才到门口便听见一阵饱含欣喜的惊呼声。哎，启明呐，我好喜欢看你写的画本，你能不能帮我在书封上题上你的名字？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也要，我也启要，明，我的。好好好。齐子明立即应允，将自己的大名提了上去。其他百姓见状，又是一阵雀跃，皆是要齐子明题字的。嘿，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个每一位读者受伤，我都会伤心的。大招民风较为开放，几位女读者站在楼上，羞怯地将自己的手帕和香囊抛向齐子明。启明先生，接着啊！齐子明接住手帕，轻轻一闻，和煦一笑，又惹来一众女读者的惊呼：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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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对我笑了！圆圆的隔夜饭都差点吐了。这启明如今可真是家喻户晓，炙手可热呢。那个，你们怎么知道这个画本是他写的呀？2个月前，正值《寸草记》新册发行，不少读者都来排队购买。当时齐公子恰巧经过，怀中掉出一叠纸张，读者拾起一瞧，不得了呢，竟是《寸草记》的手稿。那手稿的内容还是未发布成册的新剧情，而且这作者的名字叫启明，这启明中间加个子，不就是齐子明吗？当时齐公子是否认了，但是挡不住读者的热情呢。每回新书发售，都会来书局外替他们题字。嘿嘿，我敢担保，此次科举必定是全大招最为瞩目的一届。圆圆嫌弃般眯着眼睛，就因为他参加了。对呀，齐公子那可是天才，将来可是要和《寸草记》的男主人公一样，入内阁当首辅的。唉，这个店小二要被啪啪啪打脸喽。等百姓们渐渐离去后，齐子明才转身离去。圆圆躲在他不远处隐藏气息，悄悄跟踪，却发现他来到了一家店铺门口。云长衣局。这个我是来还借的衣裳的，麻烦将押金还给我。圆圆捂着嘴偷笑，他居然还要借好看的衣服去给读者题字，写的画本卖得那么好，到他手里分红的钱，难道连件衣裳都买不起吗？圆圆懒得再跟，明日秋闱开始，他还要给团团哥哥鼓劲儿呢。团团哥哥，
你不要紧张，不要怕，圆圆给你找关系。你贿赂主考官了？我不认识主考官，但是我去跟文昌帝君说，让你考试顺利，回回得第一。林淑妍无语。文昌帝君是主持文运功名的神奇不假，可是否真实存在，谁也不知晓。圆圆虽然身怀绝技，非比寻常，但她不太相信圆圆能和传说中的神仙直接对话。那先多谢了啊。怎么感觉你好敷衍的样子？你不相信我吗？林淑妍转头看向门外，大姐姐，淑妍，我得了一根狼毫宣笔送给你，希望你相事顺利。谢谢大姐姐。林淑妍接过，刚想将圆圆介绍给林淑颖，就见这小姑娘呆愣愣地盯着人家看，眼睛都直了。哇，好漂亮的大姐姐，好喜欢。为什么这么好看的姐姐要许给那个油腻怪呢？还要给油腻怪和他的坏娘亲折磨，不公平，真是不公平。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女姐姐嫁进狼窝。原本以为她妹妹只对好吃的感兴趣，没想到看到大姐姐也能看呆。你是圆圆吧？我听叔母说你喜欢甜食，这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要尝尝吗？圆圆迫不及待地从她贴身婢女那儿拿起一块。哇，这也太好吃了吧！大姐姐手艺真好，大姐姐长得也特别好看。林淑颖没想到圆圆的夸赞如此直白，小巧玲珑的耳垂变得通红。大姐姐，那个齐公子齐子明是你的未婚夫吗？我今天上午看见他接了其他女子的手帕和香囊。林淑颖神情微顿，林淑妍则是默默走回了房间。这种话她如今还是不听为妙。圆圆希望能点醒林淑颖。他都跟大姐姐有婚约了，还收其他女子的物件。齐公子有许多书迷，他收取书迷的礼物也是为了感谢他们的喜爱。谢谢圆圆告知我，我并不介怀。圆圆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看来拯救大姐姐的战线要拉得好长好长了。那大姐姐觉得齐公子能考上状元吗？他是否能考上，我都愿意嫁给他。等这次科举结束，他便会来提亲。唉，大姐姐什么都好，就是眼神不行。他暂时放弃了说服林淑颖。果然，宁家名下的许多店铺都关闭了。他这些日子要之下留意着，才知晓宁家已经发不出大部分店铺伙计的月钱了。到现在还有许多拿不到月钱的苦主堵在宁府大门口呢。喂，我们的月钱你是给不给了？就是连这辛辛苦苦的月钱都坑，丧不丧良心呢？喂，你倒是说句话呀！报官报官！宁府饿得饥肠辘辘，那些个白眼狼还是不肯走吗？奴才出不去，送粮食的也进不来。他们已经2日没吃上饭了。我又不是不发，只是暂时资金困难。要不咱们去找大小姐借点儿。要他跟那个不孝女低头，简直痴人说梦。老爷，奴才失言。之前段清如此硬气，看他没了母家的庇佑，在那高不可攀的永定侯府如何生存下去？除非他将钱财拱手奉上，不然他死也不会要。肚子里又传来一连串的咕噜声。把府里的字画花瓶拿去当铺变卖，暂时解了这燃眉之急吧。这么大的宁府，连个通传的人都没有，奴婢就先进来了。宁老爷今日身子可好？歪头堵门的苦主看见永定侯府的马车，自是不敢拦，之下很轻松地带人进来了。哼，是他叫你来的？对，自然是夫人派我来此问候宁老爷。他没猜错，那个不孝女听到宁家出事，便坐不住了。他怎么不亲自过来？派几个奴才过来，就想跟他重归于好，简直太没诚意。宁老爷说笑了，只不过是来搬东西而已，用不着夫人出马。什么？搬什么东西？这墙上的字画，桌上搁的花瓶儿，
还有这紫檀木的桌椅，哪家不是夫人在时购置的？既然夫人已经和宁家断亲，这些物件也该通通还给夫人。这奴婢就是特意带人来搬的。身后的家丁便齐齐出动，涌向了宁家的每处院子。你们要造反呐！没看到外头还有伙计等着发月钱吗？那个不孝女她不知道。夫人当然知晓。宁夫气的胡子都差点竖起来了，真是反了天了。他既然知道，为何不出手帮宁家解决此等窘况呢？眼见着侯府的家丁把他房里的拔步床都搬出来了。够了，你把他喊来，我同他道个歉。那封断亲书我可以当作没写过，我也可以重新把他的名字记上族谱。他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那个不孝女最好识相。夫人来见你，宁老爷是什么达官显贵吗？还有咱们侯爵夫人亲自来见。宁夫震怒，却不敢同他们拼命。麻烦宁老爷接过一下，这太师椅也是我们夫人的。屁股底下的太师椅也被拿走了。宁夫望着空空如也的府邸，顿觉天都塌了。他可是宁景云的父亲呐，父女一场，真就做得那么绝吗？这下他该睡在哪儿呢？老爷，奴才方才偷偷摸摸跟着永定侯府夫人的丫鬟出门，听见她说永定侯夫人要购置一批浮梁国的瓷器。浮梁的瓷器最近在官场很是走俏，供不应求。你说真的？知下亲口说的。宁景云是经商天才，他看中的生意不仅能回本，还能赚不少。宁父思考了许久，这样把司库里的银子跟表小姐的嫁妆全部变卖，再去借些印子钱，我要把那个不孝女的货源尽数买回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等瓷器生意兴起，还怕赚不回来吗？他们宁家马上就要东山再起了。醒醒！小天道，您不是去下界轮回了吗？回来省亲呀。我回来有事的。我二哥参加科举，您能不能给他弄个状元当当呀？那就是这个。说着拿出一张画像展开给文昌帝君看。这是地府的恶鬼吗？什么呀？这是我画的二哥，我画的多好多像呢。这个老头年纪大了，眼神有问题，肯定是这样。那我告诉你他的生辰八字吧。文昌帝君听后沉吟道：好像在哪听到过，对，似乎在他出生之时，我在他的灵台留下过印记。等他得到飞升，便会是下任的婉曲星。这孩子聪慧异常，考取状元只是时间问题。把林淑妍的命格换回来后，圆圆早就看出来他有飞升的潜质。如今听文昌帝君这么说，还是很高兴。当晚就给林淑妍托了梦。团团哥哥，咱慢慢考，不紧张哈。我已经跟文昌帝君打点过了，他说考上状元对你而言只是小问题。林淑妍惊醒过来，揉着额角，她怎么好像梦到圆圆了？难道是想她了？这些日子没有圆圆在身边叽叽喳喳，还挺不习惯。月亮高悬天空，她睡不着，索性起来背书。你说我那个便宜岳父到处在借印子钱？管家把听到的来龙去脉都跟林立文说了。侯爷，要不咱们也借点钱给宁家分一杯羹？林立文却保留意见。宁氏如今同宁家的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兴许是坑宁家也不一定。说是这么说，但他也想去问问宁氏。刚走到门外，便听见了他和知夏在谈话。夫人真的要用假身份借印子钱给老爷吗？父亲先我一步买走了货源，整个大昭的浮梁瓷器生意几乎都被他垄断了，我赚不到大头，分些红利也是好的。林立文转身便走，悄声吩咐管家：你去库房拿5000两银票借给宁家。
收他们每月3分利息。管家立刻照办。林丽文心里美滋滋的，等宁家的瓷器生意做起来，她就能发财了。秋闱结束那日，宁氏早早便准备好要去接林淑妍，便看见了站在门口扭扭捏捏、生着闷气的林书瑶。母亲，这个野丫头吃相如此难看，你也陪得下去？圆圆懒得理她，宁氏则不悦地蹙了眉。你说话若还是这般刻薄，就不必再来找我了。她如今对林书瑶的感情极其复杂，过去5年的母女情分做不得假，可她只要想到林书瑶享用了5年属于舒颜的福运，她就恨得牙痒痒。特别是圆圆告诉她，舒颜将来会过得凄惨又不堪，这一切都是为了替林书瑶应她的死劫。母亲，你是不是被林圆圆这个灾星蛊惑了呀？为什么二哥喜欢她，连你也那么喜欢她？我做错了什么呀？明明她只是你收养的，而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你不是。林书瑶闻言如遭雷击，只有舒逸和舒颜是我亲生的。我生舒颜的时候伤了根本，无法再有孕了。可您之前明明说……我是怕你难过，念你年幼，怕真相会伤及你。我处处为你着想，可你居然口不择言，说我的舒颜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二哥的，我就是生气二哥只喜欢圆圆，不喜欢我可以跟二哥道歉的。母亲，你能不能不要生我的气？宁氏看着他的神情十分复杂，说来也怪我，从前不应该如此惯着你，将你骄纵成了这般。我并不适合当你的母亲，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不要！母亲，你别不要我喜欢母亲的，就算母亲不肯来看望我也舍不得生您的气。瑶瑶不是母亲生的也没关系，瑶瑶不介意，瑶瑶再也不耍小性子了，我会听话的。林书瑶这个人虽然很讨厌，但她对娘亲真是没得说。宁氏心如顽石，撇开了林书瑶的手。林书瑶哭得特别崩溃，满脸都是泪水。弟妹，你怎么能这么对孩子？江氏跟护鸡崽子似的将林书瑶护在身后。瑶瑶莫哭，江氏看上去心疼坏了。弟妹，你从前是很疼瑶瑶的。宁氏心里很是疑惑，长嫂这反应好生奇怪，她待人向来都是淡淡的，激不起任何波澜，这次怎的突然发怒？不管瑶瑶做错了何事，她如今还在病中，你再不高兴也不该对着孩子撒火。瑶瑶连在昏迷中也念着你，这模样倒像是在为自己亲生的女儿鸣不平。宁氏甚至还在第2句话中听出了些许醋意。孩子又怎么啦？只要是做错了事情，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应该受到惩罚。长嫂，那日我和侯爷的争吵，你不会毫不知情吧？林书瑶也是我的养女，她眼里带着试探。况且我如何管教儿女，用不着长嫂来智慧。林书瑶听着那声养女，又一个哆嗦，看上去可怜兮兮的。弟妹，你养育了瑶瑶5年之久呢，不似亲生，胜似亲生呢。你如此不珍惜这份母女之情，又可知世上有人做梦都想同自己的女儿团聚呢。说完却突兀地顿了顿。我有位手帕胶，女儿刚出生便夭折了，她至今还在挂念。宁氏心中的困惑越来越多。长嫂言之有理，那你若是有空，就不如替弟媳教养瑶瑶一二吧。江氏眉间倏而舒展开来，刚要开口，我不要去大伯母那儿，我要和母亲待在一起。耶，大伯母，瑶瑶姐姐只喜欢娘亲，不喜欢你。唉，不过也是啊，我娘亲照顾了瑶瑶姐姐5年呢，她当然跟我娘亲更亲近。江氏垂眼掩去那抹痛色。不管如何，瑶瑶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还请弟妹将瑶瑶和严哥一视同仁。以往宁氏并未察觉，可这心里一旦产生了怀疑，过往种种便破开了一条口子，怪异之处接连显现在他的脑海。
他这长嫂对林书瑶实在是太过疼爱了，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林淑颖亦是冷冷淡淡，关心甚少。就算是疼爱侄女儿，也未免太过了些。一视同仁。圆圆的声音打断了宁氏的思绪。那我娘亲之前忽略淑妍哥哥的时候，大伯母怎么没有出来说要一视同仁呀？难道淑妍哥哥就不是你的侄子吗？姜氏神色不悦，冷冷瞪着圆圆。圆圆的话点醒了宁氏，她忽然有了一个很可怕的猜测。这个猜测让她胆战心惊，不敢深思。母亲，您消气了是不是？瑶瑶今晚可以跟您说。宁氏下意识地低头，却惊觉林书瑶的眉眼像极了长嫂。她打了个寒战，不知不觉就推了林书瑶一把。母亲，您打我！我娘亲怎么打你啦？圆圆翻了个白眼儿。她就是不小心轻轻推了一下，好不好？林书瑶没理她的话。母亲，您之前都不舍得打我的。弟妹，你太过了。瑶瑶，今晚先跟大伯母住，大伯母对你好。不要，我不要，我要母亲。他充耳不闻，带着哭闹不止的林书瑶离开了。宁氏与长嫂相处整整16年，关系一直融洽，这还是长嫂头一回同他产生矛盾。可宁氏如今懒得去计较这些，林书瑶和长嫂的相貌不断地回荡在他的脑海，几乎重叠在了一起。娘亲，娘亲只是在想，你二哥估计要考完了吧？那咱们快去接二哥吧。宁氏点点头，对着跟过来的知夏道：待会儿侯爷下朝回来问起，便说我带着圆圆淑妍去酒楼赏月，明日再回来。用极低的声音吩咐知夏多注意大夫人的动向。知夏神色一凛，忙应承下来。宁氏眼神很坚定，他必须要验证一下方才的猜想。侯府的马车在考场外等了许久，林淑妍还未出来，倒是齐子明被众学子簇拥着走了出来。齐兄，这秋闱也太难了，要咱们创作一首五言八应的诗，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啊。是有些难度。哎，对我们来说有难度，您肯定是文思泉涌吧？齐子明颔首一笑，默认了。哎，对了，你能不能透露一下那个寸草记男主被左邻右舍嘲讽以后是如何反击的吗？话本到这儿就结束了，实在等得我抓心挠肝呢。提前透露不太好，还是等这个新一册发行吧。他可太能装了。宁氏哑然失笑，你怎的不喜欢齐公子？娘亲，那个齐公子看上去穿得光鲜亮丽，其实他的衣服都是租来的，每回穿完还得还回去呢。宁氏有些惊讶，可侯府每月都会补贴他呀。念在齐子明是林淑颖未婚夫婿的面上，侯府每月都会派人送给他10两银子。10两虽然不多，可不至于连件好衣裳也买不起。好不容易考完，咱们去酒楼喝酒庆祝呗。各位都辛苦了，此次我来宴请。每回都要齐兄出钱，兄弟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呵呵，这点小钱不妨事，不妨事。我就知道他不是啥好东西。他母亲重病缠身，每月光喝药都得3两银子，他却日日在外请客，这面子真就如此重要吗？他之前还发现淑颖都会用自己的私房钱补贴齐子明，两人还未成婚，齐子明就用钱如流水。淑颖若是真嫁过去了，这嫁妆都会被他花完吧？这齐子明还真算不得如意郎君。只是淑颖的婚事，他这个当叔母的不好介入。若是齐子明真能3元及第，那便不愁钱财了。他考不上的，他要能考上，我林媛媛3个字倒着写。宁氏捏了捏他的腮帮子，等参加秋闱的学子们都走完了，林淑妍才不疾不徐地出来了。团团哥哥，考试很难吗？我都要等睡着啦。没有，他只是不想和旁人接触，最后一个出来碰不到人挺好。辛苦了，不论结果尽力便好。他带着2个孩子包下了酒楼，
又给他们点了好多爱吃的菜肴。夫人，侯爷知晓您今晚不在府中，早早的便出门应酬了。而大夫人40睡下后不久，换上了一身深色衣裳，从后门悄悄地出了府。奴婢叫人跟在后头，发现侯爷和大夫人一前一后去了京郊的一座道观。带我去道观看看。娘亲，圆圆也要去。圆圆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口，正满脸八卦地看着他。你呀。等到了道观，发现有不少道士在周围巡视，似乎里头有很重要的人。正忖度该如何溜进去时，那些道士便跟中了迷药一般昏睡倒地。娘亲，娘亲，快来！在原本戒备森严的道观如履平地，畅通无阻地来到后院，居然听见了一阵激烈的喘息声。宁氏立即放轻脚步，静静地听了起来。够了，别碰我！林丽文的声音更为失控，压抑着狂喜的颤抖。嫂嫂，你装什么清高呢？当年兄长出征，你还不是耐不住寂寞从了我吗？宁氏瞬间惊恐地捂住了自己的嘴。是你给我下药。那又如何？你不是也很喜欢？我们这样，对不起丽萍啊。林丽萍是林丽文的王兄，江氏的王夫。明明是他对不起我，他知道我喜欢你，喜欢的都要疯了。我甚至可以不跟他抢永定侯的位子，只要他和你退婚，成全我们。可是他装作不知道，他娶了你就应该对你好，而不是常常在外征战，让你独守空房。要不是他把你抢走，父亲怎会逼我娶宁静云？不过幸好你还是成了我的女人。还有我们的女儿瑶瑶，我真的好爱她。真儿，我会尽快把宁静云弄走，我要让你名正言顺成为我的妻子。宁氏再也听不下去，快步走了出去。宁氏吐得很了，仿佛要把胆汁都吐出来，太恶心了。这两个人实在是太恶心了，一个是京城人人称赞的贞洁烈妇，一个是朝中品行端正的永定侯，竟然躲在道观苟合。江氏是林丽文的嫂子呀，他居然和嫂子有了私情，还堂而皇之的把苟合的野种抱回来给他养，这简直有悖人伦呐！想到这里，宁氏又是一阵反胃。他以为林丽文对尤静如一往情深，没想到他心中的挚爱居然是自己的嫂子。宁氏想起有一回去林丽文的书房，宣纸上写满了“秋华若真，人淡如菊，佳人楚楚，皓月徐徐”等诗句。当时他并未多想，如今回忆起来如坠冰窟。长嫂的闺名正是江楚真。林丽文在自己的书房写满了对他的思念，两人甚至在长兄还在世时便有了首尾。长兄在天有灵，岂能安息？现在想来，林书瑶出生之时，正是江楚真前往老家养病的那几个月。圆圆运出一抹灵力送进宁氏的太阳穴，宁氏的反胃顿时缓解了不少。娘亲，就是在原本的轨迹里，你中毒去世后，那个江伯母假死换了个身份，成了大乌龟的续弦。他们还生了好几个孩子，幸福得不得了呢。还有那个林书瑶的嫁妆，都是娘亲的钱。极致的痛苦瞬间席卷了宁氏。他们害死我，害死我的儿子，竟然还过得如此美满。宁氏的面容苍白且憔悴。你早就看出来林书瑶是江楚真的女儿了，是吗？语气无关责怪，只是困惑。圆圆点头。可是圆圆想让娘亲自己发现，不然她怕娘亲舍不得对林书瑶太狠。好孩子，谢谢你，你挽救了我和舒言的一辈子。至于林丽文、江楚真以及他们的孩子，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林书瑶是不知情没错，但他是利益的获得者，踩着他和舒言的尸骨享受一辈子的好处。虽然没错，
但并不无辜。他婉拒了圆圆的搀扶，一步一步，眼神坚定。他发誓要让这对狗男女不得好死。一行人回到侯府之时，林书瑶早早地等在了门口。娘亲，您还在生气吗？瑶瑶可以回来跟你一起睡觉了吗？我不喜欢待在大伯母那儿，她只知道教我读书练字。宁氏面容冰寒，如今长家权在你大伯母那儿，他要把你带走，我能有什么办法？林书瑶眼睛一亮，那是不是我替娘亲把长家权要回来的话，就能回娘亲那里住了？或许吧。今儿是8月15中秋节，永定侯府照理要一家人一起用午膳，可林丽文和姜氏在膳厅等了许久，都不见宁氏和林淑妍的人影。姜氏嘴唇鲜艳饱满，满面桃色，林丽文禁不住看了许久，在桌下轻轻抚弄她的腿。姜氏无动于衷，好似又成了那般不近人情的天仙儿。此时林书瑶忽然走了过来，瑶瑶过来。林丽文也展露出温柔的笑意。宁氏不来也罢，他们一家3口正好中秋团聚。你快把长家权还给我母亲，我母亲才是侯府的主母。姜氏神色一顿，眼神受伤地看着林书瑶。怎么跟大伯母说话？快些道歉！我不要！林书瑶愤愤不平地看着姜氏。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你了，你不让我和母亲在一起，你讨厌死了。外头都说你丈夫都已经死了，还占着侯府的长家权不放，真不害臊，真不害臊。姜氏没想到这种恶毒的言语会从自己亲生的女儿口中说出，原本清冷的眼睛晕出了泪水。闭嘴！她可是你……话到了嘴边，又连忙转了个弯儿。她可是你大伯母！大伯母又不是母亲。爹爹，你最近好奇怪，干嘛一直帮大伯母说话？她又不是你的妻子。林丽文被这句话堵得面色涨红。这话是谁给你教的？最近宁景云肖想上了长家权，肯定是他怂恿瑶瑶来令真儿伤心的。这个毒妇，没人教我，我自己想的。大伯母不是一直逼着我读书写字吗？那大伯母知不知道，这叫鸠占鹊巢？一声脆响在偌大的膳厅回荡。爹爹，你打我！林丽文犹豫地收回手，眼中闪烁着懊恼与心疼。她将自己和真儿的女儿视为掌上明珠，捧在心尖上，从来舍不得打骂。如今却，姜氏也是心疼得要命。你干嘛打孩子？林书瑶怨恨地瞪了林丽文一眼，跑走了。姜氏连忙追着林书瑶跑了上去。林丽文愣愣地看着方才掌掴了林书瑶的手，愤怒与后悔淹没了他。肯定是宁景云那个贱妇带坏了瑶瑶。瑶瑶以往乖巧懂事，从来不会忤逆长辈。宁景云！林丽文咬牙，怒气冲冲走到宁氏屋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你到底教了瑶瑶什么？侯爷，您抓疼妾身了。瑶瑶养在你身边5年，就算不是你的亲生孩子，你也不该如此恶毒地教坏她吧？她居然跑去跟长嫂说，她抢走了你的长家权。长嫂一世清白，竟被如此侮辱。你一介商女，能管好家吗？丝毫没有自知之明。怒火烧光了他的理智，根本没发现宁氏屋内还有其他人在。林丽文猛地僵住，竟看见一位富态的贵夫人正对着他尴尬地笑。林侯爷，林夫人说府里新来了一批胭脂，邀陈父来同享。这人林丽文认识，是户部给事中的夫人。给事中虽只是正七品官员，可也是言官呢。这位夫人又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既然侯爷和夫人有家事要处理，那陈父就先告退了啊。他一下子就溜没影儿了。完了，他和宁氏争吵的事儿，估计当晚就会传遍全京城了。你为何不早说？妾身想说的，可是侯爷没给妾身机会呀。宁氏满脸的委屈难过。至于侯爷说的，瑶瑶最近都和长嫂同吃同睡，妾身昨日更不在府中，又如何教坏瑶瑶呢？
林丽文虽然怀疑宁氏，可终归是没有证据。可他还在生气，自是拉不下脸来同宁氏道歉。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大乌龟干啥不行，甩锅第1名。宁氏方才委屈的神情消失不见，他早就猜到林丽文会迁怒，所以马不停蹄将户部给事中夫人请了过来。林丽文敢把私生女抱给他养，他就敢将这事儿公诸于众。娘亲最聪明，娘亲，方才吃的月饼我还能吃吗？吃多了胃胀，明儿再吃好吗？可是肚子已经好久没吃东西啦，肚肚很孤独，孤独的都要哭了。宁氏拿他没办法，今晚有中秋灯会，带你的肚肚去灯会玩好吗？月饼是真的不能吃了。那我去喊舒言哥哥一起去玩。林舒言专心伏案奋笔疾书，听见圆圆兴冲冲的脚步声后，连忙将纸张收了起来。团团哥哥，咱们一起去逛灯会吧。不去，灯会上人挤人，一点也不好玩。还说我是你妹妹呢，不肯陪妹妹出去玩的哥哥，算什么哥哥呢？去吧。林舒言无语。圆圆好惨，圆圆是没有哥哥陪的小姑娘。去，就知道团团哥哥对圆圆最好了。繁华的京城街道上处处张灯结彩。团团哥哥呢？圆圆有些头疼，她叹了一口气，又折返回去找人。团团哥哥，你要懂事，不要乱跑啊！带小孩真难。明明是你走得太快了，他已经许久不曾出门了，还真有些不习惯。刚刚吃的好吃的太多了，肚肚长大了。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呢？着急的在后边跳来跳去，想要看看里边在干嘛。林舒言看他跳了半天，蹲下让他坐上自己的肩膀，将他举了起来。圆圆坐在他肩上，正好能看清楚。只见齐子明站在灯谜前，表情是一贯的谦卑。他呀，晦气，怎么哪儿都能碰见他呢？齐公子不愧是《寸草记》的作者，已经答对了5道灯谜了，真乃天才呐！这也太厉害了吧！我数了。表里如一，答一字。甜。话音才落，齐公子真是聪慧异常。会是齐齐公子简直就是天才。咦，跟摊主合作，念出早就备好的答案，有什么值得夸赞的？有了。他灵机一动，拍手轻轻一挥，将灯谜的题目全改了。摊主在取下齐子明选中的灯谜时，表情错愕，犹豫着说道：不胜惶恐。齐子明面色顿时垮了下来，原先准备的灯谜中没有这个题目呀，摊主在干什么？这个灯谜太难了吗？齐公子怎的思考了如此久啊？齐子明骑虎难下，本打算湖州一个字。我哥哥会，我哥哥知道。团团哥哥，快说。不胜惶恐，不胜为负，惶恐取害怕之意，即悚，谜底便是懒。答对了。这回给林舒言的掌声比方才的更为激烈。这孩子好生聪明，之前怎么没瞧见过呢？天哪，齐子明不会的他都会。我哥哥是林武。还未等他说出林舒言的身份，林舒言便抬手结结实实地捂住了他的嘴。灯谜摊上所有的灯谜都被林舒言答对了，摊主便把大奖一盏做工精致的锦鲤灯送给了兄妹俩。圆圆有些失望，我还以为可以免费在酒楼吃3天饭呢。有奖品拿就行了，祖宗。林舒言举着他一溜烟跑没影儿了，以后再也不跟圆圆出来玩了。齐子明死死盯着他们2人的背影，面目扭曲且狰狞。林舒言，低贱的商女之子，竟如此轻松就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目光。齐公子，抱歉，
你请我来逛灯会，我来迟了。大昭民风开放，未婚夫妻偶尔约定见面是很正常的事情。疏影，你没带丫鬟出门？你不喜欢我就没带。你不是说了吗？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丫鬟也是娘生爹养的，不应该总要他们伺候。这才是我们齐家未来的好媳妇儿。我本想猜中所有灯谜，将那盏锦梨送给你，没想到被舒颜捷足先登了。疏影，今年中秋没办法送你礼物了。舒颜幼时就很擅长猜灯谜，齐公子没有礼物也没关系的。舒颜这件事上的确比我聪明。林疏影没听出他语气里的酸意，从袖子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荷包给他。我听说齐伯母的病又加重了，你给伯母请个好点的大夫。齐子明面无表情的接过。那我先走了。齐公子本想和他同游灯会，他却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团团哥哥，刚刚是不是超刺激的？他们都在给你鼓掌哎！是挺刺激，他的心差点停掉。逛了许久灯会，他想回去研习国策了。圆圆，你要不要？团团哥哥，快把他拉出来，快！他语气十分焦急，连带着林舒颜也紧张起来，冲过去一把揽住那小少年的腰，将他拖走了。喂，你们敢绑架我？脑袋不要了是吧？年纪虽小，发怒时却很有威严。林舒颜立马就猜出这小少年的身份不一般。你这是让我拉出来个谁？今日心情好，不跟你们一般计较。欲走，圆圆却跟座山似的挡在他身前。那个，你治喘鸣的药带身上了吗？喘鸣是种慢性病，发作时会胸闷、喘息、剧烈咳嗽。这人是神医呀，一眼就看出来他有哮喘症。圆叶在身上到处摸索，片刻后开始沉思。我好像忘在家里了。圆圆静静地看着他，圆叶正欲说话，却猛地感觉呼吸不上来，喘鸣发作了。一股清凉舒畅的气息瞬间从眉心涌向圆叶全身，窒息濒死的感觉也顿时消失。神医呀，妙手回春呐！你偷偷摸摸跑出来玩还不带药，要不是我哥哥及时把你带走，你就会当着灯会所有百姓的面发病。万一有人不小心踩到你，造成事故怎么办？你自己不在乎，可是太后娘娘肯定不会放过那些百姓的。太后二字一出，饶是林舒颜早就做好了准备，也不禁瞪大了眼睛。圆叶更是惊到失语。我母后派你来的。皇上在中秋灯会上发病倒地，太后下令将所有不慎碰到皇上、看到皇上窘迫的百姓全部斩首，祸及全家。大昭上下顿时民怨沸腾，摄政王班师回朝后才平息。幸亏林舒颜及时将圆叶带离了人群，拯救了众多无辜的生命。星星点点的金光落在林舒颜身上，笼罩着一层光晕。林舒颜惊异地蹙眉。团团哥哥收下，这是奖励给你的功德。可方才是你提示我，这些功德应该是你的。圆圆带给了他一个无神论者太多的震惊。圆圆敷衍地摆摆手，他就是发功德的，用不着。喂，你究竟是如何看出朕的身份的？别吵，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没记错的话，在场3个都算小孩吧。你快点回宫。圆叶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胆子这么大的人了，偏偏还不能奈他何。好不容易跑出来，才不要回去，日日待在宫里，看那些奏折都快憋屈死了。偏生那些奏折没一件好玩的，都是些无聊的。陛下，你想不想吃淮南的橘子？陛下，这是今年淮北的苹果，给你送一些过来。民间有那么好玩的灯会，他也想来凑凑热闹。好不容易，圆圆都要嫌弃死圆叶了。咦，这么蠢的皇帝，竟然跟我也有亲缘线。咦，这么蠢的皇帝，竟然跟我也有亲缘线。
你以为那些御前侍卫的眼睛跟耳朵都是摆设吗？你之所以能那么容易跑出来，是有人下令不让他们来。原野脑内猛然五雷轰顶。对啊，我刚在爬墙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树枝，周围巡逻的禁军也毫无反应。喂，别惊讶了，你快点回去吧，再不回去，皇帝的宝座都要换人啦。小皇帝虽然贪玩了些，不过性子单纯，最听摄政皇叔的话。太后并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又想将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便在元夜溜出宫当晚，以太监宫女照顾不周为由，将所有熟悉元夜的人悉数解决掉，又将发病的元夜软禁，找来一个和元夜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当替身。大招的江山社稷就这样落入了太后手中。元夜这下彻底慌了。皇叔出征前要我守好大招的，若是出事儿，定要把我屁股打烂。我现在就回宫。哎，等等，我送你一程。元夜还没听明白圆圆的话，就眼见原本昏暗的街道变成了金碧辉煌的养心殿。他来不及多想，脚底抹油跑进去，只见雍容华贵的年轻太后坐于殿前，底下跪着一大群宫女太监。照顾不周，导致陛下失踪，将这些贱奴斩首示众。这些宫女太监可都是摄政皇叔仔细挑选好送来照顾他的最值得信赖的奴才。母后，儿臣在这儿。原本志在必得的太后突地站起，绝美的容貌上是掩饰不住的错愕。母后，与他们无关，是儿臣觉着殿内乏闷，去了御花园散心。怎么可能？禁军明明亲眼看见元夜溜了出去，他怎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宫？该死！明明在他药中加了加重喘鸣的药材，为何他看来一点事都没有？皇儿无碍便好，但这些贱奴还是要处罚。来人，不准罚！朕说不准罚，谁敢抗旨？太后死死咬着牙关，本以为元夜还真如外表那样软弱可欺，但到底是元彻教出来的。皇儿宫里的奴才如何处置，自然要听皇儿的。多事谋划，毁于一旦。他堂堂太后，竟连几个宫女太监都处置不了。太后心里恨极了，恐怕再待下去会失去仪态，匆匆离开了养心殿。朕学皇叔学得还不错吧？等皇叔回来，你一定要将朕方才的英姿添油加醋，不是润色增彩的告知皇叔。这下皇叔总不至于再打我的手掌心和屁股了吧？上回打的屁股到现在还疼呢。许是受了惊吓，元夜当晚便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水牢里，手筋脚筋皆被挑断，每日只能靠喝水充饥。太后还命人放了一筐无毒的水蛇进水牢，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偏偏要留着他的命，折磨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元夜猛地惊醒过来，大汗淋漓。恍惚间，猛地听见不远处的桌案那边传来窸窸窣窣吃东西的声音，依稀可见桌边有个昏暗的身影，正大口大口地嚼着什么。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咦，谁要吃你？你今晚连澡都没洗，我可不喜欢吃不洗澡的小孩。我洗，不对，我不洗，我这辈子都不洗了。圆圆嫌弃地嗤笑了一声。御膳房做的糕点就是不一样，真好吃。这就当做我送你回来的谢礼好了。哪有自己找上门来要谢礼的？那我去找太后。别！他梦中的太后形象比地狱的恶鬼还要可怕。小神仙，你真厉害。我厉害的还不止瞬间传送呢。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了？元夜愣了愣，闭着眼睛默默地感受。我方才情绪激动时，好像没有喘息过度。明明平日里气到了都会发病的。你的喘鸣我帮你治好了。恩人呐！太医都束手无策的喘鸣，这小神仙居然不知不觉的就治好了。
我可不是白救的哦。袁业非常上道，我现在就封你为太医院院士。我才不要当官，当官还要天天点卯，我可起不来。那个，你认不认识永定侯林立文呐？就那个拍马屁拍得最响的呗。哼，林立文，对不起我娘亲。我想让你在朝堂上给他穿小鞋。什么嘛？袁业觉得没劲儿，他还以为小神仙要他砍了林立文的脑袋呢。放心吧，穿小鞋我最擅长了。等次日上朝时，一群言官不知怎的知晓了袁业失踪，惹得太后动怒的事儿，又是一阵劝谏。袁业听得脑袋都大了。林立文贼眉鼠眼地瞧着袁业的神情，陛下年幼，对外界好奇也是人之常情。官员们翻了个白眼，马屁精又来了。谁料袁业轻飘飘地看了林立文一眼，朕也好奇，为何瞒着自家夫人将外室女抱回府，还为了外室的女儿家暴自己夫人？家暴？林立文一个头两个大，他不过是抓了宁氏的手腕，怎么就成了家暴了？户部给事中的夫人到底是如何传的？怎么连陛下都听说了？他不知道给事中夫人昨儿从侯府离开后，跟自个儿的小姐妹讨论的异常激烈。听说了吗？永定侯和夫人那捧在心尖尖上的姑娘林书瑶，不是夫人亲生的，因为夫人没教好林书瑶，还对夫人发了火。正巧宫中采买的嬷嬷路过，到他嘴里就成了。听说了吗？永定侯用夫人当靶子，日日和外室厮混呐，还把外室生的女儿抱回来，硬要交给夫人养。那夫人不听，就要休了夫人，还打了夫人的巴掌。嬷嬷跟前的小太监又传给别人说，听说了吗？林书瑶身边的嬷嬷，那就是林立文的外室。林立文有一种特殊的癖好，就喜欢风韵犹存的老嬷嬷，还用永定侯夫人当挡箭牌。对，我也听说了。后来那夫人不堪折辱，要同林立文和离，林立文不肯，对夫人拳打脚踢，打得夫人差点丢了半条命。林清，朕尊重你的喜好，宫中还有许多未出家的嬷嬷，若是林清喜欢，朕就给你送到府上去。这要不是在朝堂上，在幼帝面前，林立文当场就骂娘了。这谣言怎能传得如此离谱？劳烦陛下，臣不用。不用不好意思，如今宫中老龄化严重，正好林清喜欢，替朕分担一下也好。靖王再也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林立文的脸色比放了半个月的剩饭还要馊。抱歉，永定侯，本王只是想起了高兴的事情。林立文心里的刀子都要给靖王戳漏风了。臣真没有如此癖好，还请陛下不要再开臣玩笑了。在严肃的朝堂上几次三番解释自己不喜欢老嬷嬷，林立文的脸都要丢光了。叫你爱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吧？臣知错，以后绝不再犯。你自己都认错了，那朕也不好不罚你。幼帝不应该说下不为例吗？罚你停职2天。不行，在家里睡大觉，不用来上朝，未免也太爽了。那就罚你8000两白银，充入国库好了。林立文的牙都要咬碎了。侯府的银两本就不多了，5000给了宁家，这再罚8000两，永定侯府岂不是就剩个空壳子了？谢主隆恩，臣领罪受罚。拖着脚步，好不容易走到宫门口，就见到马车旁神情焦急的管家。侯爷，昨夜里宁家存放浮梁瓷器的仓库起了火，货物通通没救回来，咱们的5000两银票没了。林立文听此噩耗，只觉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他真被赶出门了？是呀，连地契都赔给人家了。夫人，咱们这次是狠狠地出了气。放火的事儿没露出什么把柄吧？仔细着呢。奴婢给了他们一大笔钱，让他们举家连夜离开京城。
就算衙门查到了什么眉目，也追不回来了。宁氏在大理购入浮梁瓷器的事情，是知下收买了宁家的小厮，故意透露给宁父的。当了宁父30多年的女儿，她自然格外清楚他的秉性。又在林立文下朝时，特意与知下说了那番话，原以为林立文不会中招，没成想这人竟如此蠢笨，直接借了5000两银票出去。如今便算是剥了宁老爷的皮，那5000两银票也是收不回来了。永定侯府真真正正成了一具空壳。侯爷自宫门晕倒后，一直卧病在床。只是奴婢听到有人嚼舌根，说夫人您太过无情，不去侯爷床边侍疾，也不肯去看看侯爷。随他们去吧，我如今只是个养了私生女5年，对丈夫失望透顶的可怜女子，心中存了几分气，也是很正常的。娘亲，圆圆兴冲冲地跑进来。娘亲，今天秋闱放榜，咱们快去瞧瞧。你怎么比你二哥还要关心？因为我跟人打赌了呀。那个人说，要是团团哥哥进了秋闱的榜，就当众吃屎。圆圆欢呼雀跃地拉着宁氏和林淑妍去了告示墙。告示墙前围了不少学生，宁氏是侯府夫人，自是不好同他们挤着看榜。林淑妍又是个懒得动的，只有圆圆跟炮弹似的冲进人群，挤到了最前面。那日打赌的几个学生也来了。小妹妹，你还真来了。你确定你哥哥秋闱那日去考场了吗？我在考场门口留意许久，都没看见他，怕不是乡试当日就吓得尿裤子了吧？咦，你那么留意我哥哥，是嫉妒他吗？哼，等会儿秋闱的榜张贴出来，你可不要赔到尿裤子。齐兄说了，这回秋闱很有把握，就算不是解元，也能考个亚元，才不会让我赔钱呢，对吧，齐兄？还是要等榜单出来再说。但眼中的胸有成竹十分明显。圆圆，我是你大姐姐的未婚夫，可以唤你名字吧？不可以。齐子明尴尬地顿了顿。子明知晓你是为了淑妍好，但淑妍毕竟年幼，此次考不上举人，也不用太伤心。回去这个勤学苦读啊，还是有机会考上的啊。齐兄心善，如此为七弟七妹着想。咦，谁要做他的七妹？你跟我大姐姐还没有成婚呢，就以侯府的女婿自居啦？你不要脸，我大姐姐还要呢。你是不是嫉妒我二哥才10岁就能参加秋闱？毕竟你都17了，还是个秀才。齐子明那副谦逊的表情瞬间就塌了。哎，齐兄是大器晚成，毕竟他生活如此艰难，自学成才，还创作出了寸草记，真乃天才。哇，那等他50岁还在考举人，你也说是大器晚成好了。你敢咒齐兄？无事，林兄，小孩子心性，不必跟他计较。等榜张贴出来，我看这个小丫头还怎么哼。圆圆懒得再搭理他。那个之前定下的赌约还作数吧？当然作数啊。那学生根本不带怕的，反正林淑妍不可能考中举人。圆圆哼哼笑起来，心情非常愉悦。马上就要有人给他表演吃粑粑了。老远就瞧见你在这里凑热闹，给你二哥看秋闱结果呢。世子哥哥，圆圆好想你做的小炒肉。上回多谢世子替在下解围。袁以和满头雾水地扫了他一眼。这人谁啊？我见过吗？没想到齐兄还与靖王世子有缘，看来齐兄你入内阁简直易如反掌呐。只是一面之缘。等到晌午，官兵终于将红榜张贴到了告示墙上。解元李承熙，亚元王导，正行林淑妍。林淑妍啊，虽然不是第1名，但是第2名也很棒的好吗？哎，这么厉害的人是我哥哥哎，我哥哥才10岁，比你们都小。那个预定的金科状元，未来的内阁首辅，敢问你的名字
在榜单的哪里呢？哎呀呀，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状元郎的名字呀！刚刚还暗示我二哥考不上举人呢，现在打脸了吧？噗噗噗！齐兄，我们再仔细找找。上头的名字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差点都能背了，也没找到齐子明3个字。不用找了，对不住各位，我其实并未参加此次秋闱。你没考秋闱？可进考场那日我还见着你了呀！唉，这个家母中途突发重病，我便只能弃了乡试。那你先前为何不说？齐兄，你知不知道我投了200两进去，200两呢？对呀，我也赌了100两，进京赶考的盘缠都输进去了，没法回家了。圆圆很不满，齐子明明明就是考了，秋闱9日，他日日都在，如今却要诅咒母亲生病，撒谎骗人挽尊。齐公子，那你既然没考，那放榜之前为什么不说呢？你是看你的好兄弟不知情地吹捧你，很好玩吗？对啊，那你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你中途离场啊？对不起，庄兄，我只是怕你知晓会失望。本想在放榜之后与你说明，没成想你会同这个林小姐起争执。唉，是我的疏忽。至于各位的损失，在下会如数奉还。就知道说大话，你哪有那么多钱还呢？听到齐子明说会还，众学生的脸色才好看了很多。齐兄，这次没考中举人，那也不能怪你，只怪这个天意弄人。不过你3年后再考，肯定能3元及第，光耀门楣。圆圆被这些话酸得发抖，回头却发现先前跟他打赌的学生已经溜出去好几尺远了。喂，你不是说我二哥中了举人你就吃屎吗？那我二哥不仅中了，还是第2名，你应该吃2坨。那学生转过身，神情极其难看。你不会是不想认吧？世子哥哥都在这儿呢，你敢说话不算话吗？我也没见过吃屎，我也想看看是如何吃的。我上哪儿给你找屎来？你是小姑娘，总不能跟我一起上茅房吧？只要你说话算数，这个就很简单，我可以帮你找。他打了个响指，一只正在觅食的野狗忽然冲过来，在那个学生的靴子上拉了2坨散发着热气的粪便。那趁热吃吧。这是狗屎，不算。既然你与圆圆定下了赌约，输了怎能一直耍赖？这实在不是君子所为。靖王世子发话，那学生不敢不听，在原地纠结了整整1炷香的时间，等得黄花菜都凉了，他才不情不愿地趴下来，伸出舌头犹豫地舔向那坨狗屎。哎呦，好恶心！哎呀，太恶心了吧！天哪，真吃呢！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按住他的脑袋往下一摁，滂臭的狗屎粘在了他的脸上。天哪，好臭！我2个时辰都不想吃东西了。那学生爬起来，带着一身屎臭味跑回了家。世子哥哥，我感觉他今年都不会出门了。谁叫他之前嘲讽团团哥哥，还不怕死的跟我打赌，肠子都要悔青了吧？齐兄，事已至此，回家准备3年后的秋闱吧。我的那个银子，各位放心，我会将各位投注进去的银两一一送到府上。世子哥哥，这就叫打肿脸充胖子。袁以恒盯着齐子明的侧脸。记起来了，我先前的确是见过他。他吃饭没银子结账，掌柜的要把他扣下来洗盘子抵债，我帮他结了。2年前的事情了，要不是我记性好，还真就记不起来了。不管他，世子哥哥，我跟他们打赌赢了好多银子，请你去吃好吃的啊。袁以恒很想宰圆圆一顿，可萧齐营中还有事儿，
便只能送圆圆先回侯府马车了。二哥，你好厉害，是第2名哦！嘿，谢谢二哥，让我赢了那么多的银子。宁氏听闻，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的舒颜今年才10岁，居然就中了举人，还是亚元。你是娘的骄傲。林舒颜勾唇浅笑，虽然不是解元，但亚元也很满意了。毕竟在那个不曾改变的将来，他吸食寒食散成瘾，考试中途发作，写的东西句不成句，只勉勉强强入了围。如今这样，他知足了。我儿中了举人，永定侯府连办5日流水宴庆祝，邀诸位宾客前来沾沾喜气。要很多很多的鸡腿。奴婢这就去办。永定侯府上下一时也是喜气盈门，自家的2公子成了大招史上最年轻的举人。仆从们出门都挺直腰杆，春风满面。饶是病榻上的林立文也不禁喜上眉梢。虽是宁景云那个毒妇生的，但好歹也是我林家的血脉，真是我的好儿子啊！又庆幸舒颜和瑶瑶的命格换了回来，舒颜还未来得及应瑶瑶的死结，不然他就失去这个优秀的儿子了。不行，不能让舒颜再跟着宁景云过日子了。那个毒妇会像带坏瑶瑶一样带坏舒颜的。等我养好身子，就让舒颜搬到我院子里，我亲自教导。夫人，奴婢应您的要求，给各位官员夫人发了请帖，可怎么一位夫人也没来呀？那些朝廷命妇向来看不起宁氏的出身，自然没什么人肯赏脸。我倒是不介意，只是这流水宴是给舒颜办的，宾客太少，只怕会委屈了他。娘亲不用担心团团哥哥，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更何况那些不愿意来的马上就要来了。宁氏还未明白圆圆说的话。夫人，靖王妃来了，一同前来的还有郑国公夫人。郑国公为国征战，功勋卓著。天哪，郑国公夫人可是一品诰命夫人，这样的显贵居然也会到咱们府上来参加流水宴。宁氏不胜惶恐，连忙出门相迎。王妃娘娘，国公夫人，请上座。娘娘，你怎么才来呀？鸡腿都要凉了。这便是你说的那位小高人。母亲，圆圆可厉害了。郑国公夫人越看圆圆越喜欢。小高人呐，可否看看老身这命数如何啊？夫人至少能活到120岁呢。郑国公夫人眉开眼笑，小高人嘴真甜，图个吉利也是好的。我明明从来不说假话空话，但总是有人不信。怎的还没来人？难不成要本王妃派禁军去请吗？等了不久，一众宾客就乘着轿辇蜂拥而至。哎，听说了吗？靖王妃和郑国公夫人都到了。是呀，本来不想来的，她一个商女。哎呀，小声点儿，靖王妃和郑国公夫人在呢。向两位显贵行礼后，连个眼神都没分给宁氏。你们赴永定侯夫人的宴，不曾见过主人吗？永定侯夫人是商女，臣妇可不知如何向商女见礼。眼里夹带着轻蔑，还有羞耻，仿佛和宁氏这个低贱的商女同堂用饭，对她而言是巨大的耻辱。都说这侯府2公子是天才少年，只可惜商女之子。他话未说尽，只讽刺地笑出了声。商女之子，商女之子。圆圆一脚将中郎将夫人踹到流水宴旁边的水池里，指着那2岁的小儿笑道：乌龟之子。中郎将夫人出了大丑，十分委屈地要请靖王妃和郑国公夫人替他讨回公道。你和孩子计较什么？还是快些回去把衣裳换了，别在这儿丢人。既然侍郎夫人见识短浅，不如我来告诉夫人，我夫君乃是大昭的侯爵，兵部侍郎区区一介正4品，你不向我行礼，乃是大不敬。以下犯上，罚掌嘴。兵部侍郎夫人神色焦急地看向郑国公夫人，他是疯了吗？我们可是名门望族出身，怎能被这种卑贱的商女处罚？郑国公夫人定会为我们做主。言之有理。
张嘴！话音才落，他身后的嬷嬷冲过去钳住了兵部侍郎夫人的胳膊，啪啪就是2个大耳光。其他夫人都吓傻了，连忙起身向宁氏行礼，忙不迭告罪。老身听闻永定侯夫人同母家断亲，不知可愿认老身做义母，记名镇国公府族谱。快同意呀！我母亲来此就是为了认你做义女。今后宁氏就不再是商女，而是镇国公府义女了，远远出门也多了些底气。臣妇多谢夫人青睐。还叫夫人呐？母亲。我今日不仅多了个家财万贯的女儿，还多了个嘴甜可爱的外孙女儿，还有2个外孙，一个是大昭最年轻的举人，一个是少年英才。这福气旁人真是求也求不来呢。宁氏彻底同宁家撇清关系时，宁老爷却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永定侯府门前。哪来的乞丐？你讨饭来晚了，快滚，别叨扰了贵客。宁老爷心中无名火起，他身上没银子，又拉不下面子向人乞讨，独自生闷气，在破庙等了整整1天1夜，也不见宁氏喊8抬大轿来请他，只好自个儿找了上来。那不孝女有闲心替儿子庆祝，就没时间接我回永定侯府赡养。我不走，我就等着他来接我。我这回可是拿足了诚意，宁景云若还是端着，我就再也不认这个不孝女了。放你娘的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穷酸样，撒什么癔症呢？我还是你爹呢！再不滚，我放狗咬人了啊！狗奴才，我是宁家的老爷宁鸿儒。你眼瞎了吗？快点儿把宁景云给我叫出来，他爹都要饿死了，他是要忤逆不孝吗？你敢直呼夫人名讳？小厮一脚踢中老爷的心口，晕头转向，爬都爬不起来。门口怎么吵吵嚷嚷的？仔细吵到了各位夫人。知夏姐姐，我在训人呢。这乞丐不怕死的，说是夫人的爹。知夏仔细瞧了瞧那团乌漆抹黑的东西，越瞧越眼熟，还真是夫人的便宜爹啊！那我刚刚打了夫人的爹，是不是完了？他早就同夫人断亲了，你怎么不去找你的乖侄女尤静茹，反倒上咱们侯府打秋风来了？让宁景云出来见我，他以为自己嫁给了永定侯就能抛弃母家了吗？你算个什么东西？自己亲手写的断亲书，不说就可以当不存在了是吧？你给我听好了，夫人如今已认了镇国公夫人为义母，夫人的母家是镇国公府，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来攀亲的。穷酸破了户，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一道惊雷猛地劈在宁老爷头上，劈得他整个人恍惚迷茫起来。你在说什么？他宁景云的母亲死了，就埋在宁家祖坟，怎么就成了镇国公夫人了？他背叛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不孝呢。宁夫人去世时，你还说夫人没资格替他守孝，怎么老了糊涂了？自己说的忘了？宁老爷做事就要往里冲，小厮赶紧拦住他，在知夏的授意下，对他拳打脚踢，打得宁老爷吐出好几口心头血。宏伟的大门在他眼前关上，宁老爷是头一次意识到他失去了这个女儿。为什么呀？我之前明明找算命的道士说过，只有跟宁家没有亲缘关系的孩子，才会给宁家带来富贵呀。我一直把尤静茹视作心头肉，期盼她会让宁家更上一层楼。可此次宁家遭难，他却投奔尤静茹，却让尤静茹的丫鬟赶了出来。景云，爹来看你了。是爹呀，你出来见见爹好不好？爹要饿死了。景云啊。姑娘，怎么又是他？真晦气。茹儿，你是不是良心发现来接我了？
舅舅就知道只有你对舅舅最好。你谁呀？我是来赴锦云表姐的流水宴的，别挡道。他让雇来的几个打手将宁老爷拖走，头也不回地进了永定侯府。打手面面相觑，伸手去探他的鼻息，猛地打了个哆嗦。宁老爷居然没气了，这是被活活气死了吗？死不瞑目，可真够瘆人的。几个打手一合计，用草席子将他囫囵一卷，扔到了后山的乱葬岗。宁景云居然会给我发请帖，真是没想到呀。不过我也许久未见到琳琅了，大夫说孩子最多只能再保2个月，我必须要让琳琅见见我们的孩子。刚踏进前厅，便得到了不少鄙夷的眼神。这不是崔家的下堂妇吗？听说她同平头猪胎暗结，看那肚子估计也有3、4个月了，还有点来侯府。尤静茹心里恨得牙痒痒，面上却带着温婉的笑。表姐，宁氏微微颔首，让她坐到自己身后。尤静茹入座后，左顾右盼都没瞧见林丽文的身影，等得有些急躁。表姐，我肚子不舒服。茅房在侯府东南角，东北角是侯爷住的院子，你莫要走错，小心冒犯了侯爷。尤静茹正愁找不到林丽文的院子呢，欢欢喜喜地离场了。尤静茹慢吞吞走在永定侯府后院的石子路上，偏偏后院又大极了。她绕过几座假山，才发现自己走错路了。正着急呢，就瞧见墨玉带着几个丫鬟走了过来。你们几个把晒干的衣裳送到侯爷院子里去。尤静茹心下一喜，带路的来了。在月洞门后等了半晌，她欢呼雀跃的刚要现身与林丽文相见，却瞧见林丽文鬼鬼祟祟地从后门溜了出去。她带着疑惑偷偷跟了上去。随着林丽文来到江氏的静兰院外，里头立刻传来了窸窣声。青天白日的，仔细被人发现。不是你传信说想见我吗？宁氏那个贱妇在前厅接待宾客，府里的仆从都忙着呢，不会被人发现的。嫂嫂，我好想你。尤静茹猛地瞪圆了眼睛，盯着那扇紧闭的门。琳琅这几日不肯与我相见，竟是在同寡嫂厮混。琳琅啊琳琅，我辛辛苦苦怀着你的孩子，做梦都想着你来见我，你却沉迷温柔乡。难道昔日的柔情蜜意竟是诓骗我的吗？听着里头传来暧昧的声响，尤静茹死死咬下唇。你不去找你的妻子，还有你怀着孩子的外甥，总是来找我做甚？又吃醋了？说了我对尤氏只是玩玩罢了，他若是生个儿子便罢，生个女儿的话我就把他送走。只有你给我生的瑶瑶才是我唯一的掌上明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真儿。尤静茹如遭雷击，差点瘫倒。真儿。有一回他同林丽文做完那事儿，林丽文迷迷糊糊抱着他喊真儿，他小名叫珍珠，他以为是对他的爱称，却没想到他脑子里时时刻刻想的都是自己的寡嫂。琳琅肯定是被这个死了丈夫空虚寂寞的寡妇迷惑了，她心里一定还有我的位置，不然怎么会在上一世他自尽之后对他念念不忘，还为他设计害死宁氏和那2个野种呢？尤静茹满心都是对僵尸的恨。不要脸的贱人，抢走我的琳琅，我绝不会让你好过的。他撑着一口气，拿出随身携带的火折子，点燃以后扔到了墙角。火势很快蔓延开来，里头激战的2个人根本毫无察觉。尤静茹见差不多了，才扯着嗓子喊道：走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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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走水了？走水了，侯爷和大夫人被困在静兰院中，已经派人提水救火了。表小姐昏倒在月洞门旁的草丛里，奴婢趁没人发现，把她送到偏院去了。没想到尤静茹带给她的惊喜那么大，她请舒言模仿长嫂的笔记送给林丽文，林丽文竟如此轻易上当。宁氏走得飞快，神色急躁，内心则快要笑出声了。靖王妃将正欲一同上前的镇国公夫人赶紧拦下：母亲，还是我去看看吧，您就安心在这儿等。
那咱们姐妹几个跟着去看看。哎，对，咱们去看看，快走吧。家丁们进进出出，提水浇火。宁氏望着熊熊燃烧的静兰院，身形摇摇欲坠。这是我长嫂的住处，嫂嫂还困在里头没出来呢。她哭着就要往里冲，被靖王妃死死擒住。你不想活了？那么大的火！嫂嫂与我情同姐妹，对我颇为照拂，我怎能看她在我眼前殒命？我要去救长嫂！靖王妃和众夫人动容不已。宁夫人竟如此挂念长嫂，可不是呢，就算是亲姐妹，也很少有这样拼了自己的命也要去救人的。这宁氏和姜氏真乃大赵妯娌间的楷模呀！火灭了，没事了，夫人，火灭了。小厮踹开焦黑的房门，将林丽文和姜氏救了出来。宁氏见到二人，庆幸的神情凝滞在了脸上。靖王妃和朱夫人也僵住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圆圆大声喊道：爹爹和大伯母怎么没有穿衣服呀？爹爹羞羞，大伯母羞羞，你们两个都羞羞。宁氏故作坚强地挡住林丽文和姜氏。娘娘，各位夫人，是侯府招待不周，长嫂的住处起了火，侯爷定是为了救长嫂，这才将自己和长嫂脱光，想必是为了把衣物打湿，隔绝烈火吧。让各位看了笑话，此事是侯府理亏，改日必定奉上薄礼赔罪。哎呀，这宁夫人也太单纯了吧？可不是嘛，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咋回事吧？自己的夫君跟长嫂都一丝不挂了，他还给二人遮遮掩掩。哎呀，众夫人一脸心知肚明又颇为同情的样子，离开了侯府。靖王妃看向姜氏和林丽文的眼神，有嫌弃也有惋惜。天哪，这还是我认识的姜氏吗？他居然跟自己的小叔子，而且这小叔子还是林丽文。这为国捐躯的林将军，怕是黄泉路上都无法安息呢。他叹息着拍了拍宁氏的肩膀，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帮你的。宁氏感激的应声。等外人都离开后，宁氏才雷厉风行地吩咐几个值得信赖的丫鬟，将呛晕过去的两人送到别院。把大夫找来，再将方才发生的事儿如数告知老夫人，请老夫人来决断。侯府众人忙里忙外，圆圆看完了热闹，无所事事。她在府里到处溜达，恰好在后门瞧见了刚回来的林疏影和齐子明。永定侯夫人此举未免太过铺张浪费，若是将筹办流水宴的银两捐赠给江南水患的灾民，该多好。如今满京城都在讨论这个10岁中亚元的天才，他在秋闱中赐子珠玉，文章一气呵成，却连个榜都没进，跑去找阅卷的大人，却说他的文字空洞。这世上没人懂我的文字，唉。想到此，他做出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情。江南饿殍遍野，可侯府却广邀诸人浪费粮食，无心甚寒，无心甚寒呐！油腻怪又在这里装腔作势。他刚想现身骂齐子明一顿，就听林疏影说：“叔母也是替淑妍高兴，况且此次江南水患，叔母以侯府的名义捐赠了500两银子作为赈灾款。半年前西北旱灾，叔母还送了1担粮食过去呢。倒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齐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误会叔母，她是顶好的人。顶好的人，大姐姐看谁都是顶好的人，也不知道大伯母那样的人是怎么把大姐姐养成这种天真小白兔的。对了，齐公子，昨日我去看望伯母，她说你同人打赌欠了不少银子，这些银子你先拿去填补空缺。唉，我明明不让母亲告诉你，疏影，我不愿让你家人以为我是靠未婚妻生存的男人。圆圆再也听不下去。大姐姐，就是大伯母住的地方刚刚着火了，大伯母刚被救出来，你快点去看看大伯母吧。林疏影猛地收回手，心急如焚地跑去了静兰院。圆圆看着齐子明垮掉的表情，有点小得意。叫你端着不收，现在想收也没啦。齐子明用眼神杀了圆圆无数次，最后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人。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用身上仅剩的银子找到了一个被官府除名的刽子手。我要你杀了永定侯府那个被收养的小孩，他约莫3岁，是个胖子，左眼尾有颗赤色的泪痣。谁在骂我吗？侯府的小姐我可不敢杀。她只是个养女，我是侯府未来的姑爷，你尽管去做。刽子手掂量掂量手里的碎银子，同意了这桩买卖。林立文是被水浇醒的，谁敢泼本侯爷？还未完全清醒，一个耳光就劈头盖脸地落在他脸上。是老身叫人泼的。听见这声音，林立文猛地睁圆了眼睛。母亲，什么事把您都惊动了？老夫人拜青灯古佛多年，周身围绕着淡淡的檀香，看似不悲不喜，但林立文其实很怕她。在他眼里，他始终都是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妾生庶子。自从长兄死后，他在老夫人面前有了些底气，毕竟侯府就他这一个儿子，以后还得靠他养老。老身的二儿子和大儿媳衣衫不整抱在一块儿，被人救出火场，当然要来关心关心了。老夫人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打在林立文头顶。是了，方才他跟真儿待在一处，忽然闻到烟味儿，房梁熊熊燃烧起来，他立马将真儿护在怀里，呛晕了过去。后来发生的事他完全不知道。老夫人看着林立文这满头雾水的神情，抬手又是一个耳光扇了过去。老身的好儿子啊，让永定侯府出名了，不少赶来赴宴的宾客，包括靖王妃，都饱了眼福，看了场叔嫂的好戏呀。他都不敢想象，当时他和真儿是以何种姿态呈现在外人面前的。是你将宾客带到后院来的？宁氏为何会任由他们进入后院？此事若是传出去，他和真儿的清誉就全毁了。妾身也未想到，侯爷竟和嫂嫂同处一屋呀！妾身与侯府同心同德，侯爷如此责怪，真叫妾身心寒。你就知道耍嘴皮子！够了，莫将过错甩给你的妻子，她做得很好，及时向其他人解释清楚缘由，请求众宾客瞒住此事。被你和江氏伤透了心，仍旧忙前忙后替你收拾烂摊子，正妻做到如此地步，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到如今你还责难于他，实在太过了。宁氏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失声痛哭。孩子，你受委屈了。说实话，宁氏进门前，因着他的出身，他对宁氏是有些不看好的，也不认为他能管好永定侯府偌大的宅院。所以长子去世后，他并没有出面让江氏将管家权交给宁氏。没成想遇到这种事儿，宁氏还能镇定自若，将此事处理得迅速又无可挑剔。他先前倒是小看了这女子。听着宁氏小声的啜泣，林立文知道是自己冤枉了他，心中难免愧疚。可一想到真儿，便连忙跪下去向老夫人解释：母亲，我和长嫂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只是今日瑶瑶住在长嫂院中，我去静兰院询问瑶瑶的近况，走水时我为保护长嫂才将外衣脱下。我同长嫂实在是清白的不能再清白了啊！老夫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神色平静，看不出反应如何。林立文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芸娘，我同长嫂一直恪守本分，这你是知道的，我怎可能与长嫂有私情呢？我只有你这一个妻子，从未沾过其他女色，麻烦你替我向母亲解释解释。侯爷，不是妾身不愿信你，只是侯爷和嫂嫂脱光了衣服抱在一块儿，实在不能让人不多想。没有私情，都说了，这只是权宜之计。莫吵了，不管是否事出有因，你长嫂的清誉也毁了，与小叔子苟合，理应沉塘。不，母亲，此事儿与长嫂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早就晕过去了，不知我脱下了她烧起来的外衣。母亲，要罚就罚我吧。老夫人气势沉稳，用那双清明的眼睛望着林立文。那便罚加罚50。芸娘，你来行家法。
芸娘，你来行家法。林丽文闻言倒是肉眼可见地松了一口气，只要能救他心爱的女人，500家法又有何惧？芸娘，你别听母亲的吧，不用对我手下留情。宁氏犹犹豫豫地抽在林丽文背上，重点儿。这正如了宁氏的意，他用尽吃奶的力气抽了一遍，疼得林丽文当场去世。宁氏的力气怎么变得如此大了？宁氏将得知林丽文在金簪里下毒开始到今日所受的闷气尽数发泄在林丽文背上，越抽越爽快，眼里还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只把林丽文抽得血肉模糊，老夫人都看呆了。这比专门执行家法还要狠得多呀！宁氏一口气抽了60多鞭，林丽文额角全是腾出来的冷汗。还没好吗？在旁边观瞻的老夫人这才清了清嗓子。好了。宁氏收了收手，揉了揉酸痛的手腕。啊，爽是爽了，就是太费劲儿了。看来以后要多加锻炼，强身健体。侯爷，妾身是不是下手太重了？不怪你，我知你流了力，谢谢你，芸娘。宁氏是用了全部的力气打的，这男人嘴是真够硬。林丽文的后背已经失去知觉，生生疼晕了过去。若不是先侯爷只剩下他这一个子嗣，他是真不想那么轻易就放过这个勾引长嫂的畜生。想到还有一个人没有处置，板着脸去了祠堂。娘亲，是你把大乌龟打成这样的吗？宁氏趁林丽文昏迷出了口畅快的气。是啊，一口气打了他60多鞭，真是舒坦。太漂亮了，就是要这样才够解气嘛。看大乌龟以后还敢不敢对娘亲大呼小叫。看林丽文趴在床上，远远还凑过去戳了戳他的伤口，痛得他在昏迷中都倒抽一口凉气。还是要多谢老夫人给我这个机会。大乌龟的娘亲比大乌龟懂事多了哎。此时知夏轻手轻脚的进来了。夫人，表小姐醒了。你怀孕了，孩子是谁的？圆圆学宁氏板着小脸说。对，快说。表姐，孩子还在吗？宁氏默认。尤静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不回答宁氏的问题。我在昏迷时听见侯府走水了，没出事吧？无人伤亡。幸好幸亏叫得及时，琳琅无碍便好。侯爷和长嫂一同被救出来，被人传谣说有奸情，侯爷因此收了50大板的家法。都怪那个耐不住寂寞、死皮不要脸的寡妇诱惑琳琅，害得琳琅因他而受罪。我绝对不会让那个寡妇好过的。随即尤静茹看向了宁氏，先前她恨宁氏这个表姐抢走了她正妻的位子，现在不过是跟她一样被丈夫冷落的可怜人罢了。我倒是先可以同宁景云一起对付那个寡妇，等斗倒她了再来逼走宁景云也不迟。表姐，你真的相信侯爷和他的嫂子有首尾吗？宁氏观察她细微的表情。我自然相信我的丈夫不会背叛我。表姐，其实方才我找茅房时无意经过金兰院，听到了侯爷和大夫人的声音。侯爷说你待妻如珠如宝的女儿是他和大夫人的私生女。不可能，瑶瑶怎么可能是侯爷和长嫂生的？你骗我！表姐，咱们姐妹同心，你不如让我进侯府当侯爷的妾室，我可以替你对付那个贱寡妇。你想当妾？尤静茹向来自视清高，年轻时就说过宁做糟糠妻，不做富贵妾。我为了表姐什么都能做。你有心了，那我的提议，侯爷每月15都会去京郊道观去全家人祈福，这也是他同江氏私会的时日。尤静茹立马便有了打算。每月15，有了。江氏清醒后，老夫人不准人给她披上衣裳，叫她光着身子跪在王夫灵位前反省。你可知错？儿媳在侯府守寡这几年，一直恪守本分，安分守己，不知有何错？春和，既然她不肯承认，那就让她死个明白。春和嬷嬷是老夫人的陪嫁丫鬟，亲眼看着林丽萍长大的。她将一张纸甩在江氏面前。5年前，你前往老家养胎生产，宅子里伺候的仆从都是侯爷精挑细选的。接生婆助你生下林书瑶后，就被你和侯爷灭了口。
可你不知，接生婆还有一个女儿，亲口将你和侯爷是如何以寻常夫妻相处的琐事儿写了下来，这些还不够你承认的吗？姜氏面色瞬间煞白如纸，是他冤枉我，我回老家只是养病。贱蹄子，你怀林书瑶那个孽种的时候，大公子还没死呢。大公子在外替国征战，九死一生，你却对他的庶弟张腿求欢，不要脸的骚狐狸，丧良心的狗东西！姜氏被骂得抬不起头，眼眶赤红，却不肯掉泪。春和嬷嬷扯着他的头发，将他按在林丽萍的牌位前。骚浪贱货，你每回同他的庶弟欢好，大公子都看着你呢，你就不怕他来索命？你装清高倒是一把好手，当年大公子离世，姜家要把你接回去改嫁，你死活不肯，去撞墙，说对大公子至死不渝，还装模作样的说要同大公子殉情。你说这话的时候不觉得臊得慌吗？一边对大公子情深不寿，一边又同他的庶弟颠鸾倒凤。姜家书香门第，竟除了你这么个学尽了勾栏技巧的女儿，你要去了青楼，头牌非你莫属。要不是侯府脸面重要，我真想扒光你的衣服，让京城百姓看看，他们口口称赞的贞洁烈妇，竟是如今这般的浪荡模样。春和嬷嬷犹不解恨，若不是那妾生子如今是永定侯，是侯府的顶梁柱，他定要把这对奸夫淫妇带去丽萍公子的墓碑前谢罪。他的话像几个巴掌狠狠抽在了姜氏脸上。他要索命，就尽管来索呀，我怕他林丽萍吗？他一心只有他的军功，他的战功，可曾记得他家中还有个苦苦等候的妻子啊？他对男女之情有了初步的认知时，便对林丽萍心生爱慕，做梦都想嫁给他。成婚后，林丽萍的确待他很好，可成婚不过半个月，他便要出征。1年到头，他能见到林丽萍的日子加起来不过10日，甚至连疏影出生的时候，他都在战场没回来。他嫁进侯府5、6年，觉得静兰院好空好大，梦里还会梦到林丽萍在战场上被敌人乱箭射死而惊醒，实在是太累了。你偷人还有理了是吧？当初大公子去你家提亲前早就说清了，说他军务繁忙，婚后不能时常陪你，是你说的不介意的啊。咱们永定侯府是绑着你逼着你嫁进来的吗？你和侯爷无媒苟合，倒成了无奈之举。姜楚真，我和老夫人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那么厚，那么能装呢？当初的确是林丽文强迫于他，但他到后边也是情难自抑。林丽萍的死讯传来后，他痛苦又高兴。痛苦的是，他和疏影在永定侯府生存会更为艰难；高兴的是，他不用再为林丽萍迟迟不回家而心惊胆战。只是他一个守寡的女儿，必定会被娘家嫌弃，又不甘心嫁给人当续弦，想要留在永定侯府，只能依附林丽文。春和嬷嬷看着他这副委屈又可怜的模样，气得脑壳发晕，拿过长鞭，一鞭鞭抽在姜氏雪白细腻的皮肉上。我叫你偷人，我叫你敢背叛大公子！方才他在祠堂急得团团转，只恨不能帮宁氏一起上去抽林丽文这个白眼狼几鞭子。春和嬷嬷住了手，将姜氏扔到老夫人面前。我真恨不得杀了你！他语气里包含的恨意和怨气，令姜氏打了个寒战。他知道老夫人是真有本事杀了他。姜楚真，我朝2品诰命夫人，你如今的地位是丽萍用自己的命给你挣来的。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品级，什么地位。那我便夺了你的管家权，交给芸娘，让你轻而易举的死了，我可不解气。春和，把亲家公请来，看看他一直视为骄傲的好女儿的真面目。不行，母亲不能告诉我父亲呢。他父亲是太师，一直被人夸赞教出了一个忠贞无二的好女儿，父亲也是他最稳固的靠山。若是被父亲知晓，他就完了。你也知道自己不光彩啊，
既然敢做就不敢当吗？现在害怕，晚了。说罢，再也不理会姜氏的诉求，果断离开。姜氏绝望地趴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呜咽。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祖母为何要罚您？他们说您和叔父……住嘴！长辈的事也是你能议论的吗？他看着林疏影，心里那个恨呐！你若是男孩，该有多好！宁氏不仅有2个儿子当靠山，二儿子还如此出息。我当初生下的若是男孩，又怎会被侯府欺凌至此？母亲，姜氏的意识逐渐涣散，瑶瑶，最后昏死在林疏影怀里。老夫人刚出祠堂，就看见林书瑶。祖母，瑶瑶好想您，你终于出来走动啦！祖母，你能不能让母亲接我回去呀？我不想待在大伯母院子里了。老夫人平日里也很疼林书瑶，林书瑶有时会去佛堂看她，此时却撇开她的手，神色难看。把二姑娘送到庄子里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回侯府。林书瑶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大吵大闹。我不去庄子，我要待在侯府。祖母你讨厌！住口！多余的孽种！林书瑶愣住了，不明白祖母为何这么骂她。不过短短1个月，为何身边的人事物都变了？她不是永定侯府千疼万宠的二姑娘吗？为何如今人人都在嫌弃她？老夫人真要将管家权交于我？宁氏接过侯府库房钥匙，眼里满是惊喜。夫人堪当此重任，帮我多谢老夫人。既然长嫂已经被老夫人禁足，那就吩咐下去，每日只准送她1碗清水和白米饭，好好吊着她的命。林丽文和江楚真皆受了一身伤，侯府的管家权如此轻松便落在了手里，宁氏心中爽快极了。这一开心，又买了3幢宅子，记在他3个孩子名下。夫人，有贵客来了。宁氏快步走向前厅，发现重伤的林丽文和被禁足的姜氏都出来了。此刻正埋首跪在地上，最前方站着个贵气十足的小少年。宁氏心中一惊，连忙跪到林丽文身旁。这定然就是幼弟元烨了，只不过陛下为何莅临永定侯府？林清，朕不过是玩玩，你那么紧张干嘛？快平身。谢主隆恩。林清受伤了，不过是小伤，陛下如此牵挂于臣，还来看望微臣的伤势，微臣真是感激不尽。啥呀？朕就是随口说说，你还当真了？受伤了就找太医，朕又不会瞧病。陛下真是乐衷于找微臣乐子。元烨兴奋地到处张望，没找到自己要找的人后，靠近宁氏问：林夫人，你女儿呢？陛下找圆圆做什么？不会是看上了她，要带回宫里当妃子吧？虽然我圆圆长得是天生丽质单纯可爱，可圆圆还小啊，那非是万万使不得的呀。陛下，臣父侄女被婆母送到乡下的庄子里去了，如今不在侯府。他听闻老夫人将瑶瑶送走后，急得差点呕血。可惜他被禁足，不能出门找老夫人求情。此次幼弟莅临侯府，他才得以重获自由。虽不知瑶瑶和陛下有何渊源，但我一定要趁此机会将瑶瑶救回来，亲自教导。啊！小神仙昨晚还偷跑到养心殿吃糕点了呢，今日就被送到乡下了。永定侯府怎么能这么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岂有此理！他这一声吓得侯府众人一哆嗦，还不快将人接回来！陛下明鉴。刚想喊人，马不停蹄将林书瑶接回来。娘亲，你们怎么都站在门口呀？我就买了根糖葫芦，你们就想我了吗？还不等宁氏开口，林丽文就喝道：陛下面前不准放肆！这丫头真是越无法无天了，见到陛下都不跪，是要让整个侯府给她陪葬吗？陛下，这孩子是界内自作主张收养的，跟侯府并无关系。圆圆这才注意到元烨的存在，众目睽睽之下绕着他走了2圈，将糖葫芦塞到元烨嘴里。林丽文看见，差点当场去世。他这是袭君啊，脑袋还要不要了？
他颤颤巍巍地等着圆叶发火，没想到圆叶接过糖葫芦，津津有味地舔了起来。我说话算话，好吃吧？昨晚圆叶又怀念起了上次吃的糖葫芦的味道。圆圆答应说在去宫里的时候带一串，没想到他自己找上门了。好兄弟一辈子。谁跟你是好兄弟啦？我是女孩子。林丽文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见圆圆打了一下圆叶的手背，快要吓死了。大胆！光明正大的欺君，永定侯府完了。林青，你能不要老是打扰朕吗？很烦的。林青，你能不要老是打扰朕吗？很烦的。还有，你刚刚为何说圆圆被送到乡下去了？欺君吗？陛下，臣妇说的是另一位侄女，让陛下误会了，臣妇知错。原本宁氏的女儿便只有瑶瑶一个，圆圆一个粗鄙不堪的野丫头，凭什么能得陛下青睐？姜氏死攥着拳头，对圆圆心生记恨。朕是来谢谢圆圆的，她在机缘巧合之下救了朕的命，朕来送点谢礼。原来是送谢礼呀！不过这孩子怎的到处救人，这次竟救到了陛下头上。林丽文悬着的心也落到了实处。永定侯府的姑娘救陛下，乃是分内之事。陛下亲自送来谢礼，实在让微臣惶恐。永定侯，你一天天的话怎么那么多？方才还说圆圆跟侯府没关系，现在又说她是你们侯府的姑娘，你干脆别当永定侯了，去戏台子表演变脸得了。朕跟圆圆说句话，你能插10句，你怎么那么烦呢？莫不是上次罚得太轻了？微臣知错。叫你多嘴，被骂了吧？圆叶立即讨好似的看向圆圆。小神仙，你不是喜欢吃宫里的糕点吗？朕把御厨给你送来了，以后想吃随时都能吃。哇，好兄弟一辈子。朕听闻你二哥是此次秋闱的亚元，便亲手题了一幅字赐给他。林淑妍走上前来谢礼，仔仔细细辨别了半晌，她和圆圆都呆住了。你画的是什么呀？字呢？这就是朕写的字呀，朕写的是才高八斗啊，这么简单的字儿你都不认识？这也太……还没等他说出口，林淑妍便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先别说。但是这也太丑了吧，鬼画符都没有那么丑的，打瞌睡的时候写字都能比这好看1000倍，身为皇帝写字怎么能这么丑的？这个字要是让地府的五方鬼帝见了都能吓哭，我小时候尿床尿的都比这个字好看。陛下，圆圆其实想说这个字简直太好看了，陛下的书法刚刚铁画，媚若银钩。圆圆听不懂这句夸赞，只赞同的点点头。亚元说的，朕信。他又赏赐给了圆圆和林淑妍一些金银财宝，才心满意足地离开。林丽文叫住准备离开的宁氏：“芸娘，我同意让圆圆的名字上永定侯府的族谱。”宁氏回头诧异地看着他，那疑惑的表情仿佛在说：“就你？”林丽文本不情愿让圆圆这个拥有低贱血统的死丫头上他林家的族谱，可他偏偏走上了狗屎运，结识了幼帝。等我成为圆圆养父后，皇上肯定会看在救命恩情的份上，对永定侯府多加关照，成为大昭权臣指日可待，说不定连摄政王都会被我比下去。让林圆圆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进我林家族谱，对她来说已经是殊荣了，你难道还不愿意？圆圆本领高超且神秘莫测，说不定是修仙世家出身的孩子，林丽文也配让圆圆上他们家族谱？嘿，大乌龟，我才不要上你们家族谱呢！他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才不要认大乌龟当爹。林丽文脸色黑沉，侯府名门贵胄，外头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做梦都想当侯府千金，她居然不愿意。别怪我没提醒你，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你日后若是后悔，我也不可能再认你当女儿了。咦，谁想当你的女儿呀？自恋狂！哼，给脸不要脸！圆圆这下是真生气了，本来就一直看这个大乌龟不顺眼，说我不要脸，
是你不想要脸了吧？一道响亮且悠扬的鹰鸣声响彻天际，血流满了脸，露出里边鲜红的肉。宁氏吓得连连后退，胆小的看见当场晕厥，姜氏更是吓得动都不敢动。鹰隼将撕扯下来的那块皮肉扔给侯府养的狗，犀利的鹰目扫视过侯府众人，仿佛是圆圆最忠诚的侍卫。乖哦，去一边待着吧。鹰隼立刻乖顺地掠到了侯府的大树上。圆圆，该不会是百兽之王的化身吧？那么乖巧可爱的小孩子，原型到底是狮子还是老虎呀？侯府众人吓得愣住，全然忘记了在地上翻滚哀嚎的林丽文。等回过神儿，才着急忙慌地要找大夫。他们经过圆圆的时候都是绕着走的，生怕那只鹰隼上来抓他们的脸。圆圆却以为是自己被嫌弃了。哼，那我也绕过你们走，我也嫌弃你们。哼，他们不是嫌弃你，是怕你的鹰。可是旺财很可爱的呀，就是有点胖胖的，爪子太长时间没剪了，有点长长的。你叫他旺财？圆圆点点头。林淑妍心想，他父亲惹到圆圆，算是惹到铁板上了。抱歉孩子，娘亲之前答应给你找亲生父母的，但派人查了许久，也没找到任何眉目。没关系呀，我只是不想喊大乌龟叫爹。说完又看向林淑妍。团团哥哥，那个我喊你爹爹是大乌龟，不是说你是小乌龟的意思。这个你其实大可不必解释，他压根就没深思。哎，那个不是有一句话叫做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爹吗？娘亲，你给我喝好好喝的牛乳，你就是我娘亲。然后你那么有钱，所以你也可以当我的爹爹。林淑妍差点被口水呛着。看来有必要替圆圆补课了。自从圆圆来侯府后，林丽文就时常受伤，如今甚至毁了容。他本是京城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可那丫头竟指使那畜生撕下了他脸上的肉。林丽文恨不得将圆圆大卸8块，剁成肉泥。林书义所住的揽月阁依旧萧条。林淑妍将一个布包放到门口。大哥，我替你找来了许多话本，你若是觉得枯燥，可以解乏。大哥哥，我是圆圆，我还给你放了好多的烤红薯，还有栗子酥。你要是吃不完的话，记得告诉我，我帮你吃。天知道他痛下多么大的决心，才把口粮省出来。大哥哥真的有在听吗？他会不会在里面闷太久，听力都退化了呀？大哥将自己关进院里后，我便时常来给他送画本和小玩意儿。等第2日再来看，送的画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哥亲手做的木鸟。大哥爱做木工，也爱看画本，其实他都能听到，只是不愿回应。母亲也会常常来院外同他谈心。我记得2年前，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脱臼了，他便来跟大哥说走路不太方便。没多久，大哥的贴身小厮就送了一副大哥亲手做的拐杖来。母亲拄着拐杖哭了很久。林淑妍说着说着，没听见圆圆的回应，一抬眼瞧见小姑娘正对着揽月阁里的柿子树流口水。团团哥哥，那个是什么呀？你就别装了，你会不认识它？秋季正是吃柿子的季节，一口下去满嘴流心儿，甜而不腻。那我能吃吗？大哥不让人进，吃不到。小天道，快来吃我！宝贝柿子们，你们等着啊，我一定想办法来吃你们。与齐子明达成约定的刽子手扮作木匠，在侯府干了几天活儿，终于在当晚找到机会潜入圆圆的元熙院。他在元熙院门口等了片刻，发现一只黑乎乎的团子从后门溜了出来，溜去了侯府最僻静的偏院。哼，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小姑娘还给他找了一个最方便的行凶点，趁圆圆准备钻狗洞进去时，一把揪住他的后脖颈，拿出刀就要砍断他的脖子。
刚一动手，刽子手就感到失重，腾空而起，一扭头便对上了一双犀利的鹰目。这巨大的鹰隼竟直接将他叼起来了，他手中的圆圆也飘到了空中。放我下去，我的宝贝狮子！刽子手被鹰隼吓得裤子都湿了。恍惚间，刺耳的破空声传来，刽子手的脖子竟被一箭射穿，当场毙命。他松开手，圆圆猛地往下坠，鹰隼鸣叫着要去接他，圆圆却稳稳当当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大哥哥，你好高呀！这时圆圆才瞧见他并没有拿弓，左手食指有擦伤，居然徒手一扔就射穿了那个坏蛋的脖子。只是林书义的腿脚看起来很不方便，他走得很慢，一跛一跛的。大哥哥5年前因冲进火场救人，被烧断的房梁砸断了腿，又因大乌龟故意拖延，原本有希望治好的腿全废了。圆圆惋惜地摇摇头，跟了上去。大哥哥肯定不希望有人扶他，他的自尊心很强的。大哥哥，我能不能是你院子里那个柿子呀？林书义停住，再次看了圆圆一眼，他此时的眼神并没有方才那般疏离淡漠，一点头，圆圆就蹦蹦跳跳地跑到了柿子树旁边。林书义捡起地上的石子，打中了柿子树，柿子树摇晃起来，红彤彤的柿子纷纷往下掉，落到地上成了柿子泥。我的宝贝柿子们，我还没吃，你们就死掉了。我的宝贝柿子。抱歉，我不知道会这样。他只想一次性将果实打下来，没想到会摔烂。我带你去买。真的吗？真的带我去买吗？那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去？我已经馋了1个晚上了。这棵树会不会重新结柿子了呀？大哥哥，你给我买多少呀？买5筐行吗？好。好呀。好烦，你问题好多。明日此时。大哥哥，你居然嫌我烦，亏得我还能治好你的腿呢。林书义震惊，激动地看向圆圆，偷偷用余光观察他的圆圆立刻转移视线。5筐柿子。50筐。好。你替一哥说了门亲事，是谁家的姑娘？你可曾问过一哥的意愿？昨日在老夫人那里吃了闭门羹，没能顺利将林书瑶接回来的林丽文神色艳艳。是国子监点接的女儿。董大人虽只是从8品，但他女儿和书义年龄相仿，为人良善贤淑，配书义足够了。凭他是什么人，书义的婚事必得征得书义的意见。林丽文对宁氏屡次反驳他意见这件事很不满。书义已有16，寻常人家的男子在他这个年纪早就成婚了，他不能总这样耗在家里，早点娶媳妇儿，为侯府开枝散叶也好。比他年轻的同僚都已经当上爷爷了，还时常嘲笑他的长子没人看得上。只有国子监典籍主动提出愿意与永定侯府结为姻亲，可宁氏总觉得不对劲儿。婚姻大事不能如此草率，与董家姑娘也好，于书义也好，都该慎之再慎。你有什么不同意的？书义的情况你我都清楚，他这辈子不可能有出息了，娶个媳妇儿进门侍奉他，老有所依不好吗？永定侯府是荒废了吗？需要妻子伺候？这么多的仆才都是摆设吗？总之，我不同意现在给书义定亲。不同意也得同意。宁氏气不打一处来，上回家法还是打轻了。我自己的婚姻落得了这样的下场，万万不能让书义也经受此种遭遇。卖柿子的婆婆会不会回家了呀？林书义跛着脚，默默无言地走着。这是他5年来头一回出门，圆圆特意带他走的很少有人经过的小巷子。哎，我看见卖柿子的小摊啦！圆圆撒腿就跑没影了，生怕老婆婆收摊回家。林书义微微蹙眉，刚想跟上去，就听见2道女子的呼救声：“救命啊！救命啊！”这儿地处偏僻，无人经过，他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循着呼救声快步走过去。
竟瞧见满身酒气的醉汉将2位妙龄女子堵在角落。林书义迅速越过去，准确无误地一把捏住醉汉的脖子，瞬间就掐晕了他，准备送去衙门。多谢公子相救。他语气娇媚，容貌艳丽。不知公子可否摘下面具，告知身份，好让小女子改日登门谢过。不用。公子，那位女子却不依不饶地拦在了他面前，含羞带怯。公子，小女子是国子监典籍的嫡女董佩玉，不知公子是哪户人家的勋贵？如此厉害的身手，佩玉此前从未见识过。董佩玉满脸都是未出阁女子的窃喜。这位公子身手不凡，身形优越，那面具后的长相定也是异常的英俊潇洒。若是能和这位公子攀上关系，我就不用嫁给永定侯府那个残废了。林书义觉得他烦，跟他比起来远远可爱多了。他不发一言，绕道而行。董佩玉却急了：公子，佩玉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他生怕林书义就这么走了，急中生智，趁他不设防，揭下了他脸上的面具。待看清林书义真容的那瞬间，董佩玉脸上喜色化为恐惧。鬼啊！面具还来！你长得那么丑，就不要出来吓人好不好？还故作神秘的戴块面具，真是害人不浅呢！快吓死我了！林书义听了这番话，并没有多少反应，面具也不要了，转身离开。董佩玉却忽然想到什么：你就是永定侯府的世子吧？他早就听闻永定侯府世子是个容貌丑绝的残疾人，性情乖张暴戾，对手下人非打即骂，是永定侯府不敢提起的禁忌。是以父亲给他说清时候，他十分抗拒。可父亲偏偏看上了侯府的富贵，想要一步登天，铁了心的要将她嫁给这个废物世子。任他如何哭闹，父亲都无动于衷。我是国子监典籍的嫡女，正儿八经的官家姑娘，凭什么被这么侮辱？林书义听后脚步微顿，董佩玉见他默认了。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父亲尚在老家做官时，她便是出了名的美女。侯府世子名头再大又如何？凭我的长相，便算是摄政王妃也做得。如果你敢让永定侯对我父亲施压，我就直接在出嫁那日吊死在新房里，让你担个克妻的罪名。啊，是你联合这登徒子给我演一出英雄救美的？你就那么饥渴，非要我以身相许嫁给你？虽然你残废了，但身为侯府世子，不至于连个通房都找不到吧？林书义虽习武，但他在国子监上过几年学，听过夫子的谆谆教诲，学过先知礼而后恭敬。但这位董小姐显然不知礼数为何，她轻飘飘地解开醉汉的昏睡穴，扔向董佩玉。就当我先前未曾救你。看到醉汉那副猥琐的表情，他反胃的都快吐了。小人，我不过是说了句实话，你就如此害我，还肖想我能嫁给你，伪君子！悠悠转醒的醉汉见情势不对，对董佩玉起的心思也没了，连忙逃窜离开。喂，天都黑了，我若是再遇到危险，该如何是好？你不应该送我回府吗？喂！林书义完全不理会他。臭八怪，死瘸子！当初那把火怎么就没有烧死你呢？想到要嫁给这种丑八怪，忙前忙后的伺候，他就恨不得一头扎进湖里死了。大哥！走出暗巷的林书义听到圆圆的呼唤，连忙遮住了自己的脸。我买了好多柿子哦，还有一些拿不下。大哥，为什么挡着脸？你不想看到我吗？不是，面具没了。圆圆扯了扯他的衣摆，示意他蹲下。看到扭曲狰狞的伤疤，他表情如常，只是心疼地用手摸了摸。圆圆一点都不怕。大哥哥若是不喜欢这个伤疤，圆圆也可以帮你治好。林书义反应却没有太大起伏。其实比起伤疤，他更想治好腿。战场上刀剑无眼，身上添几道伤疤是常事儿。他倒觉得这样狰狞的疤痕还能震撼到敌军的将领。他之所以戴面具，只是怕吓到旁人。圆圆是头一个不介意他疤痕的人，就连母亲在他的纱布扯下后，也暗自流了好几日的泪。大哥哥，你身上有脂粉的味道，是不是遇到那个姓董的姑娘啦？你认识？
当然认识了，这个董佩玉不仅害了大哥哥，还害了世子哥哥。那场让大哥哥断腿毁容的大火就是他放的。董佩玉从小便自命不凡，幼时有位神棍忽悠她是富贵命，将来会嫁入勋爵世家当主母，她深信不疑。几年前同他母亲赴宴时，看上了一表人才的林书义，但他父亲品级太低，够不到侯府的门槛。他居然想出了一条奸计，在林书义路过时偷偷放火，烧了宴会上的一处院子。想着林书义来救他时，他在弄乱两人的衣裳，男女之间必会产生肌肤之亲，林书义就只能娶她了。谁料火越烧越烈，原本大声呼救的他害怕了。放火前，他给自己留了条逃生的通道，也不管循声赶来救人的林书义和困在院子里的丫鬟小厮，直接走那条通道逃跑了。林书义莽撞下冲进火海，带了两人出去，再次折返回去救人时，被烧断的房梁砸了腿，原本俊朗的脸也被烧毁了。什么？林书义受伤了，还烧死2个人，怎么办？要是问责到我身上，就全完了。父亲，女儿想回老家住一段时日，央求父亲连夜将自己送回老家，在老家躲了3年才回京城。你说火是这位董姑娘放的？他听圆圆说后，并没有情绪激动的要去报复，反而相对冷静。是我愚蠢，当时只想着是巧合，并没有去查探，等明日便去报官。事已至此，他的怨言和恨意早在这5年内消磨完了。他并不后悔当时冲进火场救人，能拯救一条生命也是好的，只恨董佩玉如此自私，为了达到目的视人命如草芥。大哥哥，你救人是大恩德，所以我就来拯救你啦。圆圆叉着腰，小表情特别得意。林书义淡淡看了他片刻，面无表情地伸手拿起那筐柿子走人。怎么没反应呢？那个你不应该夸我厉害吗？一路听着圆圆叽叽喳喳的声音，回到揽月阁。书义，阿辉说你不见了，大晚上的你去哪儿了？娘怕你有要事要办，也不敢派人去找。大哥哥跟我去买柿子啦。没想到书义和圆圆竟会相处得如此融洽，对宁氏来说是意外之喜。小馋虫，林书义5年未和母亲相处，不太自在地让宁氏坐下。宁氏看到他走路，书义，比起先前，你走路好似更流畅了。这个林书义也发觉了，是遇到圆圆之后开始改变的。宁氏高兴，从匣子里拿出一卷画像。你父亲给你选了一门亲事，我本想替你拒绝，可还未问过你的意见。你看这姑娘长相合不合你的心意？品级高低无所谓，若是书义喜欢，董姑娘也愿意，这亲事也还行。林书义看到画像那刻，便狠狠地蹙了眉。怪不得方才闹着说不会嫁进侯府，原是父亲背着他和董家定了亲。你和董姑娘是旧相识，还未等他感叹缘分使然。这个人是个大坏蛋，不能娶她，大哥哥会被他害死的。圆圆，你可是看见了书义的未来？本来董佩玉和大乌龟商量好，婚后在大哥哥饮食里下毒药，结果在成婚的当日，他又让自己的丫鬟在靖王世子哥哥的酒水里下迷药，设计让所有的宾客看到他和世子哥哥躺在一起，然后一下子就成了世子妃。世子哥哥出征后，他还带着一群官兵闯进大哥的揽月阁，敲碎大哥的膝盖骨，然后喊人砍断大哥的双手双腿，丢到狼窝里，害得大哥被野狼咬死了。宁氏听得浑身战栗不已。林立文，又是林立文，书义和书言都是他的亲生儿子，他究竟为何要千方百计地害死他们？难道就因为书义和书言都是我生的，所以不想留着与我的血脉吗？娘亲，不只是因为你，是那个江伯母告诉大乌龟，要是想娶她，就不能留下她跟其他女人生的孩子。所以为了自己这段恶心的关系，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残害。
镇定如林书义，唇色也煞白，五官绷紧。今日听到的所有事都颠覆了他的认知。他与林立文相处的不多，毕竟他还在襁褓时便被祖父亲自抱着到处征战。但每回遇到父亲，都会收到父亲赠送的小礼物。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温和有礼，对母亲尊重有加，父母之间的感情也令人艳羡。从此刻开始，慈爱的父亲幻灭成了恶毒的小人。他的所作所为根本不配为人。书义，林立文和江楚真不能放过，那董佩玉是害你变成如今这般模样的罪魁祸首，同样不能轻饶。你好生歇息，报官的事情交给为娘。娘，昨夜有歹人潜入侯府，意图对圆圆不轨，已被我击毙，麻烦娘明日将尸身带去官府一并处理。宁氏吓得急忙去瞧圆圆的情况。娘亲，我可不是面团捏的，普通人伤害不了我。摸遍了全身也没发现伤口，这才松了一口气。有圆圆活蹦乱跳的缓和气氛，宁氏早早的回房就寝，准备养足精气神，明日去大理寺给书义讨回公道。不好了，夫人，门外来了个继子，说要让大公子对他负责呢。书义这些年一直待在侯府，怎会和继子攀上关系？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谁知道啊？哎呀，侯府这是一天一出戏，出出不重样啊！可我看林家大公子不像那样的人呢。奴家本是丽香楼的清官紫珠，只卖艺不卖身。一郎欣赏奴家的琴艺，要了奴家的身子，承诺会替奴家赎身，抬进侯府做姨娘。奴家看他是侯府世子，轻易信了他。可他玩够了，就不再来找奴家了。奴家自知出身卑贱，不敢强求。可前几日，奴家有了身孕，宝儿要将奴家发卖进窑子。一郎啊，一郎，奴家不求你对奴家负责，只求你能保住我们的孩子。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侯府的骨肉啊！放肆！我儿洁身自好，极少出府，你莫要空口白牙的诬陷他。哎，婆婆，儿媳肚子里可有你的孙儿呢，婆婆。呸！夫人如此尊贵，怎成了你这东西的婆婆？一郎爱奴家至深时，承诺绝不辜负奴家，还说要让奴家当侯府的主母。奴家认下这个婆婆，也是一郎首肯的呢。他的说辞有板有眼，若不是宁氏清楚大儿子的秉性，还真就信了大儿子招惹了这个下三滥的货色。这个紫珠姑娘真的好生凄惨呐！喂，那副勾栏的样子，你哪只眼睛看她凄惨了？就知道你遇到这种货色，眼睛都是瞎的。娘子饶命啊！看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见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宁氏强压着怒气道：“我劝你识相点，快滚，不然现在就押你去见官。”来人呐！看看有权有势的永定侯府是如何欺压奴家这单纯的小女子的。一郎，一郎，你在哪儿啊？你竟如此无情，抛弃妻子，还让你的母亲出面欺辱你的妻子。你要不出来，奴家就一头撞死在这儿。他要撞墙，会真的吹呢？哎，这种官宦人家最重清白，任他们权势加深，遇上紫珠这种人，也只能自认倒霉了。这继子肯定是专门来侮辱书义的名声的。你跟我进去，慢慢说。奴家不去，这侯府豺狼野豹，但奴家进去肯定就保不住腹中的胎儿了。让一郎出来见奴家。给我打！敢侮辱我儿清白，简直不要命了！你们打！就在他洋洋得意时，一道刺目的寒光闪过，锋利无比的剑尖直接抵在他的小腹。你说腹中有我的孩子，不如我剖出来，看看究竟是谁的。我的个天哪！怎么没人告诉我侯府世子竟然这么吓人？林书义充耳未闻，抬剑在他平坦的小腹上划开一条口子，惧意和痛意接连袭来。我没有怀孕，我真的没有怀孕，也不认识永定侯府的世子，是那个董家姑娘命我来侯府闹的。
没有怀孕，我真的没有怀孕，是那个董家姑娘命我来侯府闹的。大声把你和董佩玉的计谋说给在场所有百姓听。渐渐又离自己近了1寸，紫珠狠狠打了个寒战。董姑娘不愿嫁给林世子，她给了奴家很多银子，说只要奴家毁坏世子的名声，就会给奴家更多银两。夫人是紫珠吃了雄心豹子胆，不该污蔑世子的清白，紫珠知错，求世子饶命。林董两家的婚事8字还没一撇呢，这董佩玉真是蛇蝎心肠。侯府世子若是染上和勾栏妓女私定终身、诛他暗结的污名，舒毅都不必在京城待下去了。这边紫珠还在不断的磕头赔罪，舒毅挺拔的脊背却没有一丝撼动。围观的百姓也恍然大悟，窃窃私语：看吧，我就说这个紫珠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夫人言之有理。董佩玉原来是这种人，就是不嫁就不嫁，干嘛误人家清白？我早就说那个董家姑娘就不是个东西。长剑挥洒，寒星般刺目的剑芒闪过，直直刺入紫珠的口中，切下了她的舌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儿。看着地上那半截血红的舌头，围观的百姓唏嘘不已。舌头都割了，这林家公子可真够狠辣的呀！日后若是谁敢乱造乱传我儿的谣，就是如此下场。紫珠痛苦地张着嘴，大股大股的血液溢出来。早知世子这么可怕，我就不答应来了。这辈子到头了，可是上个月七公子欠那2两银子还没给呢。娘，麻烦您去报官，我带他去董府。圆圆才睡醒就听见外头有热闹，顿时连夜不洗，头也不梳地跑出来。我也要去，等等我啊！姑娘，紫珠已经在侯府闹开了，许多百姓都跑过去看戏了呢。这婚事儿，奴婢看来是成不了了。父亲只认利益，我的幸福还是要靠自己争取。那紫珠乃是怡红院最下三滥的货色。说起来，林淑仪还要谢谢我，万一我促成了他的一桩好姻缘呢？毕竟除了这种被男人玩烂的东西，就没人看得上林淑仪那种残废了。正得意时，董佩玉听到外头忽远忽近的惊呼声：“谁敢在本姑娘门外吵吵嚷嚷，不想活了？”她气冲冲地打开门，一具重物猛地飞来，砸在了她腿边，竟然是紫珠。董佩玉恍惚间看见紫珠嘴里什么都没有，她的舌头竟然被人割了。紫珠不是去永定侯府了吗？怎么会？这个人乱讲话，被我大哥哥割了舌头。这个人乱讲话，被我大哥哥割了舌头。董家姐姐，你肯定对这个人很熟悉吧？你是谁？董佩玉嘴皮子都在发颤。我不认识这个人，快把他带走！他故作镇定，嘲讽道：“林世子，就因为我不肯嫁进你永定侯府，你就带着青楼女子来恐吓我？”哎，你不是说不认识她吗？那又怎么会知道她是青楼女子呢？你用银子收买她，损害我大哥的声誉，下一个被割舌头的说不定就是你哟。紫珠这么快就将我供出来了吗？贱人！说多错多，董佩玉索性将他们一并赶走。可正在此时，宁氏气势汹汹带着官差赶了过来。看到官差，董佩玉的脸色更加白了几分。官差对宁氏十分恭敬，这永定侯夫人可不比以往，如今是镇国公夫人亲任的义女，半个京城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她手里。她小儿子又是京城最年轻的举人，前途无量。大儿子虽然成了残废，但也是陛下亲封的侯府世子。永定侯夫人状告你买凶诬林世子清白，更是5年前春日宴走水案的真凶。董姑娘，辛苦跟我们走一趟吧。董佩玉听到前半句话时还算冷静，到后半句时完全失了分寸。5年前的事情不是都过去了吗？明明一直相安无事，大理寺为何要翻案？我不去！你们污蔑我！我不过是不想嫁给林淑仪这个残废，我有什么错？官差可不听他撒泼耍赖，扯着他就走。解决了心腹大患，回府才刚歇息，林丽文气急败坏地找了过来。芸娘，
你是存心毁掉淑仪的婚事，董姑娘罪不至下大狱吧？他董佩玉的污蔑淑仪和继子有染了，妾身为何不能报官？妾身倒是想问问侯爷存的什么心，替淑仪定下如此心狠手辣的姑娘。这些都是那继子一面之词。董姑娘长于深闺，简单纯粹，怎会不顾自己清白和继子交易？林丽文苦口婆心地劝说。董姑娘下狱后，董大人和董夫人整日以泪洗面。芸娘，你也是做母亲的，想想若是咱们的瑶瑶在肮脏杂乱的牢狱里待上几日，心都该碎了。难不成你真想让淑仪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狠心让她孤独终老吗？咱们的瑶瑶，这话让宁氏火气更盛。董姑娘到底是不是清白的，自有大理寺决断。若不是她，淑仪也不会落得残疾的下场。侯爷比妾身更加狠心，竟允许纵火犯嫁入侯府。面对他的质疑，林丽文眼神飘忽，闪烁其词。5年前那场大火只不过是意外，怎会和董姑娘扯上关系呢？你不能凭空污蔑人家清白啊！看他这心虚的模样，宁氏心里犯嘀咕：难道那场大火跟林丽文也有关系？反正我就觉得董姑娘挺好的，淑仪能娶到她是她的福气。等董姑娘从狱中出来，你便和我上董府赔罪，免得心寒了这好姑娘。侯府也许久未曾有喜事了。喜事？宁氏冷笑出声：那我便送你一桩喜事。夫人，江氏的丫鬟方才来过了，想要领几条被褥回去，奴婢给拒绝了。跟小叔子偷情的贱妇，哪来的脸盖厚被子？宁氏笑了笑，自他长家后有意苛待江氏，他再如何自视清高，如今也受不住了吧？竟然亲自吩咐身边的丫鬟来要被褥，他不肯给。凉风瑟瑟，他夜晚睡觉时都会冷醒。宁氏的丫鬟说没有，要咱们自个儿去买。怎么可能会没有？江氏身上的鞭伤一直都未好，动一动都浑身疼。他经营的私产，一日的入账都能买几千条棉被，怎么可能会没有？江氏越说越情急，咳嗽个不停。夫人，要不咱们去买几条棉褥子吧？我倒是想买，可我哪来的银子呢？我的嫁妆全给疏影和瑶瑶置办了首饰，如今存放在侯府的库房里。我家中兄弟又是没出息的，在外头输了银两总是来找我借，我能傍身的余钱早就没有了。先前宁氏同他交好的时候倒是送过他一些首饰，可他向来不稀罕宁氏的东西，随手赏赐给了丫鬟小厮，如今想要回来都没法子，冻得又是一抖，扯到了身上的伤口，江氏的眼泪都要渗出来了。要不咱们去求求太师和夫人，怎么说你也是他们的女儿，如今处境艰难，应该不会冷眼相待吧？不许去！父亲得知他的事情后，自觉无颜面对侯府老夫人和先侯爷，当场和他断绝了关系。我虽落魄，可不会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不是父亲不认我，而是我不要他这个父亲了。吃饭了！丫鬟骂骂咧咧地端进来，看清里头的饭菜后，脸顿时就垮了。夫人，还是一碗白米饭加清水，没有荤就算了，连根青菜叶子都不给，每日就只给1碗米饭果腹，真是太过分了。见江氏拿起筷子慢条斯理挑着米饭吃，丫鬟心里看得直犯酸水。奴婢去求宁氏，您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回来，不准求人！我乃太师嫡女，清风霁月，我宁愿饿死，冻死在这儿，也不会向他宁氏那等商女低头。丫鬟都对江氏无奈了，都到这种地步了，不知她还坚持个什么劲儿。大姑娘偷摸送来的银钱不肯要，非要我还回去，明明跟厨房的嬷嬷说几句好话就能吃上肉，她每回都给嬷嬷冷脸看。清高能当饭吃吗？若真那么清高，又干嘛跟侯爷无媒苟合呢？不过这话他只敢烂在肚子里。大夫人，侯爷让奴才给您送些银子过来，您拿着置办些棉被，这天儿越发冷了。丫鬟面上一喜，急切地询问江氏的意见。江氏听到是林丽文送来的，半晌后微微颔首，果然还是侯爷对夫人最好，一直念着夫人。江氏恋恋不舍地摸索着那只钱袋子，却在里边发现了一张纸条。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真儿，下元日故处相见。江氏将纸条收入手心里，眼眶微红。你说董佩玉无罪释放了，那董佩玉的丫鬟担下了全部罪责，说5年前的火是她放的，紫竹也是她收买的。她说因为她嫉妒自家小姐，不想让小姐成功嫁入永定侯府。大理寺判了那丫鬟绞刑，董佩玉倒是安然无恙地出了大狱。董家竟让丫鬟替她顶罪，难道董佩玉如此轻松便逃脱了责罚吗？不会，不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糖糖哥哥说得对。圆圆将嘴里的糕点咽下去。董佩玉怎么对大哥的，咱们就怎么对他。秋意盎然，尚书令家的姑娘办了回秋日宴，邀请诸位名门闺秀赴宴欣赏她种的圆锥绣球。董佩玉的父亲是从八品，但也收到了请帖。他在牢里受了几日苦，原本鲜嫩的脸蛋儿都憔悴了。此前下大狱的事情定是传遍了京城闺女圈，这次一定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官家姑娘和青楼女子做交易也不嫌掉价，竟敢公然赴宴。就是亏得她还自称是京城第一美女，哪有美女敢纵火行凶的？不是说这些事儿是她丫鬟做的，和她没关系吗？这你也信呢？董府的丫鬟哪来的胆子污蔑永定侯世子的清白？脑袋不想要了，用脚丫子想都知道，他是给主子顶罪的。这人心思太过阴毒，还是离他远些比较好。侯府的亲事都看不上，莫非以为自己能当皇后啊？他的年纪给陛下当奶娘还差不多呢。各位姐姐何时也跟寻常农妇一样，喜欢嚼舌根了？一群长舌妇，小心嫁不出去没人要。那也总比你同勾栏混混迹要好。今日这么浓妆艳抹，就是跟他学的吧？董佩玉气得眼睛都红了，恨不得一巴掌甩在他脸上。可这人父兄都在朝中当官，且比自己父亲品级高，他不能再惹事儿了。父亲救他出狱费了好大的力气，再来这么一遭会直接放弃他的。他用了极大的力气才将怒意压下去。父兄品级高有什么用？不还是没我漂亮？和董佩玉只靠长相，也同样能寻得如意郎君。听闻尚书令家的公子一表人才，仪表堂堂，嫁给他当正妻也是不错的主意。疏影，你可算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慕容姑娘和林疏影是手帕交，无话不谈。林疏影因母亲谣言的事郁结于心，日日萎靡不振。她便特意办了这场秋日宴，让她散散心。董佩玉看着不着粉黛的林疏影，满心都是记恨。她和林疏影并称为京城的红白玫瑰，她长相张扬美艳，而林疏影素静典雅。但因着林疏影是永定侯府的嫡出姑娘，又有个当太师的外祖，是以总在身世上压自己一头。神气什么？还不是17岁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有个残废堂弟拖累，也嫁不了什么好人家。林姐姐，好久没见着你了。听闻你近日因你母亲和小叔子苟合的谣言而忧心，妹妹觉得肯定是假的。你母亲可是贞洁烈妇，知书达理，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荡妇行径呢？她故意拔高声音，让在场所有的人都能听到。林疏影苍白的脸一阵青一阵白，急于先走。她原本是不信母亲与叔父有私情的，可看到祖母和外祖母的反应，她大致猜到了。她本不愿出府见人，可抗拒不了闺中密友的好意。你觉得是假的，那闭嘴呗，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圆圆举着鸡腿，唇边是亮晶晶的油水。此次林疏影出门，她主动提出陪同，还说要当大姐姐的小护卫。林姐姐，妹妹没记错的话，这不是你堂妹吧？难不成又冒出来一个你母亲和叔父的私生女？林疏影瞬间面无血色，她这几日才想明白，为何母亲待瑶瑶比自己好上许多。瑶瑶在她这里看上的首饰，母亲都要她亲手奉上。上回她不小心撞到瑶瑶，害瑶瑶跌倒，母亲就用竹板打了她20下手心，皮都破了。原是因为瑶瑶也是她的亲生女儿。
圆圆随手一扔，把吃剩的鸡骨头扔过去，砸中了董佩玉花大价钱买的绣罗裙。哎呀，我的鸡腿！信不信我剁了你的手？尚书令家的慕容姑娘差点笑出声。董姑娘，圆圆可是靖王妃看中的贵客。听到靖王妃，董佩玉便熄火了。靖王世子也是我看中的夫婿之一呢，日后很有可能和靖王妃当婆媳，现在可不能得罪。麻烦慕容姑娘让我去后院换件衣裳。待她走后，慕容姑娘安慰林疏影，她这人就是没见识，眼高手低，没必要和蠢货过多计较。林疏影满腹心事，略微笑了笑。圆圆，咱们还是先回府吧。林疏影侧目一看，哪儿还有圆圆的影子，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的衣裳现在还有一股荤腥味儿，等我成为世子妃，就杀了你们，让你们生不如死！董佩玉气冲冲地走到给客人准备的厢房，脱了衣裳准备沐浴，催眠了等候在外的丫鬟。圆圆很轻松地溜进房间。嘿呦嘿呦，叫你欺负我大哥，看你待会儿怎么丢脸！正在沐浴的董佩玉浑然不觉外头发生的事儿。嘻嘻嘻，你马上就要倒霉啦！他听到董佩玉起身的动静，忙离开了屋子，哼哧哼哧准备跑回去找林疏影，却看见了个熟悉的身影。齐子明做出一副谦逊的表情，正和尚书令家的公子相谈甚欢。真晦气，一下碰见两个讨厌的家伙，大姐姐碰见这个伪君子又该恋爱脑了。哎，把伪君子和自恋狂凑一对儿不就好了吗？既救了大姐姐，还救了大哥哥，一箭双雕。我可真是个天才。尚书令家的公子带齐子明去了秋日宴，看到齐子明的瞬间，蔫儿哒哒的林疏影仿佛立马就活过来了。齐公子！岂料他才靠近齐子明，齐子明便移开了视线，林疏影脸上的光彩瞬间消失了。妹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寸草记著作者，你看他是不是仪表堂堂，才华横溢啊？慕容姑娘，听闻林疏影的母亲和永定侯苟合已和太师府断绝来往了，如今永定侯府大房被老夫人厌弃，又没有母家的帮衬，林疏影对他的仕途已经没有多少助力了。他和母亲合计起了退婚的心思。尚书令家的姑娘是他的书迷，若是有尚书令当他的岳父，岂料慕容姑娘看都没看齐子明一眼。哥哥，这是疏影的未婚夫，你介绍给我干嘛？穷酸破了户，他和疏影定亲，简直是癞蛤蟆配天鹅。也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么写出寸草记的。啊，对，是我糊涂了。齐兄只说想见见书迷，我根本没想那么深。林姑娘真是对不住。林疏影失神般摇摇头，她方才明明看见了齐子明眼中的讨好之意。各位姐姐，不好意思，佩玉来晚了。董佩玉远远的便瞧见尚书令家的公子娇俏着走过来，故意将脚一扭，便要摔倒在慕容公子身上，远远指尖溢出一丝灵力，让董佩玉身形一歪，摔在了齐子明怀里。董佩玉见自己弄错了人，连忙推开，嫌弃地拍了拍自己的衣裳，却清晰明了地看见了他眼中的惊艳之意。董佩玉心中冷笑，穿得那么穷酸，也敢看上本姑娘。慕容姑娘忍不住了，董佩玉，你走路眼瞎就趁早回府，你往谁身上倒呢？这可是疏影的未婚夫啊！这董佩玉也忒不要脸了，见个男人就跟丢了魂似的，大辈子没见过男人呢。原来是林疏影的未婚夫婿。早就听闻这永定侯府未来姑爷家道中落，穷困潦倒，住处简陋，却还在京中混得风生水起。会写书有何用？家世强盛才是硬道理。也就林疏影这个缺心眼儿，始终抓着他不放。我可瞧不起这种人。哎，完犊子啦！自恋狂不喜欢伪君子呢。看我的，看我的。慕容公子，你看那只鱼儿好漂亮呀！话音才落，人群里窜出了个乞丐，猛地抱住了董佩玉。佩玉，我好想你！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出吓得四散开来。当徒子，快放开我！我不认识你！
佩玉，你和我好的时候说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现在怎么就说不认识我了呀？你还说要给我生孩子，不记得了吗？滚呐！你究竟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得你啊！救命啊！乞丐身上的恶臭熏得董佩玉差点呕出来。她一个未出阁的清白女子，竟当众被这肮脏的东西轻薄污蔑，这辈子是找不到好人家了。董佩玉一阵绝望，眼间涌出2行清泪。别哭啊，佩玉。我立马就上门跟岳父大人提亲，让他成全咱俩。注意到周围人或嫌弃或嘲讽的视线，董佩玉死的心都有了。你快放开我，不然我爹不会放过你的。寂静间，慕容姑娘立刻吩咐道：还不快上去，把这登徒子抓走！尚书府的家丁连忙将乞丐拖下去。但凡有点名头的，都不会让被乞丐碰过的姑娘进门。圆圆一点也不觉得她可怜，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罢了。在众多奚落的目光中，董佩玉一沉，直接跳下了水池。名声毁了，他的命夫梦也碎了，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见庄经没有一个人下水救人。圆圆趁着混乱挤进人群，抬起一脚将冷眼旁观的齐子明踹了下去。齐子明擅长浮水，可他不敢同脏了清白的董佩玉扯上关系，本想自己游上来。突然圆圆眼睛一眯，齐子明突然中蛊一般，觉得落水的董佩玉非常可怜，游过去抱住了将快窒息的董佩玉。董佩玉的衣裙却突地散开，赤条条的身体和齐子明紧紧相贴。齐子明的呼吸变得滚烫，将他抱回岸上后，情难自抑地嘴对嘴助他呼吸。嘿嘿，真是天作之合。林疏影看着两人，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他的未婚夫婿竟然当着他的面同其他女子肌肤相亲。林疏影茫然失措，不知作何反应。慕容姑娘直接将她带离了现场。大姐姐，你不要怪圆圆呐，长痛不如短痛，总比跟渣男绑定一辈子好呀。看不出来这董姑娘还挺有料的，娶回去当侍妾也不错。经过齐子明的一番急救，浑身湿透的董佩玉终于呛出几口水，呼吸慢慢恢复。他衣衫半退的模样，在场诸位看得一清二楚。得了吧，他刚才和齐兄贴那么近，齐兄不娶，怕是没人敢娶了。可齐兄不是和永定侯府的大姑娘有婚约吗？一起娶回家，享齐人之福呗。真是便宜了他，能一口气娶到京城的红白玫瑰。举办秋日宴的主人离席，尚书令家的慕容公子尴尬地解释道：齐兄真是泽泽君子，赤子之心，幸好董姑娘已无大碍，还是赶紧送她回府吧。待尚书令家的仆从送董佩玉离开后，慕容公子才凑过来小声提醒齐子明：快去瞧瞧你的未婚妻吧，刚刚那出实在是太过了。连他看了都无语至极，林疏影这会子估计都要憋屈死了。齐子明虽已经起了退婚的心思，但他还需要永定侯府的帮衬过日子。若是现在就同林疏影闹掰，对他来说毫无益处。告别慕容公子后，就去寻林疏影。那个齐子明究竟有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身上有婚约，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同其他女子接触，这不是公然打你的脸吗？他或许是为了救人，一时情急。你骗得了我，骗得了自己吗？疏影，你该认清这齐子明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了。林疏影只是沉默。或许齐子明早就不是那个在我幼年游玩时险些掉进捕兽洞里，拼命抓住我的手背着我走回家的小少年了。他心乱如麻，不愿再想。阿离可曾找到我妹妹了？方才丫鬟来报道说找到了。疏影，你妹妹可真厉害，把我给客人准备的枣泥糕全吃完了啊！那些枣泥糕多少钱呢？我还给你。早晓得圆圆贪吃，可没想到她竟这么能吃。哎，不用，圆圆该回家了。哎，东家。林疏影吓了一跳，生怕那乞丐又做出荒唐行径。大姐姐，你不要害怕，他是来领工钱的。圆圆又掏出一锭银子给了乞丐。你刚刚做的真棒，这是奖励给你的哟。嘿，谢东家，以后还有啥事再来找我啊。
方才董姑娘是你设计的？她还以为只是意外。董佩玉害我大哥名声受损，这样就扯平啦。林淑颖也听闻了那继子污蔑林淑义的事儿，也暗自为自家堂弟鸣不平。圆圆做得对。转身却看到了齐子明，他不知道在他们身后站了多久，只见他满脸煞黑地走过来，怒视圆圆。小小年纪想出那么歹毒的计策，如今只是害人，将来怕不是要杀人。齐公子慎言。林淑颖虽心悦齐子明，但也将家人看得极重。齐公子慎言。你已经替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毁了董姑娘的一辈子？大姐姐，这个叔叔好可怕，他不会是要打圆圆吧？别怕，你是我妹妹，我绝不会让旁人欺负了你去。我妹妹不过是做了和董姑娘相同的事情罢了。齐子明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林淑颖。你何时变得如此不通人情，冷血自私了？同样身为女子，你难道不晓得清白有多重要？便算是林世子的事情同董姑娘有关，可他毕竟是男子，他还能娶妻生子，董姑娘却再也嫁不出去了。这个齐公子好替董姑娘着想啊。大姐姐，你说他们是不是特别般配呀？怎么哪儿都有这个野丫头？之前的刽子手不但没有弄死她，反而还死了。这野丫头哪儿来这么大的本领？你给我闭嘴！怎么就没人了？不是还有齐公子你想娶董姑娘吗？在齐子明的怒火中，林淑颖的态度显得格外冷静。那她的身子都被你看光了，非你不嫁了。你怎么说得出如此冷血无情的话？明明和我有婚约的是你，亏我还敢来对你解释，你竟如此揣度我。虽然他的确很喜欢董佩玉的长相，可论家世，到底还是林淑颖更胜一筹。原来齐公子还记得呀，那正好将这门婚事退了，便可以成全你们了。大姐姐终于认清这油腻怪的真面目了。退婚，赶紧退婚！齐子明呆住了。你可知你在说什么？他和林淑颖从7岁定亲至今近10年，他想过无数次退婚，可提出退婚的竟是林淑颖。林淑颖爱他至深，怎会舍得和他退婚？我无比清楚我在说什么。永定侯府要和你齐家退亲，侯府一直将齐子明当作自己人，处处替他打点，可他却帮着外人说话，问罪于圆圆。见林淑颖异常坚决，齐子明心中微慌。你犯了错，我身为你的未婚夫婿，还不能说了。淑颖，别讲气话。我很理智。我们彼此都太过冲动，你还是先冷静几日吧。我怕再说下去你会后悔。我过段时日再来看你，你照顾好自己。冷他几日，他便会清醒。齐子明转身便走，圆圆目瞪口呆。齐子明还能再不要脸一些吗？大姐姐明明那么认真地和他说退婚，他还说大姐姐不清醒。他当自己是浮云楼的烤鸭吗？那么香，那么受欢迎。林淑颖绞紧了手帕，她为这桩婚事耽误了自己大好年华，不会再执迷不悟了。我现在便去求母亲出面，和齐家退婚。我不同意。江氏听后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拒绝了林淑颖。这门婚事是你父亲在时定下的，无论如何都不能退婚。可我和齐公子还未成婚，他就同其他女子举止亲密，母亲，你要女儿如何受得了这种委屈？齐公子是为了救人，你该体谅。齐家落败了，永定侯府便急着同他们退亲，这不是见利忘义吗？母亲，女儿求您了，女儿不想嫁给齐子明。为何母亲从来都不为我考虑？今日在秋日宴上失了脸面，母亲也不曾安慰。你这些年学的女德女戒呢？哪有女子求着和夫家退亲的？你是要丢光我的脸吗？咦，还脸面呢？大姐姐的脸早都被你丢光了。
你说的女德是光屁屁羞羞脸的意思吗？那天就是因为你跟爹爹太讲女德了，大姐姐才被人家欺负的。姜氏被小贝如此指责，脸都涨红了。住口！谁给你的胆子议论长辈？你是我哪门子长辈呀？圆圆把林疏影扶起来。我才没有你这样的长辈。就是大姑娘有您这种不守妇道的母亲，真凄惨。姜氏气得一口气上不来，往后仰倒晕了过去。他死不了，大姐姐别急。真是个畜生！吩咐下去，断了给齐家的救济金。他们以为永定侯府的人都死了吗？你母亲不肯给你退，叔母替你做主，咱们不受这个委屈。不委屈。此时屋内只有他们3人在，圆圆便将生死簿中记载的未来说给了林疏影听。就是你嫁到齐家，任劳任怨7、8年，齐子明当官期间有了外室，和私生子不说，还不肯同你和离。你假死脱身以后，他找了许多和你相似的替身，生了好多孩子。那个京城百姓还称赞他不忘亡妻，情义深重呢。然后你脱身没2年，齐子明又找到了你，把你囚禁起来，看他跟其他女子睡觉，使劲折磨你，还强迫你给他生孩子，然后还用你刚生下来的孩子入药，给他的爱妾治病，硬生生把你折磨疯了，再也离不开他。林疏影听得浑身颤抖，这也太恐怖了！齐子明完完全全就是个疯子啊！他如今想到齐子明便害怕，可我母亲不同意退亲，总会有办法的。怎的还没把药买回来呢？他不敢告诉母亲是侯府不再给银子了。药馆关门了，我明日就去买。他拧干帕子，给齐母擦嘴边溢出的口水。你是个读书人，为了照顾娘，还要干这些脏活累活，还是听娘的，别等了，赶紧去永定侯府提亲，把淑英娶回来，由她照顾家里，你也好安心读书呢。孩儿如今一事无成，不敢耽误淑英。嗨，这有什么好耽误的？她淑英一个没了爹的姑娘，又不会嫌弃咱们，而且你那么会读书，将来3元及第，让她当状元夫人，还是抬举了她呢。若是母亲知晓林疏影要同她退婚，该难过了。齐子明敷衍一番后放下帕子，刚出门便看到院里站了个人。齐公子，小的是国子监典籍家的小厮，我家大人请您上门商量和我们家姑娘的婚事。齐子明犹豫再三，还是去了董府。多亏齐公子在秋日宴上救了小女，不过是举手之劳，董大人不必言谢。董大人越看齐子明越喜欢，虽然没有侯府世子的背景那么强大，但也是前途无量，不可小觑。所幸他女儿的名声已经毁了，能嫁给齐子明对董家来说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求齐公子娶了我家女儿，佩玉已经失了清白，若是齐公子不肯娶，他就只能削了头发出家当姑子了。齐子明故作为难道：不是在下不愿帮，只是和侯府大姑娘有婚约在身，不能违背誓言。我这个当父亲的别无所求，只想女儿能找个清白人家。若是齐公子愿意，小女可以做妾。他一介无权无势的穷酸书生，竟能让国子监典籍亲自求他娶自家姑娘，看来董佩玉的声誉是彻底毁了。想到此处，齐子明的腰杆也挺直了些。这个，只怕会委屈董姑娘。不委屈，能嫁给齐公子是小女的福分。见齐子明仍是迟疑，我官职虽小，但可以助齐公子一臂之力，将公子举荐进国子监求学。进国子监，齐子明的眼睛立刻亮了。皇室官员子弟，以及从各处府州县生源中挑出来的优秀贡生和纳捐生，
才能进入国子监学习。他先前屡次暗示林疏影，邀他求永定侯帮他写封举荐信，可永定侯压根儿没放在心上。董大人是国子监典籍，行事自然方便。要知道，连那个所谓的大招最年轻举人林淑妍都未曾在国子监就学，他进去后定能结识到更多官员子弟，对未来仕途大有裨益。董大人放心，在下今后一定照顾好佩玉，不会让她受委屈。贤婿迫不及待便要交换庚帖，当即定下了亲。说到聘金和聘礼时，齐子明有些犯难。这个家中暂且拿不出银两，家母还卧病在床。不过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从今日开始便去做工赚钱，等下了工再刻苦学习。我都说到这种地步了，董大人应该免了聘礼和聘金，再借给我一些银两了吧？董大人却一副心中甚慰的模样。贤婿如此有上进心，佩玉能许配给你，为父实在是放心啊。齐子明等不到自己想要的回答，只得不情不愿地告别董大人，满脸的笑容也在转身后消失不见。我肯要乞丐玷污了身子的董佩玉已经是大发慈悲了，董大人居然还装作听不懂的模样，一家子不要脸的玩意儿。父亲，董大人因着董佩玉的事情操心过度，在面对妾室生的长女时也没个好脸。去哄哄你妹妹，她近日心情不好，莫惹恼了她。董婉瑜身形微顿，双手都在发颤，又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只得去了董佩玉的院子。董佩玉衣衫不整地坐在榻边，满屋子都是狼藉。听说父亲要把她嫁给齐子明后，又发了一次疯。见到董婉瑜进来，抄起手边的茶杯就扔了过去，打翻了她的帷帽，露出伤痕累累的一张脸。董佩玉心头堵着的那口郁结之气消了好多。小蹄子，你丈夫又打你了。董婉瑜垂手不敢吭声。窝囊废，快过来给我揉揉腿，酸死了。姐姐，你区区一介庶女，嫁给正六品官员的儿子当正妻，可真是高攀。别这么没情趣，应该学着青楼妓子，讨好丈夫，也不会日日挨打呀。董婉瑜只是一个劲儿地替他捏腿，董佩玉一脚把他踹开。无趣的废物，按照惯例，你是不是忘了要同我说什么？董婉瑜跪下，忙不迭朝董佩玉磕头。谢谢妹妹送我一桩好姻缘。她如今的丈夫原本看上的是长相美艳的董佩玉，董佩玉瞧不上，便将董婉瑜骗到客栈，给他们俩下了药。董婉瑜失了清白，只好嫁过去。她丈夫以为是她故意破坏了自己和董佩玉的姻缘，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经常对她拳打脚踢。她2次有孕都被丈夫打小产了，日日遭受非人的折磨。刚开始她逃回家求父亲救她，父亲却忙不迭把她送了回去。她屡次自戕都会被婆家发现，随即遭遇更深程度的殴打。到今日，她已然成了行尸走肉。不诚心，你是不是在心里嘲笑我？你自小就被我当奴隶使唤，到头来你是官员子弟正妻，我反而要嫁给穷秀才当妾，你很得意呀？啊！我不敢说谎，要我当妾，做梦！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当上尊贵无比的朝廷命妇。圆圆，你不能光吃肉，也该吃点蔬菜才行。林淑妍看着日渐圆润的妹妹，有些发愁。虽然小孩子白白胖胖很可爱，但太胖也会诱发各种疾病。那等我把这个鸡腿吃完，再吃2盘清蒸红烧芦笋吧。你每天吃那么多，肚子不会撑得难受吗？他好奇这个问题许久了。不会啊，他的肠胃同凡人不一样。好不容易来趟凡间，那不得好好吃啊。哎，团团哥哥，那儿有死人！林淑妍稍稍蹙眉，让车夫停车，推了一下圆圆：“你下去瞧瞧，怕不是生病了。”啊，可我还是个小朋友呢。这儿要不是闹事，我就亲自下去瞧了。
团团哥哥这怕见人的毛病啥时候能好呀？哎呦！小姑娘跳下车，揪着地上那人的后脖颈，把他带上了马车。林淑妍自中了寒食散后，便开始学习医术。她诊脉后松了一口气，这位公子是饿晕了，衣衫褴褛，嘴唇干枯起皮，应该是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林淑妍思忖片刻，从圆圆怀里掏出几块糕点。那是我从小皇帝嘴里抢下来的口粮，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呢。团团哥哥大坏蛋！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吗？说是舍不得，最多忍2炷香便会吃完。许是圆圆的哭声太大，那位饿过去的公子悠悠转醒，恍惚地盯着兄妹二人看。在下李承熙，多谢2位救命之恩。说着肚子还咕咕起来。圆圆的眼泪说没就没，不情愿地把藏起来的烧鸡和红豆饼、烤红薯以及10几块糕点全都给了他。李承熙感激涕零，捧着烧鸡就开始啃，吃着吃着还忍不住哭了起来。在下出生以来头一回吃这么好吃的东西。林淑妍觉得这名字挺耳熟，敢问仁兄，可是此次秋闱的解元？他考上举人后，宁氏便给他请了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来教导。老师说到李承熙，便夸赞个不停，说他所做的文章行云流水，妙不可言，极有可能3元及第。恩人，你认识我？当然认识啦，你是第1名，我哥哥是第2名。原来恩人就是传闻中的京城天才林淑妍，真是久违了。嘴里的鸡肉差点喷到兄妹俩脸上，圆圆赶忙躲到林淑妍身后。你慢点吃，不要这样狼狗吞咽的。那叫狼吞虎咽。林淑妍头疼地捂住脸，给圆圆补习功课要提上日程了。李承熙专心地吃东西，那模样仿佛好几年没吃过饭似的。团团哥哥，我发现这个人身旺财弱，八字特别穷。林淑妍有些疑惑。就是说他不仅能影响周边的人赚不到钱，就连他自己不管做什么生意都亏本，穷得叮当响。林淑妍大惊，这也太惨了。2位其实可以大点声说的，你们这样我还是能听见。这位小恩人说的不错，自我出生后家里越来越穷，父母为了维持生计选择去东瀛做生意，结果死在了海上。祖母日夜乞讨将我养大，我无以为报，只能读书。祖母用攒下来的银子做了点小生意，却赔得血本无归。自那以后，祖母便患了重病，亲戚们都怕我这个穷酸命，不敢接济。祖母死后，我甚至都没钱买口棺材。我是边乞讨边来的京城。林淑妍听得心酸不已，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们是怎么驾的车啊？把我老头子的腿都撞到了，好痛啊！我老头子那如此倒霉，快赔我100两的真金，不然我就去报官。碰瓷儿啊！这八字穷命还真是名不虚传。老伯伯，你摔到哪里啦？我帮你揉揉啊。指尖轻轻一转，那老头躺着的地上瞬间似烈火烧烤一般，仿佛再躺1秒身上都要被烤焦。老头连忙跳起来，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看我多厉害，一下就给你治好啦。看着老头远去的背影，李承熙内疚的脑袋都要低到地上去了。在下还是离开吧，我不能拖累2位恩人。别急，你不是没钱住客栈吗？你可以跟我们回去住呀。圆圆真是心善，只是别怕，咱们把他带回侯府，偷偷喂给小鲤鱼吃。那下次考试的第1名就是团团哥哥了。林淑妍无语。大恩不言谢，在下先走了。逗你的啦，小鲤鱼才不想吃你呢。可你的表情看上去很认真呢。我还没有考取功名，告慰父母家人，不想那么早死啊。
任他如何哭爹喊娘的拒绝，圆圆都不为所动，把他拖进了侯府。在书房敲算盘记账的宁氏听到外头忽然传来杀猪似的哭嚎，舒言和圆圆不是出门买吃的了吗？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圆圆，别调皮了，快点将这位公子放了。那么大的人胆子比针尖都小。好险好险，我还以为自己要被拖到屠宰场杀了吃呢。母亲，这位是此次秋闱的解元程熙兄，他饿倒在路边，没钱住客栈，我们便将他带回来了。原来是解元，知夏去给程熙公子收拾客房。春闱前，公子大可一直住在侯府。舒言本就没什么好友来往，这回结交的还是极有可能3元及第的同案，住在一处屋檐下，一道进去多好。多谢夫人收留，只是在下八字财穷，唯恐拖累了侯府。因着有他在，老家的村子已经10几年被官府选为贫困村了，村民如何做生意都会亏本，最后还是村长出面让他离开，才有了些许改善。他不能以怨报德，害得夫人一家也破财。就留下来吧，我娘亲那可是财神下凡，天生富贵命，你那点八字影响不到他，不然我是疯了吗？拖你回来。李承熙闻言热泪盈眶。原来圆圆姑娘，你方才恐吓在下，是怕在下不好意思借住侯府，故意为之。在下汗颜，竟误会了姑娘。只可惜杀人是犯法的呀。李承熙又一阵恐慌。别管他了，他就是喜欢跟步惊下的人开玩笑，公子不必放在心上。李承熙后怕的点点头。等到晚间用饭之时，埋头苦吃的李承熙听见圆圆在他身后悠悠地说：我下的剂量不是很大，但药到一个人绰绰有余。李承熙差点被米粒呛死。就寝时，如果有几条小蛇钻到你的被窝里面，你应该不会害怕吧？抱歉，承熙公子，圆圆是小孩子心性，我待会儿说她。不用，圆圆姑娘将在下带回侯府，让在下吃饱穿暖，在下很是感激，让姑娘寻个乐子不算什么的。宁氏最喜欢这种会读书又谦卑的少年，很乐意看到自家儿子女儿跟他相处。承熙公子，不知你在哪家书院求学？在下交不起学费，向来是闷头自学。只凭自学就能在秋闱中一举夺魁，宁氏甚为满意。我儿舒言名下有家书院，授业解惑的夫子皆才华盖世，桃李满天下。若公子愿意，可免费在书院进学。这云路书院是上回在江氏手里讨到的，若是秋闱的解元都在里头听课，还怕收不到学生吗？等李承熙中了状元，云路书院的名头会更加响亮。况且书院的夫子都是他花大价钱从各府州县聘来的，教书育人的能力不比国子监差多少。李承熙眼中瞬间盈满了泪水。夫人一家大恩，在下无以为报。我这里正好有个忙需要公子帮。元熙院的书房里，李承熙和圆圆面面相觑。圆圆姑娘，夫人也是为你好，才让我当你启蒙老师的。出门在外，还是得有学识傍身呐。圆圆看见蒙学书上密密麻麻的字就发晕，不懂娘亲和二哥干嘛一定要他读书。不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吗？那我没有文化，就说明我品德很高尚呀。非也非也，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女子在拥有才华的同时，也应该注重道德修养，即便是女子也有权利读书习字。你说的对，我娘亲就是在准备创办限女子就读的书院呢。李承熙十分庆幸自己遇到了林夫人母子3人，决定将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圆圆。今天我们先来学《劝学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志聚必彰。他教着教着，圆圆忽然没声了，扭头一看，小姑娘仰头靠在椅背上，蒙学书严严实实盖着脸，睡得香喷喷，仿佛在梦里吃到了什么好东西，还咂巴咂巴嘴。
好呀，大宝，鸡腿拿着吃。李承熙的狩野生涯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李承熙第一日授课以失败告终，但他丝毫不觉挫败，下决心夜里好好备课。圆圆实在是不想听他念催眠曲了，自己想了个法子，找到李承熙问：你想不想改掉自己的穷命呢？姑娘可有办法化解？来，我跟你说哦，你去永定侯府面前晃悠2日，便可化解。李承熙一脸的不信。就这，你该不会是逗我呢吧？哎，我可是祖天师张道陵的徒孙，第28代天师，不然怎么能一眼就看出你八字穷呢？圆圆乱认祖师一点也不脸红，反正祖天师已经羽化。虽然我之前吓唬过你，但这回肯定是真的。李承熙半信半疑，第2日便找到了林立文问问题。老爷，外边有个叫李承熙的，想请教您学问。李承熙就那个解元，那个众大臣们都断言他能3元及第，快有请。林立文有意拉拢，和李承熙接触了几日。侯爷不好了，城南那套4进院的宅子死人了。什么？那套宅子地处幽静，巍峨庄严，市价2000两，是宁氏嫁进侯府时转赠于他的。这段时日，永定侯府支出紧缩，他连茶饼都喝不起了。本想把宅子卖了充盈库房，怎么就死人了呢？是那处宅子的管家媳妇儿跟人跑了，儿子也不是亲生的，他一个想不开，便吊死在了前厅里。哪个冤大头会买凶宅啊？就算能卖出去，也远远不值现在这个价了。这可咋办呢？正想办法呢，身边的小厮又匆匆跑进来。侯爷不好了，正德钱庄倒闭了，咱们存进钱庄的银票拿不回来了。他的私产完完全全一点也不剩了。我那点俸禄该怎么养活侯府这一大家子啊？林立文眼前一阵阵发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动不动就哭鼻子呢？承熙兄，你要坚强。你又骗我。哎，这怎么能叫骗呢？你坑的是坏蛋，不要内疚。更何况我又没骗你，你的命格会从今天开始慢慢改善的。若是没遇到他，李承熙的未来也挺惨。18岁中了状元，理应封个大官，可朝廷怕他影响国运，便派他出使边疆。他在途中遭遇100年一遇的沙尘暴，3元及第的天才状元就此殒命。他进入云路书院帮娘亲赚到钱，这命格自然就慢慢的改正了。真的？若圆圆真帮他改了命，他跪下喊圆圆祖宗都行。府里来了个解元，林疏影是一概不知，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同齐子明退婚的事儿，夜夜睡不好，形容格外憔悴。经宁氏介绍去郊外的大夫那儿开了几帖安神药，回府时却差点和正出门的李承熙撞了个正着。唐突了姑娘，是在下不是，请姑娘责罚。林疏影没放在心上，让他离开了。疏影，我来侯府找你多次，你都不肯见我，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若是你不见我，我就赖在侯府门前不走了。有什么话，等到退婚的时候再说吧。我只是想同你道歉，上回董姑娘那事儿是我考虑不周，你想如何待我都可以，只是不要不理我，成吗？林疏影觉得这人忒可笑了。齐公子啊，你和国子监典籍嫡女成婚的消息已经散布满京城了，有如花美眷在怀，你还不甘心吗？自从在圆圆那处得知自己未来的下场后，他听见齐子明的名字都觉得遍体生寒。我这是无奈之举，你不晓得董大人跪下来求我娶他女儿，若是我不娶，董姑娘便在京城待不下去了。疏影，我心悦之人一直只有你，我绝不会碰董佩玉一下，此心朝朝，日月可见。话音才落，齐子明面子上一时有些挂不住。你就不用再同我做这种没有意义的承诺了，
我是一定要退婚的。削发出家办青灯古佛，我也不会嫁到你们齐家去。提前祝齐公子与董姑娘百年好合，永结同心。他宁愿出家这番话，仿佛在齐子明脸上狠狠打了一记。你之所以想同我退婚，是因为看上了旁人吧？水性杨花，装什么清高？林疏影顿住，诧异地转头看他。方才我都看见了，你同李承熙拉拉扯扯。林疏影，我先前怎么不知道你如此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看李承熙是解元，便对他投怀送抱，你还知不知道何为廉耻？跟你母亲一样伤风败俗。这巴掌震得林疏影的手都麻。我7岁就同你定亲，这10年我从一而终。齐伯父被革职时，我去求叔父，求各位大人对齐家从轻处置，苦守你10年，最后只换来一句水性杨花罢了。原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人。至于你，就你这种货色，也配提礼仪廉耻？这几个字要知道被你拿来用，都恨不得烂在书里吧。林疏影的一通指责，好似扒光了齐子明身上的衣裳。疏影啊，念在我们多年情分，我不同你计较，可你不要把自己说的有多委屈。若不是我当年救你，你早就坠入捕兽洞中死了。这10年是你该报的恩情。他直勾勾地望着林疏影曼妙的朱唇。侯府迟迟未来退亲，是因为你母亲不同意吧？我是不会随你意的，你大可放心，董佩玉只会是我的妾室，而你的正妻地位不可撼动，安心待嫁吧。林疏影惊叹于他的脸皮雄厚程度，气得眼眶通红。齐子明沉着脸去书局，今日是寸草记新一册发行的日子，他必须得去露个脸。一群纨绔子弟却从巷口冒出来，拦在他面前。齐兄，你先前不是说要还钱吗？我们等你半个月，一个铜板都没见，你到底啥时候还钱？我母亲病重，银子都拿去请了大夫，麻烦各位再宽限一点时间。他当时就不该逞能说要把下注的银子都还回去，偏偏永定侯府和董府皆冷血无情，不肯借钱给他这个未来的姑爷。你骗谁呢？便是你话本分到的红利，还我们银子也绰绰有余了。我念你文采斐然，同窗一场，宽限你那么久，看你这样分明是不想还。他们将齐子明逼到了角落，齐子明无处可逃，又拉不下脸来求饶，眼看着那些人就要动手打人。住手！一辆金装玉裹的马车停在了不远处。这些银子你们先拿着。这妇人乃是孙寡妇，在京中臭名昭著。她在丈夫死后继承了万贯家财，日日混迹在小官馆，府中养了好几个面首。这群公子哥掂量一下钱袋子的重量，满意的离开了。齐子明劫后余生般整理了长衫。齐公子好生客气，我仰慕公子才名已久，公子的话本我看了许多遍，都能背了。今日一见才知道，公子不仅文采好，这容貌也是一绝啊！齐子明身姿修长，五官俊雅，肌肤病弱似的白，平日里又爱将自己装得温文尔雅，展颜时令人如沐春风，是孙寡妇最爱的那款。他意识到不对，借口想跑。孙寡妇肥厚的手掌轻轻拉住了他。齐公子若是甘愿与我好上一场，想要多少钱都不是问题啊！真想尝尝这京城天才著作者的味道如何啊！齐子明有些心动，若是拒绝了孙寡妇，没钱还债给母亲买药，他便只能去借印子钱了。可看到孙寡妇那赘肉横生的脸，他实在是下不了口啊。见他表情松动，不着急，我给公子时间考虑，明晚我在西柳居客栈等你，不见不散哦。他在离去前还抛了个媚眼，齐子明一阵恶寒。这个孙寡妇虽然恶心，但没想到啊，不仅有2位官家姑娘即将嫁给我，就连这种寡妇也折服在我的魅力之下。好烦呐！这些人怎么日日都写些废话，就没有一件正经事儿吗？
周围摆放着散乱的奏折，他随意拿起一封，上头禀报：陛下，海边来了头很大的海龟，目测已经有几百岁高龄，很是稀奇，臣画出来给您看。原野都要疯了。哇，这种小事就别写上去了呀，朕不想知道海边到底多了些什么。哎，这个人画的乌龟比我画的都好看呢。哎，小神仙，你终于来了！我日日关在上书房里，好无聊，差点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我很忙的，哎，娘亲和二哥把我关在房间里，强迫我读书。我现在闭上眼睛都是之乎者也，一个头两个大。我皇叔也喜欢逼我念书，有皇叔在，我都不敢走神的。你多跟我说说摄政王的事情呗，我想听。靖王夫妇说，她很有可能是摄政王的女儿。她因着大乌龟对父亲此类角色很不看好，摄政王不会也是这种人吧？我跟你说，我皇叔可凶了，我有时赖床不想早朝，皇叔直接进来，一把拎起我去朝堂，龙袍都不给我穿，害得我被那些人看笑话。哎，有一回我父皇的妃子送给我一块带毒的糕点，皇叔直接一剑削了他的脖子，判他株连九族。他还特别爱在教训我的时候打我屁股。还有别国的军队也很怕遇到我皇叔，都说我皇叔是黑面罗刹呢。哎，黑面罗刹，我见过那么多罗刹，一个长得比一个难看，青面獠牙的，难不成摄政王的长相也是那样吗？那得多丑呀！凡间的爹就不能好看一点吗？那个已经去世的摄政王妃呢？靖王极少提起他，圆圆对他也很好奇。摄政王妃辞世之时，我还年幼不知呢，我也不知为何旁人极少在皇叔面前提起她，只知道王妃是浮梁国的长公主，浮梁以女为尊，王妃本应继承大统，成为女帝。只是皇叔连破浮梁10座城池，势如破竹，当时的女帝形势太过懦弱，不敢再应战，便派了公主来和亲。不过我听宫中老人曾说起，王妃行事很辣，王妃对和亲一事极为厌恶，成亲当晚刺伤了皇叔，第二日还跑进皇宫，捅死了他送来和亲的兄长。听说浮梁女帝是用铁笼将王妃扭送来大招的。圆圆眨巴眨巴眼睛，摄政王妃同她现在的娘亲完全不是一种性格呀。唉，明年皇叔便要班师回朝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小神仙，到时候你可得多多保护我呀。我是不会让皇叔打到你的屁股的。原野感动得热泪盈眶。小神仙，你真好。到时候把你的屁股削掉，不就打不到了吗？你好狠呐，跟摄政王妃一样狠。圆圆朝他吐了吐舌头，不知跑哪儿去了。原野想让他注意些，莫让禁军将他当成刺客。转念一想，嗨，小神仙本事那么大，肯定能化险为夷。唉，我还是再去看那些废话奏折吧。你真聪明，知道找我来疗伤。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猫，你能把它还给我吗？宫墙下出现了一位穿绫罗绸缎的小姑娘，我找她很久了。圆圆冷冷望了她片刻，道：不可以。放肆！这位可是太后娘娘的义女临安郡主，你敢跟郡主抢东西，脑袋不想要了吗？好啦，金秋，许是内宫不知事的小宫女，不识的我无任何罪过，只要她将猫还给我，就不必同她计较了。郡主，你就是太人善了。临安郡主是宫中唯一的姑娘，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旁人见了她都要下跪俯首行大礼，怎能被小贱婢欺辱？快还给郡主，不然要了你的狗命！圆圆看着他俩跳梁小丑般，可是她不想去你那里哦。临安郡主委屈的双眼含泪。妙妙，你怎么啦？被人欺负了吗？为何害怕成这样呢？这畜生当真冷血，郡主您亲自养着他，给他吃上好的鱼糜，他竟好坏不分，扑进这小贱婢怀里，等捉到定要扒了他的皮。不准胡说，妙妙许是被欺负，受到了惊吓。他抬眼看圆圆，眼神极其单纯。静秋，既然他不愿，便把禁军喊来，把他拖下去砍了吧。静秋脸上的得意都快溢出来了。来人啊，将他拿下！
巡逻的禁军立刻前来捉人。不用白费啦，我只偷螺碗。算你识相，可惜你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了。得罪了郡主，就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妙妙，过来。猫看到他笑的模样，瞳孔都快吓得涣散了。临安郡主的笑容渐渐消散，用十分轻柔的语气对禁军道：还在等什么呢？快把他拖下去，别叫他的血污染了皇宫的地。不知是哪宫的贱婢也敢同我抢东西，我是这种低贱的宫婢能冒犯的吗？哼！知晓这猫是我养的，就该跪下来扇自己耳光忏悔。我脾气是好，但也不会好到任人得罪。长宁，这是发生何事了？他许久没见大侄子，甚是想念。此时却听见闹哄哄的动静，以为有人在宫中闹事，却不想遇见了太后的义女以及圆圆。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怎的感觉圆圆和老妖长得越来越像？真是大伯父看侄女儿越看越喜欢。